我觉醒肉身增幅天赋，每分钟甚至能一拳打爆小新。可班上的同学却对我无情嘲笑，只因我的天赋评级为最垃圾的 B 级，并且颜值帅过吴彦祖，一度成为恒城一中的校草，整整碾压了他们3年。此时恒城一中内正在进行觉醒仪式。马光战斗系全身钢化，李旭辅助系恢复加速，李逵战斗系变身巨星。此刻舔了陈峰3年的校花楚月悄悄走。陈峰，你有心仪的学院吗？我想跟你报同一所。我想去青龙学院，听说奖学金高。我猜到了，所以我也报名的是青龙学院。我只是说我想去，没说能去成。青龙学院需要文科知识500分，觉醒出 B 级以上的能力才行。你一定行的。楚月，陈峰，我先上去了。别紧张，把你的手放在阵法上。好 ，S 级战斗系神锋 ，S 级能力啊！我们学校竟然出了个 S 级能力，日后恐怕要在恒城扬名。楚月兴奋地看向陈峰邀功。我去，这么好看的妹子，怎么还是个舔狗？接下来的觉醒者中，竟然没有一个超过 B 级的，最好的也就是个 C 级生活系觉醒者。终于轮到陈峰上场。战斗系 D 级肉身增幅。没想到平日里如明星一般耀眼的校草，竟然觉醒了如此低级的能力。这说难听点，他注定要沦为那些女强者、女富豪的玩物啊！陈峰看向自己的天赋介绍，每分钟增长1斤力量，通过灌注能力可提升能力等级，并提升每日加力量额度，本能力无上限，无任何限制。这1分钟增加1斤力量，一天就是1440分钟，那就是1440斤。好家伙，我一天就能打爆拳王泰森了！他竟然还笑得出来，拖学校后腿了都不知道吗？这叫笑着面对生活，你懂什么？陈峰再怎样，那也是我男神，轮得到你指手画脚了。随后陈峰来到厕所，掀开衣服看了一眼，肚子上竟然有了8块腹肌。看来我不止力量增强了，速度和弹跳能力也变强了。防御力也增强了，看来我要成为6边形战士了。出了厕所后，同桌立马贴上来。陈峰，他们都说你躲厕所里哭了，没事吧？我哭什么？没事的。同学们，镇妖军的秦军官决定10天后带我们进入秘境杀怪升级，有他们的保护，咱们安全性会高很多。这也是你们进入学院之前唯一获得官方保护的机会，而且到时候你们的表现也会被记录，送到各大学院审核。如果表现得好，可能会被高等学院录取。放学后，陈峰准备坐公交车回家，可不断增强的身体让他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于是陈峰干脆直接跑回家。这家伙不会是受到刺激了吧？回到家后，陈峰打开属性面板，此时肉身增幅等级1级，力量170斤，才1个半小时就增长了90斤力量。如果要给天赋升级，就需要能量，一个是秘境怪物的核心，第二个是用秘境中天材地宝和怪物核心制作的药剂。晚上父母下班回来，给陈峰带了能量药剂，而这一盒就价值1万块，父母工资加起来也不过6000。爸妈没必要给我买这种药剂。两人似乎猜到什么，内心巨大的失落感。儿子，你饿了吧？妈先去做饭。儿子，先不管什么能力，今天你也算成年了，陪爸喝2杯。爸，其实我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保证能很有前途。真的？是什么级别的能力 ？C 级还是 B 级？算是 D 级吧。没事的，儿子，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吃完饭后，陈峰回到房间，掏出能量药剂一饮而尽。终于肉身增幅突破到2级，此时每分钟增长加2斤力量，陈峰能明显感觉得到力量的暴涨。一夜过后，陈峰刚起身就把天花板砸了一下，他连忙看了看面板，此时肉身增幅2级，力量2120斤。这就1吨多的力量了，现在实力应该够了，先去史莱姆平原副本看看。为了提升天赋等级，我来到史莱姆秘境。兄弟，第一次来吧？是啊。跟我组队吧，只收你1000块，可以保证你在里面很安全，如何？不用了。废物东西。进入秘境内，男人见陈峰傻站着打量四周，便冷笑道：怎么样，知道害怕了吧？现在只要你肯给我3000块，我就带你在这逛一圈，还让你亲眼见到我是怎么猎杀怪物的，如何？不用了。呵呵，小子，你不知道丛林生活的规则吧？这里可是秘境，别说嘎个把人，就算一支军队团灭在这，也没人能找到凶手。你这样的小白，在这里最受猎杀者欢迎。我听说经常来这里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份地形图。怎么？你要买？你有的话我就买，我有的是钱。地图我自然有，不过在这交易很危险，容易被抢走，不如咱们找个安全地方。两人来到野蛮丛林，周围已经没有了人。此时男人终于露出真面目。小子，你家大人没告诉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吗？说过。那你还敢跟老子来？但我老师也教过我另外一件事。是什么？那就是遇到在秘境中打劫的，可以尽管去嘎，甚至还能去领悬赏。陈峰走上去开始舔包，找到一份地图、一把手枪和20发子弹，以及3颗冲击小药丸，吃一颗下去后能顶1天不饿不渴，还有补水作用，价值300块。陈峰打开地图观察，不远处就是青毛狼的位置。青毛狼是一种3级怪物，其核心可以制作敏捷药剂，这种药剂最低3000块。很快，陈峰来到青毛狼的聚集地。5科老师说过，一定要避开和青毛狼正面战斗，因为他们的力量非常恐怖。忽然，一只青毛狼发现了陈峰躲藏的位置。咦，狼不是号称铜头铁尾豆腐妖吗？怎么这么脆了？就在这时，其余狼也围了上来。然而陈峰丝毫不慌，因为他感觉自己在武器下嘎嘎乱杀。经过激烈的战斗，只剩下一只狼王。尽管狼王多强大，也还是被陈峰一拳灭了。
成功吸收12个青毛狼核心，增加了36个能量值，而剩余的狼肉和皮毛总共能卖38500，相当于父母7个月的工资。我去，难怪都说高级觉醒者赚钱。陈峰按照地图指示寻找铁皮猪，结果半路遇到一只豚。五品怪物屠夫螳螂，手里的武器不错，正合我意。这把刀确实不错。陈峰拎着刀开始在丛林里转悠，很快他终于找到了铁皮猪。咦，这蜘蛛在吃什么东西？我去！很快在陈峰的风卷群下，铁皮猪终于承受不住倒了下去。这时远处走来一群人，带头的青年实力估计在15级左右。看这个奇怪的团队，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补习班。老师就是那头铁皮猪，他嘎了留宿。该死，这个废物学生竟然被铁皮猪灭了，让我补习班以后怎么收学生？陈峰本想一拳打爆铁皮猪，不料青年一道流光射穿了猪头。你故意的？对，这是我们的猎物，你滚蛋！这猎物是被我打废的，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在这丛林中我说了算，你个小卡拉米有意见？我若是有意见呢？看你的年纪也是刚刚觉醒吧？知道老子是谁吗？光之子补习班的老师，15级战斗系，能力是光之刃，就你这小崽子想跟我斗？陈峰开始估算，干掉这个家伙会付出怎样的代价。陈峰，你是谁？我是一中5班的赵佳慧呀，以前给你送过早餐的。哦，是你呀。陈峰并没有想起来，因为给他送早餐的女孩太多。老师，这是我一中的同学。衡城一中的呀，那惹不起，毕竟一中的老师是出了名的护短，而且其中强者太多了。抱歉啊，同学，这头铁皮猪送给你做赔偿了。我本来就要干掉他了，用得着？卧槽！这人觉醒的什么能力？刚觉醒就敢对付铁皮猪？D 级能力，肉身增幅。什么？该死的臭小子！就这种货色，老子狠狠揍一顿，一中恐怕也不会在意的。青年上前将留宿的身体带上，总得要给家属一个交代。一行人迅速往丛林外走，刚走没多远，就遇到了一只死去的屠夫螳螂。过来看看这只屠夫螳螂。屠夫螳螂这东西在10级以下的怪物中难缠程度能排进前5。不错，而且屠夫螳螂难缠的原因有2个，一个是他擅长低空飞行，且速度极快，普通人甚至连眼睛都跟不上他的速度，更别提捕捉了。还有他天生擅长刀法，搏击家伙怕的人根本不是对手，除非掌握大范围元素能力或者控制能力。老师，你看他的腿。这屠夫螳螂是被人拽出一只腿摔死的，是人形怪物做的，还是有某个强者路过？会不会是陈峰做的？谁？你那个废物同学啊，赵同学，一个D级能力有多拉胯，你知道吗？不是，刚才陈峰手里拿的刀好像就是屠夫螳螂的。螳螂就躺在这，你们想要它的翅膀都没问题。行了，继续往前走。而陈峰一路跟随铁皮猪跑进一个山洞里，铁皮猪终于倒在地上奄奄一息，而他前面正趴着4只小猪。这母爱真是伟大，竟能让一只濒死的猪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陈峰看了看咽气的铁皮猪，又看看4只小猪仔，就烤乳猪吧，比较香。随后陈峰将所有猪肉吃完，天赋当前肉身增幅3级，力量2360斤，现在3斤力量。我在秘境将天赋升到了3级，此刻我的力量2360斤，每分钟增长3斤力量。当我准备离开秘境时，碰到了补习班的学员，可惜他们已经咽气了。那个老师也太没用了，自己学生都保护不了。陈峰朝着学生倒地的方向走去，果然看见了一棵3人合抱的大树，这种树名叫寄生藤，会寄生在各种植物或者人体内，汲取力量并控制对方。刚才那几个学生不应该被圈养起来当养分吗？为什么会被嘎呢？陈峰抬头一看，只见树上还吊着几个人，其中2人正是青年和赵佳慧，而青年作为老师自然知道寄生藤的习性。不对，这寄生藤现在并不需要养分，他在挑选最强者用来寄生。你寄生我吧，我很强的。然而寄生藤根本听不懂，青年就打算对学生赵佳慧下手。只要干掉他，我就是最强的。寄生藤肯定寄生我，说不定还有活下去的希望。突然大树疯狂摇晃起来，原来陈峰正抓着一根树藤拧，寄生藤感受到死亡威胁，哪里跑？青年爬起身看了看陈峰消失的方向，又看了看赵佳慧。这确实是我的失职，我应该提前勘探地形的。现在已经嘎了那么多学员，说什么都晚了，绝不能让你出去告密，不然那些学员父母肯定会把我大卸八块。就在青年准备动手时，陈峰你没死，好家伙，寄生藤都干不掉他，谁给我说这是低级天赋？你爹我命硬着呢。你告诉我这是低级的肉身增幅？爹，我知道错了，爹，您饶我一命，我以后给您养老。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爹，您让我活着好好了解您，我好好伺候您。我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我有多缺钱，你这样的货色弄出去，相信这些学员的父母很愿意给我钱的。爹，您不能这样坑自己儿子。陈峰一脚将青年摸晕过去。15级就这货肯定没好好开发自己能力，光系这么炸裂的能力不可能这么弱。陈峰将赵佳慧唤醒。原来不是做梦，我们真的结婚了吗？那能不能再亲我一下？恐怕不行了，因为你已经醒了。赵佳慧突然羞红了脸。走吧，咱们还要出去传消息呢。你同学们都没了，总要给他们父母一个交代。怎么会这样？明明之前都还好好的啊。走吧。回去之后，陈峰将真相告知所有遇难父母，他们差点就把整个补习班点了。而青年的后果也可想而知。陈峰将标注了事发地点的地图交给这些人，而地图上同时留下了自己的银行账号。随后，陈峰来到永生集团的店铺内。先生，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我要卖一些东西。陈峰，这人是陈峰的5科老师陆先宇。陆老师，你怎么在这卖东西吗？是啊，弄了点猎物来这里换钱。听说他只觉醒了低级的肉身增幅，只能干些苦力活，可惜了。去告诉核验部门，给他价格定高一点。顺带，如果咱们这有什么适合的工作，就给他吧。好的。
长相帅气的男高，没想到我们陆大校花喜欢这种调调。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这孩子很好，单纯看文科和实战能力，绝对是4大顶尖学院的抢手货。听你这意思，他觉醒的能力似乎不怎么样。D 级的肉身增幅，那确实太可惜了。格斗力再好，也只能是辅助了。等到了中期后期，位阶高的能力发挥的作用，完全不是肉身能力可比拟的。算了，人各有命，咱们先去逛街。老朽王国华，大家平时都叫我华叔或者王老师。那就请王老师检查一下吧。青毛狼还挺完整，铁皮猪这东西可不好抓啊。还有屠夫螳螂的双刀，这可是好东西。这是什么？寄生虫的部分身体。好家伙，这可是号称10级以下第一难缠的怪物，单打独斗的话，很多快20级的觉醒者都要害怕。这在低阶材料里算是真品了。我给你算了一下，一共12.390万。王老师，你好像算多了。没错，刚才我们家小姐说了，要给你多核算一些钱。帮我跟陆老师说声谢谢了。行，我会转达的。那工作你应该也不需要了。什么工作？小姐说，如果有适合你的工作，就让我们聘用你。我们这边还真差个负责搬运货物的，虽然辛苦，但收入很高，每个月能有8、9千，还有五险一金、休息日什么的。不了，替我谢谢陆老师。好。陈宗出门前看了看兵器展台，如果是力量型的战士，用什么兵器最好？力量型的话，建议是锤子，有流星锤、六棱锤、铜瓜。有没有斧子？这辅兵器用的人太少，我们没有准备，但您可以定做，甚至还能自由选择属性。那我定做，要求结实、锋利，重量无所谓。我们定做最低10.58万。我忽然想起家里锅还在火上，下次再定做吧。卧槽，随便定做一次价格就要10多万，消费不起啊。回到家后，陈峰将一些铁皮猪肉放在锅里炖，随后回到房间研究秘境知识。此时，一只黑猫出现在客厅里。好香的肉啊，在横城潜伏这么久，都没吃到过铁皮猪的肉了。黑猫跑到厨房狠狠吃了至少半头猪的肉，而陈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他身边。黑猫被吓了一跳，瞬间动了杀心，想要直接吃掉陈宗。原来是乐乐家的猫啊，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野猫呢。看来这家伙没发现什么异常，也对，区区一个低级的废物觉醒者而已。来，叔叔抱抱，我送你回家。黑猫非常抗拒，因为她是个女孩子，她如果动用能力躲避，身份就会曝光，导致计划失败，到时候老大会要了她的猫命。算了，大不了就抱一下。然而陈宗抱她的姿势非常奇怪，我去，这姿势怎么像裸脚？陈宗的格斗能力一向是满分，被他用裸脚束缚住，谁都别想逃离。3000多斤的裸脚，我看你怎么跑！你们这些秘境怪物的阴谋，别想得逞！听说很多城镇都被你们攻陷了。黑猫突然使出催眠术，陈宗防不胜防，只能硬生生的扛住精神力量。半梦半醒之间，他还是疯狂发力。1分钟后，陈宗昏睡过去，黑猫一动不动。过了半个小时，陈宗手心恢复，直接几拳将黑猫打爆出核心，瞬间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又出现。陈宗按照不好吸收进了肚子。乐园小区15号楼602。先生，您有什么事情吗？喂，乐园小区怎么了？我现在就派人过去，你坚持住啊！等陈宗再次醒来，已经躺在了医院。小峰，你没事吧？怎么就低血糖晕倒了？低血糖，医生是这样说的吗？就在此时，一个美女走进来，请家属出去一下，我们要对病人进行检查。真巧啊，又遇到了，我们怀疑有怪物潜入横城，图谋不轨，所以你嘎了黑猫的事情被我们隐瞒了，然后我们正在暗地里调查。原来是这样，你什么都不用管，正常生活就行了。好了，你可以出院了。回到家后，陈宗将铁皮猪肉给父母两人吃，两人双双升到了20级，40岁才堪堪踏入生活系能力的高级门槛。随后，陈宗回到自己房间睡觉，忽然白天那个美女又出现了。你要做什么？你不会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我查过你的资料，你仅仅是D级的肉身增幅，那黑猫却是 B级的顺睡能力，且已经10级了。你是怎么对抗并击败对方的？很显然，镇妖君对陈宗产生了怀疑。我的能力变异了。你变异后的能力是什么？还是肉身增幅，不过力量会不断增加。那能强到哪里去？别怪我没警告你，怪物是很能迷惑人的。我知道他可能许诺你很多好处，也让你变强，但最后都是需要你百倍偿还的。你也听学校讲过，那些和怪物做交易的人都是什么下场吧？看来你不信我。不错，我很不相信。得罪了。现在是半夜12点，陈宗的力量已经积累到了4880。现在你知道我的状况了吧？以我这样的能力，没必要和怪物做交易。谁知道你是不是做了交易才变成这样的？那你还要我怎么证明？给我一部分你的血带走化验就行了。如果和怪物达成某种契约，你的基因也会发生变异。那你不早说，早知道这么简单，我何必动手？我这不是想炸你一下，万一真能试探出来，还能省点力气。很快，陈宗被抽走一管血做化验。记住了，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而且不要试图离开你的家。我需要去秘境赚钱，你多久能出来结果？最迟明天中午。第二天，陈峰再次来到野蛮丛林秘境，忽然手机收到了10多笔大款，总共100多万。陈峰，光之子补习班赔偿我们钱了，那些叔叔阿姨觉得这一切都要感谢你，所以给了你一些钱。陈峰跟赵佳慧客气2句后挂了电话。我去，这补习班也太有钱了，15个 C 级学生，一人起码要赔200-300万吧。随后，陈峰进入秘境之内。快，隐藏区域开启了，肯定宝物不少。你给我小声点，都被人听到了。好家伙，听说隐藏区域里有很多天才地宝，甚至还有传承，没想到今天赶上了。
而美女这边正在跟陈峰的导师陆仙云打电话。停，你确定把陈峰上学期间的资料都给我了吗？为什么全是优点？讲礼貌、爱学习，而且情商很高，这真是一个高中生能拥有的品质吗？这下你知道为什么学校所有女孩子都喜欢陈峰了吧？他不光长得帅，人也很好的，你怎么忽然对他感兴趣了？没事，感觉挺有意思的一个人，我还有事先挂了。无论是基因检测还是调查档案都没问题。不行，我还要再去检查一下他的能力。来到陈峰房间，却只看到一张纸条。我去野蛮丛林了，有事等我回来再说。你们是瞎子吗？让你们盯着陈峰，怎么把他放走了？没放走啊，我们派人跟着呢，上面没说不让他出房间啊。该死的陈峰！陈峰人呢？我们看到他进入隐藏区域探险了，就没跟进去。真是拿这小子没办法。陈峰这边跟着一群人走进山洞内，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前进，生怕有什么机关。忽然他听到了不正常的声音，都停下！别瞎叫唤，我们这些10多20级的都没发现什么。说完，男人继续前进，突然高光闪过，男人瞬间被灭。不好，有怪物！陈峰跳到半空，抓住岩壁观察前方情况。只见远处站着一个身穿盔甲的身影，他正在吸收被斩之人的能量。陈峰并没有理会，硬想看着岩壁我靠！你不嘎他们为什么追我啊？突然前方又一把刀斩下来，竟然还有第2个盔甲人！陈峰一脚踩在刀背上，然后挥出一层低穿的盔甲。此时好几个人从他腿上飞了过来，看来是和他一样想捡漏斗，吸收掉盔甲核心，能量值增加10点。这盔甲人才10级，隐藏区域的守护者不会这么弱吧？不对，他们能吸收人类的能量，不断增强。不好，不能让那帮二货喂给盔甲人了。只见10几个人围着一尊盔甲人站着，地上的几个人的能量正不断涌进盔甲人，肉眼可见盔甲人正不断变强。连斩10几个盔甲之后，陈峰身后已经跟着不少执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一扇大门前。陈峰坐下开始休息，随后掏出剩余的冲击药丸吃了下去。突然一只能量药剂递了过来，紧接着更多的药剂、药丸都被递了过来。您是镇妖军的哪位队长吧？这叫什么话？虽然这位小兄弟年轻，但看实力至少是个营长级别的。对，实力这么强，至少是营长啊！你们怎么就肯定我是镇妖军的？不是镇妖军，谁会管我们死活啊？就是啊，您看那边几个强人，也没说帮我们干掉盔甲人啊。有困难找镇妖军，这口号我们都记着呢。陈峰将所有药剂收过来吞掉，下一秒肉身增幅便提升到了4级，每分钟增加4斤力量。这样算下来，每天能增加5000多斤的力量。谢谢各位好人啊！几人顿时激动不已。看看，咱被牛人记住了。休息好后，陈峰来到大门前，而门前早已站了3个20多级的高手。能打开吗？没本事打开又想站着，这么多人看着不觉得丢脸吗？别以为镇妖军就了不起，打在这里依旧没人知道。管好你的人！陈峰走到门前，使出全身6500斤的力量推，突然一个青年刺向陈峰后。你有病吧？干掉这个家伙和那些废物，这里所有东西就都是我们的了。我信不过你。那你信得过他？你们认识？不认识，但至少他不会背刺别人。你太阴险了。大家长，这人想要弄死我们，干他！青年眼见情况不对，立马掏出隐身宝物迅速离开。此刻门被打开，里面游荡着几个人形怪物，其中一只走出来。陈峰挥出一拳试探怪物实力，怪物瞬间被击退数步。这时有个战斗系增幅类的壮汉站出来，这些怪物能被轻松击退，看来实力不怎么样，我也来试试。立刻离开！我要进去了，你受得了吗？我不喜欢有人走我后面，你走我前面吧。陈峰点点头，转身走进了门内。面对数只怪物，陈峰直接一拳小腿。站在阴影里的女人面色凝重，因为陈峰的实力太强了。解决完怪物之后，陈峰2人开始搜索周围的东西，却发现墙上有很多壁画，似乎是一种武技。陈峰毫不犹豫地拿出手机拍照，不一会山洞开始摇晃，似乎就要塌。陈峰抱起女人逃。你没事吧？没事。就在此时，一道身影从远处。谁叫你乱跑的？把手放上去测试一下。确实变异了，竟然从D级变成了 B级，那是不是证明我没问题了？哼！秘境外面。看到陈峰出来，众人纷纷激动的高呼营长出来，这让驻守的镇妖军莫名其妙。此时镇妖军连长上前，长官，里面情况如何？你不是刚毕业吗？什么时候成营长了？那是这些人乱喊的，不是我自己说的。你该不会是冒充镇妖军军官了吧？我没冒充啊，自始至终我都没承认。你小子吃了豹子胆吗？你干什么你？你是不是看这位营长年纪小，欺负人家啊？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肯定是某种能力。你最好还是解释一下原因，不然真的很麻烦。这你应该去问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去把他们带走，分开审问，确认情况。半小时之后，挺不错，虽然冒充了营长，但至少没给镇妖军抹黑。既然没事，那我就走了。等等，你还要告诉我里面有什么？凭什么？你不知道将秘境里的真实情况告诉给官方会获得奖励吗？等陈峰将情况全部复述一遍后，你说那些巨人每个都掌握了5000斤左右的力量，那你是怎么扛住他们的？很简单啊，比他们力量大就是了。我有点不信，你才4级就拥有这么恐怖的力量，很多 A 类恐怕都达不到吧？这事我能作证，他确实很猛。
那既然苏队长帮你做保证，就没问题了。不过你可以考虑加入镇妖军，你这能力进来，至少是队长。这个红本本可以保你以后进入秘境有优先于其他人的权利，你可以拍下来保护。这瓶是提升等级的能力药剂，这个恢复伤势用的。这是10万奖金的支票。我就是提供了一些信息，就这么多钱？因为你提供的资料详细，所以奖励会高点。希望你以后能跟我们友好合作。你为什么不答应队长这个位置？月薪10万，跟玩一样。多少？10万啊！镇妖军的工作是很危险的，你不会以为我们待遇很低吧？而且购买各种药剂都有折扣，家长也能享受折扣。再就是我们能用军功换取很多好东西。好，只要你没骗我，我就加入镇妖军。走，姐姐带你去办理入职手续。苏队长带陈峰入职镇妖军，但还要进行一个测试来确定向上走的资质。你有10分钟时间熟悉情报，10分钟后战斗开始。记住，我们的要求是尽量营救人质，减少队友伤亡。苏队长刚出来就遇到了熟人秦唐，也就是去恒城一中做觉醒测试的军官。秦队长这是干嘛？这些小子都觉得自己有当队长的能力来测试的。有个人在里面测试，只剩一个测试室了，你们排队吧。你的人啊？刚拉拢进来的，实力不错，走个过场而已。行，李虎先去第2测试室吧。美女，能知道你的名字吗？做什么？等我成为了队长，想请你去喝杯咖啡。没兴趣。你会有的，看着我的测试吧。你总是喜欢找这种很自大的家伙。他可不是自大，而是自信。这小子是镇妖军李莽营长的儿子，从小严格训练，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战场指挥经验都很强，还觉醒了 B 级战斗系，能力炸弹人。难怪李莽也是个很自大的人。此刻全息投影小镇里，不少人质正在其中呼喊，甚至是站在高楼之上不断招手求助。然而陈峰根本不为所动，因为他已经熟悉了所有情报。小镇上有10万人，已经逃出来3万人，其中7万人情况未明。陈峰要做的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尽量救人和抵抗危险。现在听我的命令，我们只负责小镇东侧区域，这里有2条街。现在1、2、3号去平安街，4、5、6号去东来街。记住，无论发生任何意外，必须汇报。随后，陈峰通过高空无人机监控观察队员们的救援。李虎这边也已经开始，他的工作并不是救援，而是进入某个怪物的巢穴偷东西。李虎作为队长，带头单刀直入，无论是战斗素养还是能力，都远超一般人。李虎表现如何？凭他的出身，做不到这个程度才欠收拾。倒也对，真正的测试要来了。2人同时进入第2关，如果表现良好，将会有更大的机会升迁调动。警报！警报！情势失控，大量的怪物忽然暴动，正无差别突入，请立刻做出应对，请立刻做出应对。我去，这任务也太缺德了！我一个队长，除了撤离，还能有什么应对方案？全员撤离！队长，那被营救的人们呢？每人携带1人，其他的立刻放弃，立刻撤离。队长，这些难民很可怜。听从命令，撤离！陈峰直接下了死命令，同时开始指挥队员进行撤离。撤离的路线他早就准备好了，所以队员们倒是也轻松逃出来。下一刻，小镇被一道灰色的力量彻底摧毁。考核结束，陈峰最后的救援人员只有10个，而李虎这边，他在窃取宝物成功后，遇到了国外的队伍也来窃取，双方在不断的拉扯争夺，需要他不断的给予指挥。最后在争夺之中，惊醒了那个强悍的怪物，连抢逃出来了3个人。而后虚拟影像结束，陈峰和李虎几乎是同时离开的测试室。陈峰，你为什么那么着急撤离？或许上面会有救援，或许能多带一些人逃走呢？如果一个指挥官喜欢用或许2个字，那就不配做个合格的指挥官。当然，我不是说指挥官不应该深谋远虑，也确实该综合考虑。但当问题来临时，如果无法立刻决断，那就不该做指挥官。当时撤离就是最好的选择。可镇妖军培养出来就是为了保护黎民百姓的，面临危险，你却逃走了。当时的情况就证明了，所有人留下，那就连10个人都救不了了。你怎么知道？万一有转机呢？你太不负责了！镇妖军的责任就是保护黎民苍生，你这样冷血的人不适合做指挥官。观察室内的几人也是沉默。陈峰的选择确实有些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那个时候应该是集合所有人一起抵抗才对，怎么能丢下百姓逃走？如果当时的情况是所有人被围困起来了，需要强者顶出来拖延时间，等待救援，那才是真正需要镇妖军不惜牺牲生命顶住的时候。你说的也有些道理。有什么道理？无非是怂而已。他能为了保命牺牲普通人，就敢牺牲自己人，这种人谁敢跟你做队友？怎么会这样？原来是考核出分数了，陈峰99.8分，李虎60分。这个考核结果是所有人都无法相信的。不可能，系统绝对出问题了。我的分数怎么可能那么低？这分数不太对吧？陈峰的分数我不好评价，可李虎表现得很好啊，无论是从盗取宝物，还是从发现外国队伍的战斗应对，以及最后无意中惊醒怪物的应对手段，都是完美啊！怎么才是一个刚及格的分数？60分是及格了，但也就是当个队长，说明李虎不适合当更高级的指挥官，这是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既然发现自己无法对抗外国队伍，为什么不直接叫醒怪物，引诱其对付他们，转移注意力，然后立刻带人撤离？可我的任务是盗取宝物，你最后完成任务了吗？其他几人顿时明白了陈峰的意思，他没有在该果断的时候果断，而是贪图完成任务，引发了悲剧。而陈峰高分的原因，正是他当机立断的做出了选择，保存了队员的全部实力。遇到危险就撤，遇到麻烦就跑，那还是镇妖军吗？我虽然不够果断，但我不是孬种。所以你这样的英雄该冲锋陷阵，我该是指挥官。这一句话直接给李虎弄没死了，其他人也脸色复杂，不知道该说什么。走吧，我打算去试试镇妖军的那些训练器材。陈峰，那个我跟你说件事，你别生气。你说，刚才有人在恒城镇妖军大群里发起提名，说是不愿意做你的队员，结果所有恒城镇妖军士兵都投了同一票，所以你可能暂时招募不到队员了。抱歉，我知道这很让人愤怒，但大家也只是对你有点误会，我会立刻去找高层解释一下。
让他们疏导一下大家。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冲动，这是好事啊。你别生气，我知道这有点欺负人，但不，你别多想，我真没生气。没有队员的代表我不用出任务是吧？那我是不是就能一直在内部修炼了？苏队长愣住了，这和他预料中的情况有点不对啊。其实是这样，如果你真的不想招募队员，可以申请的。镇妖军讲究的是不拘一格，只要你有本事，别说你不喜欢团队，你就是不喜欢当人都行。在哪申请？去官网找申请单，可以填写。但你真的不打算找队员吗？要知道很多任务无比麻烦且艰难的，如果没人帮你，你可能会很吃力。陈峰立刻拿出手机登录镇妖军官网，开始申请。等填好申请表，陈峰就去训练区了。训练区分为2个区域，大众训练区、单独训练室。此时这里有很多人，之前测试的李虎也在这里。看到没？就那小子，听说在考核中表现的自私又胆怯。经过李虎的宣传，陈峰在考核中的手段和言论已经传遍横城镇妖军，而陈峰自始至终都无视他们。他一脸感兴趣的来到重力室。好家伙，这里竟然能调整100倍重力！下一刻，重力室门上亮起了使用中的灯光。为了让人们相互激励，所以重力室的使用是有排名的，而且会将重力倍数显示在门口灯牌上。50倍，这家伙疯了吧？就是啊，他不会是不知道重力室是什么吧？这谁扛得住如此压力啊？建造重力室时，为了防止里面的人出问题，装备了一套生命检测系统。从外面可以观测到内部训练人员的生命体态，并且内部人的姿态也会通过红外射线模拟展示出来，所以人们可以看到那块检测屏幕上代表陈峰的红色人影正站得好好的，且行动自如的样子。50倍重力，他能受得住？是啊，要知道重力是根据个人体重来计算的。如果你是70公斤，那50倍重力的话，就会让身体承受3500公斤的重量，更别说行走。快看，倍数又提升了。果然，重力倍数变成了60倍，按照70公斤换算就是4200公斤，4吨多了。不对，它还在加。只见上面的数字以10为基数增长，60、70、80、90、100，达到了重力室最高承受的倍数，整整7000公斤啊！而且这还只是他们的推测，如果陈峰体重更沉的话，这个力量只会更重。众人不禁面面相觑，这家伙真如李虎所说，是个软蛋吗？李虎，你该不会是分数比人家低，心里气不过，故意造谣吧？放你狗屁！秦腾队长当时也在，还有老潘、老徐也听见了。我撒谎的话，他们会帮我圆谎吗？我去，这孙子真不是人啊！却见重力室的陈峰并不像他们平时测试自己的承受能力一样，只是傻站在那或者稍微走动。陈峰竟然在重力室练功。陈峰在100倍重力下开始修炼秘境中拍下的万兵战诀，以自身为兵器，发挥出超然的力量。掌刀、剑指、回府，没想到这就练成了。1小时后，我听人说你扛住了100倍重力，还在对练室排行榜杀到前3，怎么做到的？很难吗？你这就很过分了，我们很多人连前10都进不去啊！你们干嘛非要跟我比？我从上学开始5科训练一直都是全校第1，无论是任何考试都没参加过，一路保送到了1中。说实话，以我打下的底子，在你们这混个前3真的很难吗？慌什么？你这个胆怯懦夫，光是练习有什么用？上了战场还不是被吓得尿裤子？你好像在针对我。对，我就是在针对你，我就是瞧不起你。陈峰，你做什么？镇妖军不能随便伤人，你知道这样伤人是违反纪律的吗？现在知道了，所以呢，要开除我吗？此事我会上报，是否处分你要看上面的意思。随便吧，那我是不是能去吃饭了？陈峰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大步离去。我要弄死他！行啊，陈峰出现任何事情，我会请求上级对你进行严格调查。李虎脸色一僵，你到底帮着谁？我谁也不帮，但这件事本身因你挑衅而起，我要是报上去，再加上你今天考核的分数，就算你爹是团长，你也不可能升职了。你今天的事情你自己掂量着办，错在谁大家都心里清楚。如果你想赌上未来和陈峰死磕，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会帮他。升迁最重要，小不忍则乱大谋。食堂内，这里伙食不错吧？我还以为你是来劝说我或者质问我的。我自问对你还算了解，所以我肯定就不会多嘴问你这些废话。我来找你是有个事想问，叔叔阿姨有什么远房亲戚吗？黑猫的事情查清楚了？不算清楚，但我们对横城全市隐秘的进行了一次排查，发现了好几只妖物在潜伏，现在不确定他们之间是不是有联络或者要做什么，所以你需要暗中追踪这些潜伏者，看看他们有什么意图，再去横城附近秘境那些怪物聚集点确认情况，看看他们最近在做什么。不会吧，我刚上任就有任务？不是你刚上任就有任务，而是这个任务本身因你而来，别人想要代替你的作用都不行。行吧，听说我妈有个表妹在江城，距离这边还挺远的。好，明天我会派人送叔叔阿姨前往江城，就当是让他们出去散心了。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你正常生活，然后注意一些周围的变化。离开镇妖军基地之后，陈峰看了看面板属性，当前肉身增幅4级，力量9300斤，马上就要突破万斤大关了。回到家，陈峰找借口让父母去亲戚家，并把镇妖军说成保镖，会护送他们安全离开。第二天一觉醒，此时肉身增幅4级，力量11920斤，真不错。现在先去秘境看看。陈峰这次来到史莱姆平原，因为这里的怪物大多是软趴趴的，好像一坨屎似的史莱姆。他现在就需要大量的怪物核心来提高天赋等级。黄色史莱姆土属性，防御力量较强，靠用粘液糊住敌人并吸收。眼前的3只黄色的史莱姆负责防御，当后面吐火球的史莱姆当盾牌。陈峰剑指轻松击杀3只的黄色史莱姆，最后轻松收下几枚核心，总共才增加了几十点能量值，不够，不过瘾。陈峰像一只野兽，疯狂直入前进入现场的史莱姆，周围论敌的人都不应该。
因为他们这些新手击杀一只史莱姆需要1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随着陈峰进入更深处，这里的怪物全部失机一身。陈峰将核心吸收，能量值增加20点。果然，这史莱姆已经是20级的存在，难怪如此难对付。陈峰查看了一眼面板，肉身增幅5级，现在每分钟增加5斤力量，1小时就是300斤，24小时就是7200斤。好家伙，一天就能增加近万斤的力量了。陈峰决定直接在这里杀到无敌再出去。几个小时后，陈峰遇见一支训练有素的史莱姆军队，面对史莱姆的车轮战，陈峰开始有些应接不暇，再继续下去必然会被生生耗死。于是陈峰假装被打晕过去，一群史莱姆将他抬走。来到了一个祭坛之上，这些家伙该不会是要把我献祭了吧？此刻一只巨大的金色史莱姆出现，这应该就是史莱姆部落的王。陈峰立刻跳起来偷袭对方，感受到陈峰的恐怖力量，史王立刻朝远处逃离，周围的史莱姆军团也是疯狂支援。陈峰跟着跑了10多公里才追上对方，而这里正栖息着一支猎杀小队。站住，不许动！我是天火小队的鲁浩，停下！我无意针对你们，这史莱姆是我的猎物，我抓住它就走。队长，这史莱姆不简单啊，只怕是变异的产物，卖出去至少价值100万，甚至1000万。变异的史莱姆还重伤了，简直是天助我也！副队长忽然扣动扳机，子弹对着陈峰扫射而去。行啊，有2下子，不过这史莱姆进了我们的地盘，就是我们的猎物了，你可以滚了。其余3个人朝着金色史莱姆冲去，明显是要截胡，找死！真是给脸不要脸！副队长疯狂对着陈峰扫射，陈峰只好以灵活的走位闪躲子弹。脚下一株草忽然缠绕住了他的脚踝，紧接着那株草忽然石化，将陈峰死死限制住。哈哈哈！真以为老子奈何你不得？看你往哪跑！不好，他有增幅类能力。队长鲁浩一张嘴。秒杀了！天火小队所有人都蒙圈了，28级的队长就这样被秒了。快跑！很快，这些20级觉醒者全部倒地。陈峰伸手摸包，10级左右的各种装备5个，18级的装备2个，冲击药剂20管，能量药剂5管，史莱姆核心182克。果然还是抢来的收入高啊！随后，陈峰开始拾取散落的怪物核心，不知不觉又来到了祭坛处。他发现祭坛里散发出很大的光源，陈峰捡起一只史莱姆丢了进去，瞬间就被吸收了。紧接着，光芒似乎在逐渐变弱，陈峰稍微松了口气，继续捡自己的核心。就我，谁在说话？就我，是你在跟我说话吗？祭坛红光剧烈的闪烁了一下，似乎是在回应。你是谁？可红光没反应了，甚至还在不断微弱。陈峰又捡起一只史莱姆的尸体丢进去。谢谢你啊，不过这些还不够，你能多给我一些能量吗？当然可以。谢谢你啦，等人家出来会好好报答你的。行啊，那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啊？说啊，你打算怎么报答我？不会是打算空手套白狼吧？那你想要什么呀？人家从小就没有了爹娘，还因为相信了坏人被封印在了这里，我可是什么都没有了呀。没事儿，我也不要别的，我只要你。萝莉瞬间无语了，怎么生气了？你不想出来了？你个混蛋，信不信我出去就吃掉你？哎呦，那我可真是好怕怕啊。不过你倒是出来啊。陈峰笑眯眯地对着祭坛说话，同时后退出去老远。萝莉故意隐藏了部分力量，是为了让陈峰可怜自己，也是打算找个机会突然爆种吞噬了他。这个该死的家伙是怎么做到无耻却又如此小心翼翼的？对不起啦，刚才是人家太生气了，毕竟哪有你这么明目张胆表白的？你不是应该先从请我吃饭、看电影、逛街开始吗？我们先成为好朋友不好吗？好朋友是相互花钱、相互心疼，谁家好朋友单面付出的？人家也没说让你单方面付出啊，我……少废话了，就说答不答应我的要求。你个死扑街、死变态，老娘求着你了是吧？知道诅咒魔女吗？知道曾经多少顶尖强者跪在我脚下呢？想让我跟着你吗？那你倒是开个价啊，总要给我一点好处吧。我要你发誓，出来后不会伤害我，要一切听从我的。不可能，那我不扯你的狗了。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你总要说个价啊。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你，但听你的不可能，帮你做3件事吧，不能伤害我自己的那种。这3件事也不能是要求我永远听你的。没诚意，我走了。是你让我还价的啊？谁让你还这么狠了？算了，我说个数，你跟着我3000年，这3000年里言听计从，时间一到你就可以走了。3000年，你干脆要我死在你手里算了。对你们这样的存在，3000年不是弹指一挥间吗？老娘是诅咒魔女，不是王八。我们这一族寿命不长，我更是还只剩下100多年。行吧，你跟在我身边50年，剩下的时间放你自由，可以了吧？50年就50年，发誓吧。那我给自己下个诅咒吧，这样我背叛你，将会让自己受到严酷的惩罚。我诅咒周族的诅咒魔女莉莉娅，50年内不得背叛。你叫什么？陈峰。50年内不得背叛陈峰，如有违反，立即身亡。突然一道红光从地下爆射而来，这下你放心了吧？你有这能力，为什么不通过诅咒让我听你的话？诅咒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为什么寿命短，就是因为我们诅咒别人的时候也在遭到反噬。好鸡肋的能力啊！随后陈峰将金色史莱姆部分能量扔进祭坛。莉莉娅，参见主人殿下。
告诉我你的能力和等级，还有你的来历，以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主人殿下，我的能力就是诅咒啊，各种主动的或者被动的诅咒能力，而且我已经80级了，战斗力很强哟。至于这里是怎么出现，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是这个秘境的原住居民，我也只是秘境流浪者而已。秘境流浪者什么意思？你还没上人族的高等学院，我记得之前碰到一个人族，他说那个高等学院会教的。我刚高中毕业，你直接解释就好。其实也没什么啦，所谓的秘境流浪者，就是一群不知道自己家在哪，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出现，又为什么而存在的孤儿，浪迹在诸多的秘境之中，寻找着回家的路或者生命的意义。看你也不像80级的样子啊。你被封印个200多年试试，没准比我还虚弱呢。哼，反正我是你的人了，你以后要管我吃，管我住。对了，我恢复实力所需要的能量，都要你给我提供。那你现在还有多少实力？10级左右。我还以为找了个保镖，没想到是找了头猪。瞧不起谁呢？等我无敌了，你求我都没用。随后陈峰将身上300多枚核心拿给魔女吸收。我现在能发挥出15级的实力了，今晚咱俩多收集点怪物核心，给我顶到50级左右，如何？你对这里了解吗？咱们先去哪里刷级？完全不了解啊，不过深入就好了，里面的史莱姆肯定很……陈峰带着漂浮空中的诅咒魔女大步前往草原深处。你为什么要漂浮在空中？不消耗力量吗？我们咒族并不是真正的血肉生灵，所以漂浮并不费力。1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草原深处。终于见到能量了，快出手啊！展示一下你的能力。哼，我诅咒你们虚弱。几十只史莱姆顿时削减了2/3的实力。快点杀啊！我能量有限，坚持不了多久的。陈峰立刻冲上前啪啪乱杀，突然他感觉脚一软。你找，这能力应该在20级以上，其中还有吸力传来，想要把我拉扯进去。眼见几十个出现，陈峰随手抓起一把泥土，双脚抹进去。史莱姆倒地，诅咒魔女就在后面疯狂吞噬，两人相互配合，疯狂投入。终于他们又找到了一只史莱姆之王。快抓住他！那金色血液给我，核心给你。而这只史莱姆之王是绿色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毒气，以陈峰的防御力靠近战斗，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耗死。我诅咒你无法免疫毒素。陈峰正纳闷这诅咒有毛用，却发现史莱姆之王急速变得虚弱。啊，对了，史莱姆之王本身具有抗毒效果，所以才不怕自己满身的毒。现在他失去了毒素免疫，那他自己的毒也会对自己产生致命效果。陈峰不再担心，冲过去斩在史莱姆之王身上。不好，这精血染毒了。无所谓，我自带免疫毒素的诅咒。诅咒魔女欢快地跑过去，吸干了那流出来的能量。这精血是什么东西？王之血液，只有某个部落的王者怪物才能拥有的，很珍贵。当然，我更珍贵，所以给我吃了不亏的。吃吧，我不抢。已经20级了，年轻的勇者啊，努力吧，我很快就能恢复了。把你封印在这里的人不会在这吧？不可能，他都已经超脱了，怎么可能在这里？不过也没准，就算是超脱了，在那种力量面前也要倒大霉。陈峰也就不再追问，然后继续朝着下一个部落杀去。几个小时后，他们已经屠戮了5个部落，斩杀了7000多的史莱姆。诅咒魔女已经恢复到了30级，但再想上涨，普通的史莱姆已经作用很有限了。陈峰看了看面板属性，肉身增幅7级，1天能增加上万斤的巨力了。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秘境之时，只见草原深处出现了一条五彩斑斓的线条。快逃！史莱姆暴动了！我去，快逃！我就嘎了几个部落而已，不至于派大军来嘎我吧？史莱姆虽然有皇者，但皇者对各部落的控制是很弱的。这么多部落，这么多史莱姆集结在一起，必然有问题。然而任凭陈峰全力奔跑，还是跑不过暴动的史莱姆大军。太多了，太快了，他们完全是不惜用命在赶路啊！秘境内所有觉醒者都在疯狂逃离。逃啊！史莱姆大军暴走了！在草原上竖立着的无数个警报台一起响起，城主和镇妖军分部的师长亲自前来坐镇指挥。史莱姆性情温和，不喜欢扩张和侵略，为什么会忽然暴走？不知道啊，这场暴走来得无比突然，我们什么都没来得及观测到。什么都不知道，要你们干什么吃的？行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关键是暴走情势如何了？他们到哪了？他们行进速度很快，估计用不了3个小时就会冲出来。这么快？这点时间根本不够支援到来。按照你的预计，我们全力防御可以坚持多久？是10分钟。驻地营长看他们不信，立刻将秘境之内仪器拍摄的实时画面投放出来。画面上可以看到那无边无际蔓延而来的史莱姆大军。本来还对驻地营长猜测不满的两人，心顿时凉了。这么多的史莱姆真要冲出来，别说坚持10分钟，能坚持1分钟都是好的。通知下去，到了国家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了，全力死抵！老齐，通知横城所有百姓全力逃亡。真就没有一点办法吗？半点都没有吗？老齐，带着人逃吧！放你狗屁！你们死顶让老子逃，文官就不是人！我现在就去通知百姓转移，然后来帮你们抵抗。咦，这是什么？投影之内，无尽史莱姆大军上空正有一个小黑点在悬浮，是史莱姆大军的指挥吗？干掉他会不会有用？放大画面，是他。他是谁？他叫陈峰，之前在镇妖军队长考核测试中，他是近20年来分数最高的人，也是最逼近满分的人。不过也因此被镇妖军高层认为是个无情冷酷的家伙，很多人不愿意让他得到重用。这小子怎么在史莱姆草原？不对，他要去哪？怎么在朝着史莱姆草原深处飞？带我飞？你是人吗？我这漂浮能力无法带人的。少废话，不飞一起死！我上辈子做什么孽，遇上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别特么抬头，不要脸，无耻！
躲和逃是没用了，谁也躲不掉。我们只有多杀一些史莱姆王者，让他们内部混乱。就在诅咒魔女怀疑陈峰是不是故意说谎骗自己的时候，找到了。史莱姆大军瞬间就被陈峰淹没其中，他不会是嘎了吧？可下一刻，却见陈峰正将一只史莱姆王者举过头顶，生生撕成两半。部落里的史莱姆瞬间失去控制，开始胡乱的冲击，造成了小规模的混乱。但在大海一般的浪潮下，这小规模的混乱瞬间就被碾压。找王者。短短10分钟时间，陈峰连续干掉了30多只史莱姆王者，史莱姆大军的混乱范围在逐渐的扩大。好啊，没想到还有这种破局方法。我本以为师长你已经天下无敌，没想到还有人比你更加勇猛。立刻集结30级以上所有会飞行的觉醒者，无论是镇妖军还是猎杀者，全都给我过来击杀史莱姆之王，事后论功行赏。驻地的营长连忙跑出去传达命令。陈峰这边不断的击杀史莱姆王者，其中的金色血液被陈峰吸入体内。你怎么回事？越来越沉了，你该不会是吸收了那金色血液吧？那东西可是一族的力量，人族是需要制作成药剂才能吸收的。陈峰也觉得自己能吸收金色血液可能有问题。有其他人来了，师长让我们来帮你。行，快些击杀。做事了，兄弟们。就在大家奋力激战时，陈峰忽然感觉有人窥视自己。是谁？怎么了？刚才有一双眼睛在窥视我。你感应很敏锐啊。不知道，就是突然生出来的感觉。你小子是不是2次觉醒了？陈峰心里一惊，但他顾不上多想，因为一道身影正在大军之中随意穿梭。幽灵猎狗，这绝对不是史莱姆秘境该有的东西，让它实体化。我诅咒你，能力。然而话没说完，陈峰已经抓住了那只猎狗。诅咒魔女猛了，陈峰猛了，幽灵猎狗也是猛了，因为幽灵猎狗是无视物理攻击的。谁让你来的？让你说话，没让你学狗叫。 2万斤的巨力下去，猎狗直接吐，还给我狗叫，还学不学狗叫了？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就是狗？咦，狗不会说人话吗？你先听听自己说的是不是人话吧。不是，可教科书上说幽灵猎狗是会说人话的啊。你确实学习不错，但也没完全学好，人家是幼犬啊，还没成长到开启说话能力那个年纪。哦，书上只说幽灵猎狗可以幽灵化，无视物理攻击手段，天生可驱使怪物且会说人话，可他没说需要到一定年纪才行啊。 那你应该听得懂人话吧？然而幽灵猎狗已经摆好了等答的姿态，陈峰只好满足他的需求，并吸收其了核心。陈峰看了看面板属性，肉身增幅7级，绝对掌控1级，力量25800斤，还真的2次觉醒了。陈峰点开绝对掌控介绍，你对自身无比敏感，可感知到一切不怀好意的窥视，并且在你1米范围内的幻化能力都将无效化，并一定程度抵抗自然类能力。我去，这也太猛了！陈峰收起面板，看向诅咒魔女。没错，我2次觉醒了。这家伙有点不对劲，他身上绝对有秘密。 陈峰拽着诅咒魔女再度飞上半空，立刻向上汇报。我发现了幽灵猎狗，这场暴动绝对是有人故意捣乱。什么幽灵猎狗？怪不得史莱姆大军暴动。报告师长，秘境中发现幽灵猎狗的踪影，怀疑这场暴动有幕后主使。立刻探查情况。是，咱们要去吗？就在这继续嘎，探查情况，1个人就够，这里比较麻烦。 我还以为他会为了抢军功，跟着去深处查看，没想到能忍耐住这份大功劳，这小子是真不错。老陆，你们不要他就给我背，我做主把他推荐去高等学院，怎么样？那些家伙蠢，我可不蠢，这种人才必须留在镇妖军。你可说不通那些腐朽的老家伙。你错了，镇妖军虽然权力等级森严，但还有个更加严格的制度，那就是军功大过一切。陈峰今日积累下的军功，足够让那些老家伙不敢阻拦他的升迁。 陈峰和其他人一起屠杀史莱姆之王，接连2个小时后，其他高手从几分钟达1只到几十分钟达1只，而陈峰却始终保持巅峰状态。兄弟，跪下！陈峰，刘聪，咱妖军起营的，你是哪个营的？以前没听说咱们恒城有你这样的猛将啊！我新加入的，还没加入哪个营。 那就是还没编制的，不如来我们七营如何？我们七营气氛很好，营长是个厚道人，经常带我们去那模仿松。七营都是一群臭流氓，名声都坏了，还不如来我们3营。一群人眼见着问题已经暂时缓解，纷纷拉拢起陈峰来。情况有点不太对，怎么了？就在此时，苏队长回来了。危机解除了，但我看到那些家伙跑了。果然有人在背后捣乱，对方很强吗？ 地狱3头犬，众人全部变色。地狱3头犬可是美丽国那边的，来自魔界秘境，是撒旦的看门狗。也就是说，这件事有美丽国参与，可不应该啊！他们吃饱撑的来对付这么小小的恒城。不是哟，地狱3头犬没来，可我明明看到了。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里没有它的气息，更何况你知道什么叫魔界看门狗吗？它所过之处都会被魔界气息侵染，所有生灵稍微触及就会变成怪物。这些史莱姆可没有一点。可能是幻象，有人迷惑了你，想要祸水东引。 那还要去深处看看吗？没等众人回应，那些史莱姆大军已经在散开了。不用了，看来我们的出手已经惊动了他们，那些幕后驱使者已经走了。为什么这样就散去了？明明是一次足以毁灭恒城的灾难，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或许是他们的某种目的达成了。看着满地的怪物核心，诅咒魔女满眼冒星。这次咱们赚大了，我至少可以回到70级的状态。少废话，没有那个可能，镇妖君很快就会介入，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捡的。几个小时过后，陈峰看了看面板，肉身增幅20级，绝对掌控10级，每分钟增加20斤力量，一天就是28800斤。虽然没多少，但觉醒者30级后能力会发生蜕变。陈峰忽然发现自己又掌握了一种能力——空气感。伸手一指，发出堪比子弹的威力。如今陈峰的力量已经达到了35000斤。一个士兵来到了他的面前。陈队长，师长请你过去。小陈啊，这次可是多亏了你啊。不错，这次你可以狮子大开口，给你们师长提要求了。他要是不答应你呀，我可是什么都答应的。虽然他很讨人厌，但话是没错的，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我要加入巨灵神军团。我就猜到你会提这事儿，我必然会给你申请，所以这不算个要求。再想一件事，我要进最顶尖的军校。好啊，我推荐你去帝都军校如何？您没开玩笑吧？当然没有，只要你愿意，我立刻就将今年的推荐名额给你。城主也是不敢置信的看着师长，没想到他玩的这么大。好，我自然想要。那就太好了，给你几天时间准备准备，考核随时会来。啊，不是定点考核啊？当然不是，这考核是很出其不意的，所以你要小心一些，说不准街边某个人就是你的考官。帝都军校考核也太奇怪了吧？不过也正常，从帝都军校出来的个个都是顶尖人才。那没事了吧？我能回去了吗？肚子饿的要前胸贴后背了。师长却看向了陈峰身后飘着的萝莉。我没看错的话，这是异族。小东西，请称呼我为莉莉娅大人。莉莉娅，你是咒族的。莉莉娅是一个姓氏，因为咒族对名字非常忌讳，所以从来不会告诉外人自己的真名，都是用姓氏代替。陈峰看到两人忌惮的样子，我们签订了契约，他不会捣乱的。谁契约了谁？来个后空翻。我堂堂一个魔女，你让我翻跟头，你当我是猴子吗？没事，他已经被我契约了。你能控制他就好。我要吃怪物肉，随便什么品种，只要能量充足，而且上菜速度快就好。我们店的怪物肉价格比较昂贵，您？我有钱，先拿去刷吧。好的，先生，请稍等。很快，一盘肉被端了上来。按这个分量，再给我上10份。先生，这是3眼黑驴的肉，能量非常充足，而且这可是1斤的量了。啊，1斤的量啊？是啊，那再来20份。很快，一盘又一盘的驴肉被端上来，周围吃饭的食客全部被这食量惊呆了。陈峰也不管众人奇怪的眼神，疯狂吞噬。莉莉娅也坐在陈峰的对面，但吃相就优雅很多了。3眼黑驴的肉能量确实充足，陈峰明显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吃饱。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我有钱，银行卡不是在你们那吗？随便刷。你随便吃，这些东西都记我账上。陈峰略微思考了一下，那再来100斤3眼黑驴肉打包。要优雅。我认为男人最优雅的就是刷卡结账的时候，哥们你说是吧？中年人眼中闪过一缕被耍了的恼。小伙子，咱们聊聊。陈峰没有回答，把莉莉娅盘子里那块驴肉抢过来塞嘴里。吃个肉这么慢，活该你挨饿。中年人蒙圈了，这一桌加上打包的都价值500多万了。你特么给我站住！然而陈峰并没有停下，中年人只好又追了出去。小子，你吃了我的东西，就这样直接走了，你觉得合适吗？我让你请我的吗？我看你要回家，不如我送你。怎么不敢进？是觉得没必要，你有事在这说就行了。有些事不适合当众说，上车吧，我在上面准备了一点礼物。陈峰上车后看到了一箱子的钱。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那些钱就是给你入会的奖励。以后你每替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就会给你一笔钱，绝对比镇妖君要多。镇妖君给我什么钱？你解救了恒城，镇妖君没邀请你加入吗？镇妖君倒是许诺了，但只说军功，说军功什么都能换。呵，确实是镇妖君最喜欢说的话。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就是砸钱。看出来了，看来你也感兴趣了。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和平会，我们主张和平，地区与地区之间和平，国家和国家之间和平，人类和怪物之间和平。人和怪物和平怎么做？这个涉及到和平会的机密，恕我不能告诉你，但只要你愿意帮我们做事，我们可以给你花不完的钱。为什么找到我？因为你很强，也很聪明。史莱姆大军是你阻拦住的吧？我们需要你这种人才。等会儿啊，你刚才说希望人类和怪物之间和平，那你们和平会在这场暴动之中出什么力了吗？当然，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史莱姆帝皇出动大军。果然，看你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可我们的目的是好的。目的是好的，史莱姆们出来会造成什么后果，你知道吗？他们会占据恒城，初期可能也会伤害一部分人类，但等他们在恒城稳定下来后，再经过我们的调和，就能和人族和平共处了。到时候只是牺牲一部分人，却能换来后世万万年的人类都能享受和平，不好吗？先不说你凭什么决定让谁为了你们的理想去牺牲，你怎么就确定怪物会听你们的话？万一他们只想霸占整个世界，毁灭所有人呢？我们有人可以保证，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什么人？怎么保证？你可听说过神奇者？神奇者，那个传说中高于 S 级的神级能力拥有者，他是你们会长？不，他是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神使，他能聆听到来自真神的指引，告诉我们该如何做。加入我们吧，以你的能力，或许将来能爬到比我更高的位置。反正你们的目的就是释放秘境里的所有怪物，让他们霸占人族的地盘，对吧？是共生共用，不是霸占。你到底加不加入和平会？我加入。
反应这么快，你刚才果然在耍我。投降，我投降。我要是你才不会投降，因为投降也没用啊。我知道很多事情，我可以帮你们做很多事。他的灵魂深处有个印记，好像是精神共振，有人可以从远程操纵这个印记，查看这人的情况以及所见所闻。神奇者，你还没资格接受神使。不要在车里让它爆炸，很恶心的。陈峰，我记住你了。你如果加入和平会，可以得到这身体在恒城的一切资源，反之我会吐露与你相关的一切。陈宗脸色顿时冰冷无比，瞥了一眼莉莉娅，莉莉娅嘴里嘟囔一声，然后把手放在了中年人的眉心，说话之人想要撤离控制，可已经来不及了。好了，那家伙的灵魂被我重创，已经变成了白痴。但如果有擅长灵魂追查能力的人，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我。辛苦了，停车。控制失败，您没有权限控制车辆。那去富贵路19号。控制失败，这不是出租车。陈峰气的直接将车辆受损，自动停车。什么破车，跟你主人一样蠢。警文明用语。随后陈峰给苏队长打电话，喂，派辆车来接我，顺带通知一下领导，我找到这次史莱姆们暴动的原因了，还有那只黑猫的控制者可能也找到了。什么？你从哪找到的？位置我发给你了，过来再聊。很快苏队长和陈峰导师陆先赢过来了。你俩怎么在一起？我升职了，约莹莹出来庆祝的。这车怎么回事？和平会的效忠于神奇者来拉拢我入会不成就想下手，被我反嘎了。另外还有个人使用精神共振隔空操纵他，被我弄成了白痴。通知高层调查一下，最近恒城或者附近的城市有没有身居高位的人忽然变成了白痴的。苏队长立刻去打电话汇报，并且要求派专业人员过来。你整个人的精气神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怎么说呢？非要说就是变得更有魅力了。陈峰，和平会是个什么组织？没听说过啊。我也没听说过，但听起来组织不小。我倒是好像听说过，那是3年前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老师说在南方出现了一群海外来的家伙，自称和平会，其实就是一群堕落者。他们说是和平，但其实残害同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虽然很快就被剿灭了，但也让当地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可能是他们因为那次被迫转入地下发展，最近打算浮出水面了。你们想想看，那些坏蛋分子最喜欢做完坏事后表示对此负责。如果这次史莱姆平原暴动没解决，恒城绝对损失惨重，到时候他们绝对会跳出来负责。两人闻言一惊，随后苏队长留下看守现场，陆先营开车带陈峰回家。听说你打算进入帝都军校，正在考核。是的。有没有考虑过朱雀学院？至少这边是你稳进的，但要是你被帝都学院淘汰，只怕想进4大顶尖学院就不容易了，因为4大学院一向不愿意承认自己比帝都军校差，也不愿意接收他们那边不要的人。我想加入巨灵神军团。好吧。很快陈峰被送到家楼下。放宽心，如果你进不了军校，我会求老师把你带进朱雀学院的。好的，谢谢。臭小子，是真越来越帅了，连我这个老阿姨都有点顶不住了，难怪校花整天惦记着他。陈峰刚想进门，却发现门口正站着校花楚月。听说你的实力变得很强了，因为我的天赋异变，等级提升了。真的呀？楚月听到这好消息非常开心，陈峰点了点头，随后往家里走去。听说水之都秘境最近出现了龙王遗骸，我能聘请你带我去看看吗？我很忙的。我不会拖后腿，而且我给你一天100万，且秘境里所有的收益都归你，我也归你，归你指挥。一天100万，你这是要聘请我，还是要包养我啊？都行，我什么都听你的，只要你开心就行。允许我休息1天，明天带你去探查龙王。好，我去准备一下。走在路上，楚月突然犹豫了，先从什么开始准备呢？潜水装备、氧气瓶、潜水艇。算了，还是先准备比基尼泳衣吧，那个比较重要。此刻我肉身增幅20级，绝对掌控10级，力量54200斤。以我这个力量，就算40-50级的都能对抗了，加上诅咒魔女，那就稳赢了。随后楚月来接陈峰前往秘境。这么早就来了？没，我也刚到。这是你的跑车？是啊，因为水之都不能开车进去，我就没有开家里的越野车。你不喜欢吗？那我可以现在去换一辆。有钱真好啊。没有啦，主要是我妈就我一个女儿，而且很少陪我，所以就喜欢用钱补偿我。我是真喜欢你妈啊！我是说我也想有这样的妈，动不动就撒钱。嘻嘻，走，我们出发吧。终于来到水之都秘境入口，陈峰几人接连进入其中。陈峰站在大楼边缘，看着远处水面之上，一个20多级的猎杀者正在跳跃行进。你说的龙王遗骸在哪？在水下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水妖很多。有龙王遗骸的时候，其他势力不知道吗？为什么没人来探查？你的消息太闭塞了，龙王遗骸已经是半个月前的事情了。当时很多人都来了，也死了很多高手，因为大家一直都得不到，所以这里的人才少了。不过你能明显看出来，来水之都的猎杀者普遍等级要高。行吧，那你先带我去看看。走，下水。不知道一个垃圾地级天赋的小子有什么好？我们倾尽恒城力量培养的楚月，就像着魔了一样。帮我再调查一下陈峰那小子。说完，他就把手机放下，纵身跃进水。我去，老杜小心点，陈峰资料被列为机密，无法探查了。水下，陈峰带着魔女和楚月向下游走，突然冲出一只水妖。
吸收掉水妖核心，能量值增加15点。再次回到两女身边，楚月着实被吓了一跳，才几日不见，陈峰竟然这么猛了。陈峰没有多解释，继续拽着两女朝龙王遗骸的方向赶去。路上遇到不少水妖，但是这些水妖在陈峰面前如同玩具一般，轻轻松松就被消灭了。而跟随在后面的老觉醒者则是心情复杂，想要轻松干掉这些10几级的水妖，怎么也得30级往上吧？这小子不是刚觉醒吗？就算是 S 级的楚月，在几个高手保护下疯狂刷秘籍，这几天也才到13级左右啊！这真是D级觉醒者吗？一定是搞错了。就在此时，一只美艳的水妖靠近。水妖王来了，他的能力与众不同。只见水妖王忽然出手，四周的水仿佛被冻结了一样，所有人更是如同陷入泥沼，仿佛被几吨重的水泥镇压，连动一下都做不到。老觉醒者立刻召唤出护盾，将楚月死死护住，而魔女莉莉娅则随意的漂浮在水中，完全不受影响。好家伙，就只对我有影响是吧？绝对掌控。刚才那歌声是召唤吗？不，那是求偶。母水妖每次唱歌都会吸引大量公水妖前来，刚才那难听的叫声就是公水妖们的回应。忽然，远处冲来30多只田狗，老觉醒者护住楚月，准备将其带走。九爷，带着陈峰一起走吧。行，我们走。遇到事儿就想跑，你那 S 级不是浪费了？什么时候能激发你的真正能力？他等级还太低，现在开发和送死没区别。不是还有你保护吗？派你来就单纯是为了不让他冒险，那把他锁家里当吉祥物多好。楚月，你记住，你是 S 级，是掌控了神兽之力的存在，这点小地方你本应该横着走的。两人争论间，水下漩涡已经成型，无数的碎石、石板在漩涡中飞速转动，那速度和冲击力绝对不亚于一枚枚炮弹。陈峰展开绝对掌控能力，让漩涡对他的影响降低。魔女莉莉娅更是浑然不在意，因为这些东西丝毫伤不到她的灵体。放开你的护盾，他会打。有我在，不会。你算是什么东西？我凭什么要信你的保证？陈峰瞥了一眼魔女，主人需要人家帮你出力吗？陈峰将刚才妖王的鳞片扔给他。宰种，放开那个女孩！九爷气得七窍生烟，刚想骂回去，却忽然感觉自己你对我下毒？不是，只是诅咒你拉肚子而已。你疯了！等会他窜稀会被漩涡卷来，到处都是，快点出手，不然咱们就要留在这弄一身屎了。可惜九爷已经喷了，楚月吓得花容失色。只见他身体之内忽然传出一声呼声，瞬间让远处疯狂旋转的水妖们如释重创，痛苦的捂着耳朵。虽然他们无法维持漩涡，但这漩涡还在急速旋转。而在楚月失去护盾后，漩涡中的石板直奔他柔弱娇躯而来，这速度产生的力量堪比一枚炮弹。陈峰瞬间出现在他身前。不要！怎么了？啊，没事儿。楚月喷出一道火环，将眼前漩涡蒸发气化，带着陈峰离开了这片危险区域。莉莉娅回来后，丢给陈峰一些核心，这些是那些公水妖的，我只要鳞片，这些给你了。陈峰随意的将核心吸收，楚月则是在旁边满脸欢喜，没想到自己的技能还挺强的。陈峰将核心吸收完之后，肉身增幅等级提升到了21级。楚月带着陈峰再度赶往龙王遗骸所在的地方，这里的水妖很多，陈峰全程没有出手，让楚月自己对抗。不得不说 ，S 级就是 S 级，明明水火不相容，他一个火凤却依然能在水底爆发出恐怖的杀伤力。陈峰和莉莉娅就乐得清闲，楚月杀了怪物，他俩一个捡核心，一个捡鳞片。忽然陈峰感受到一股沉重的压力，还真有龙族啊！这就是龙威吗？那就是龙王遗骸了。陈峰朝远处看去，只见远处一条至少上千米长的巨龙悬浮在幽暗的水域之中，龙头高昂，仿佛要搏击苍穹。楚月体内忽然出现了一声愤鸣，一股无法言喻的威严与龙威对抗起来。虽然神分散入，但龙死已久，终究是还能势均力敌。陈峰和莉莉娅忽然感受到身上的压力消失了，前进的路也不再艰难。带他来是你做的最正确的选择。陈峰没有反驳，这龙威 S 级以下的存在根本无法靠近，就算陈峰自己也不行。终于顶着巨大压力靠近龙骨，陈峰发现远处似乎藏着几个人，但他并没有理会，使出指剑11，却连个印记都没有留下。你搞清楚，这至少是100级以上的龙王，对比的是你们人族的战神。你一个小菜鸡，要是都能伤害到，那龙王也太拉了吧！陈峰不信邪，用指剑斩向龙怒，却只是引起一片涟漪。难道这一趟只能白来了？不行，龙王总有耳屎吧，总有鼻屎吧。然而陈峰捣鼓半天什么都没发现。这龙王遗骸是半个月前发现的，甚至为了弄走这些耳屎和鼻屎，还死了不少强者。陈峰无奈的继续打量着龙骨，忽然他发现龙嘴之中有东西，陈峰立刻发挥出6万斤的巨力踹动龙骨。莉莉娅，莉莉娅马上钻入其中。是龙珠碎片，我一身诅咒无法碰到那东西。陈峰开始检查手中的龙珠碎片，龙威消失了。不好，其他窥视者发现后，肯定以为宝物在我身上，定会不惜代价抢夺我。陈峰一口将龙珠碎片吞了下去，肉身增幅连90级，提升到了31级，绝对掌控22级。而周围早已被100多个敌人包围，虽然大家都是不同种族的，但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各位，想要开战吗？废什么话，不想死就把你得到的东西交出来。不错，我刚才看到你从龙嘴里弄出东西来了。周围敌人们都脸色微变，那可是29级的战斗系觉醒者，平日里在横城都是个大集团和猎杀者小队抢着邀请的高手。各位，这女孩是横城1中 S 级觉醒者，她与此事无关，我就带走了。我要让陈峰一起走。她走不了，如果没吃那东西，我能叫横城人来护着她。可现在她自私自利，吞了那东西，横城还有谁愿意保着她？那我也留在这里，我在这肯定没人敢动她了吧？你怎么如此想不开啊？她有什么好的啊？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吗？和小白脸有什么区别？你知道一个 S 级成长速度有多快吗？她区 D 级垃圾觉醒者有什么用？那小子吃软饭这么开心吗？我要是你都没脸活着。
妹子，你要是真为他想，就让他自己成长，远离他吧。都闭嘴！正好我想试试达到30级后的状态如何。你们来的确实挺是时候。陈峰突进一只水妖王，一拳下去打出来3倍暴击，18万巨力直接将水妖王击碎。大家一起出手，就不信他扛得住。我诅咒你们不会游泳。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水妖在内，忽然就发现自己不会游泳，他们在水中疯狂的挣扎，不乱挥动双臂双腿，依旧是不可避免的往下坠去。陈峰在场中来回穿梭，有时候打出3倍暴击，有时打出5倍暴击。最可怕的是还能爆发10倍，整整60万斤的巨力，简直神挡打神，佛挡打佛。几分钟后，在场所有怪物和觉醒者通通被消灭干净。九爷目瞪口呆，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小丑。就在此时，一个神秘中年男人，恭喜你通过了考验。你是帝都军校的人？是的，我奉命来对你进行考核。刚才你的表现很优秀，已经足以进入帝都军校。那么现在你是否有兴趣进入军校继续学习呢？提醒你一下，那里有很多外界没有的武技，很多东西就算是战神都会觊觎的。我有兴趣。好，等离开水域之后，带上这块卫星手表，它会对你进行虹膜和血液绑定，认定你为唯一的主人。录取通知书也在手表空间里，你可以用来安你家人的心。因为帝都军校一旦进入，可能很久都无法回家，毕竟那里的训练可是很苦的。刚入学就送空间储存的装备吗？帝都军校人少，能录取的都是宝贝，送个装备算什么？等你到了学校就会知道了，那里是所有人的天堂，当然也是所有人的地狱。怎么的？帝都军校还会嘎人啊？你以为帝都军校为什么人那么少？怎么样？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对了，我看资料上说你想加入巨灵神军团，从镇妖军进入巨灵神军团要参加至少10次考核，有1次不过就要出问题。但在帝都，只需要你能达到要求，就可以不用考核，直接加入。你记住，巨灵神军团是培养救世主的，到时候你可以得到无数的资源。我自然会去。中年人将龙骨收起，便径直离开。好热呀，陈峰，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知道这里是多少米的水下吗？看到那里大楼上凝结的冰霜了吗？就是热呀，热的不行了。我换套衣服吧。陈峰一脸奇怪的看着楚月，楚月很快换上了一套比基尼套装。我要不要回避一下？没必要，没必要。接下来你要去哪？回家吧。陈峰，你可以当我男朋友吗？你说什么？我喜欢你，可以当我的男朋友吗？我知道你一心想要变强，但你放心，我不会拖你后腿的，我会努力成长。我是 S 级，成长会很快的。什么？就因为我长得帅？不，我喜欢你武科课上的努力，喜欢你文科课上的认真学习，我也喜欢你的笑容，你的皱眉，你的走路，一切的一切我都喜欢。行啊。真的吗？真的，不过你得答应我，将来至少是个战神。得知陈峰加入帝都军校后，城主和师长宴请全城庆祝。这是陈峰的班长吴亮。该死的陈峰，本以为我觉醒 B 级能力后就能盖过你的风头，没想到竟然又来这茬。吴亮正准备偷偷离开，父亲吴金国却拉住他。待会儿大家一起送礼物的时候，把之前给你买的兰博基尼送给陈峰。什么？那可是我求了你3年，还是觉醒了 B 级能力你才给我的，我开了才没2天，你知道那对我代表着什么吗？也对。吴亮闻言脸色缓和了很多。你都开过了，送2手车太不尊重人了，我回头买辆新的送给陈峰。吴亮是真的哭了，他感觉自己可能要被陈峰一直压着，永远不能翻身，因为围观人越来越多。为了安全，镇妖军都来维持秩序。很快，陈峰乘坐着的车缓缓驶来，在陈峰下车后的那一瞬间，人群里传来阵阵惊呼。我去，陈峰不仅有本事，竟然还这么帅！陈峰，陈峰，我爱你！此时，周围此起彼伏的女孩子尖叫，震得人们耳膜都要破碎。等楚月跟着下车后，众人才安静了一些。师长和城主上前来亲自迎接。陈同学，恭喜啊！恭喜恭喜！陈峰笑着附和了2句，然后被2人拉着朝酒店里走去。一路上有人不断的恭喜祝贺陈峰，师长和城主也是一一介绍着他们。之所以没有到包间再介绍，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进入包间一起坐的，而提前介绍这些人的目的，自然是让他们有机会送上礼物。等来到包间后，在座的都是恒城顶尖大佬，城主、镇妖军师长、金国大酒店老板、永生药业老板和陆仙莹，顶尖猎杀者小队神虎队的队长，而服务员都是精挑细选的美女，还有吴亮也混在其中。要不是怕违背父亲的嘱咐后得不到钱用，老子早就走了。该死的陈峰，都怪你！陈峰啊，我虽然把你的资料交给了帝都军校，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过考核了。怎么，这是邀功呢？没你推荐，人家陈峰也能考进去啊？是，多谢师长推荐。哪里，我还要多谢你给恒城争光，毕竟在咱们城主来到后，恒城可没像今天这么光荣过。城主顿时气坏了，要不是碍于陈峰带着，恐怕直接就拍桌子了。陈峰同学啊，也是巧了，我儿子小吴和你可是同班同学。吴亮脸涨得好似猪肝色，不敢和陈峰对视。说话啊，你平时那劲头呢？吴亮看着陈峰平静的神色，却说不出一句话。毕竟追了3年的校花楚月就在旁边，吴亮实在难以讨好陈峰，他干脆硬着头皮直接跑路。吴金国有些傻眼，他还指望着吴亮牵线搭桥，让陈峰给自家酒店做个形象代言啊。吴老板好。哎，陈峰同学好，你有没有兴趣当我们的？哎呀，老吴，今天只为庆祝，不说别的。来。酒宴结束后，司机送陈峰回家。他统计了一下今天收到的礼物，如果换算成钱，至少价值3个亿，太值了。陈峰打开面板查看属性，此时肉身增幅32级，力量81740，每次攻击必定触发暴击，倍率随机，绝对掌控22级，方圆22米范围内幻化能力无效，并抵抗一定程度的自然类能力。快要10万斤大关了，明天再打个电话，告诉爸妈我进入帝都军校的事情。醉醺醺的陈峰忽然察觉到无比的危险，一下窜出车门。
没人性，都不知道救救我！你一个灵体怎么可能伤得到？而这爆炸也触发了卫星监测系统，城防部的人很快就会赶来处理。突然，2个身穿制服的治安员走来。什么人？镇妖军陈峰。原来是陈队长，相见便是。你怎么知道他们有问题？他俩出现的太快了，治安员怎么可能如此有效率？办事也不会这样有条理，说话更不会这样客气。莉莉娅无语了，你们是谁派来的？什么目的？为了和平，你必须牺牲。好毒！听这话意思像是和平会的，看来他们已经锁定了我。就在此时，一辆车开了过来。干什么的？抱头蹲下！我是镇妖军的。少废话，我让你蹲下，听见没？跟他废话什么？开枪！看来这次是真的，不管青红皂白，先甩出自己治安员的威风再说，这才是治安员本色。人类果然卑劣，自己看。我去，他是陈峰。陈峰？谁？今天金国大酒店，咱们帮忙维持了秩序的，他考入了帝都军校啊！原来是他，快收起枪！废话就不多说了，这2个人是和平会的，策划了爆炸，嘎了的司机还冒充你们企图骗我，调查一下他们的信息，然后交给镇妖军，能做到吧？可以可以。随后陈峰给苏队长打电话，我刚才遇到和平会的偷袭了。什么？你没事吧？没受伤，嘎了个司机，多给点抚恤金吧。但之前黑猫的嘎你们伪装成了他失踪，以及和平会成员来接触我却被嘎了的事情，估计是瞒不住了。和平会来嘎我，肯定就是知道了这件事，接下来他们肯定还会想各种办法来接近我。我倒是没什么，但希望你能帮忙保护一下我的父母。那当然，保护镇妖军每个士兵的亲人是我们的责任，但你现在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在离开横城前往帝都军校之前，你到镇妖军内部宿舍去吧。我们这几天对于横城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发现那些潜伏的妖物好像是在策划着什么，而且近几天就要开始行动了。到时候横城可能会更乱。陈峰听到后反而不打算走了，他立刻在街边拦车，准备前往镇妖军分部。见陈峰离开后，几个治安员立刻停下了收拾残局的动作，他们才不愿意接触这些脏东西，所以打电话找了临时工来干。1号目标阵亡，被直接尼格替；2号目标施展过能力却被追上，背后还有脚印，应该是被从空中踩踏下来。再综合过往战绩推算，陈峰能通过踩踏空气腾空，闪躲能力极强，判断力量应该在5万斤到7万斤左右。已知晓，立刻撤离。接下来的6天里，陈峰一直居住在镇妖军宿舍，除了练功就是练功。6天下来，陈峰的力量达到了恐怖的276480斤，30多万斤的力量，这要是再加上暴击，谁扛得住啊？就在陈峰权衡着下一步计划的时候，陆仙莹找上了门，看到陈峰，他竟然感受到了一股非常危险的气息，好像是在秘境之中面对一只史前怪兽。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啊，就正常训练，仰卧起坐、俯卧撑什么的。对了，偶尔也跑步。但他没有告诉陆仙莹的是，他跑步是为了测试自己的极限速度，结果发现自己已经超越音速。老师，你有什么事情吗？今天横城几个高中的学生们要开始考核了，打算进入史莱姆平原，你还去吗？我不去了，去了也是抢他们风头。那好，我就先走了。陈峰，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右眼皮一直在跳，可能要有麻烦了。少看点电视剧吧，右眼跳灾都是封建迷信，不过左眼跳财倒是真的。你看我左眼皮就在跳，估计马上就要发财了。你这等凡人怎么能理解霸总偶像剧的美好？突然一道恐怖的爆炸声打断了莉莉娅的话，陈峰只觉得一阵天摇地动，镇妖军分部的这栋大楼竟是在一瞬间塌陷。什么横城之光，什么帝都军校的好苗子，还不是轻松被我们干掉了？小心点，他有好几万斤的距离，应该不会这么容易的。他的屁，这不是咱们早就计算好的吗？炮火洗地大楼坍塌，他就算有10万斤距离也不行。中年人不再吭声，姐，你没有稳妥就自己在这待着吧，我去看那楚大校花那边有没有机会下手。忽然一块晶石板从天飞起，又重重摔在地上。正要离开的校服少年猛地回头看去，只见陈峰正从废墟里站起来，身边还护着2个文职人员。去找治安员来帮忙。莉莉娅，你不用帮我，先救人。魔女莉莉娅随即在废墟之中穿梭，寻找需要救助的伤员。刮了他们。校服少年有些不满被指挥，但还是凝聚出一鞠躬。只见他一脚蹬着弓，3支箭矢迅速凝聚。还挺能晃，但今日你完蛋了，老子40级的破天弓足以媲美导弹，你能挡住吗？双脚下力量爆发因素，一拳分出4棍，轻松挡住3支箭矢。什么？不可能，他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只有几万斤。几万斤？那是老黄历了。救我！中年人一马施展去追住扎向陈峰屁股，以此逼退他，可万万没想到被陈峰用屁股夹碎。我去，他怎么这么强？废物东西！黄狗瞬间打出10万多斤的巨力，可任凭他拍打抓挠，对陈峰来说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头都懒得回。刚才就是你说要对我女朋友下手的吗？你也配？我这几天一直在等你们，可你们迟到了。不好，情报部门搞什么鬼？这他妈是几万斤力量能爆发出来的伤害。好，谁先动我先嘎谁。所有人瞬间亚麻呆住了，谁都不敢先动，生怕第一个受到攻击。中年人反应还是快，立刻威胁道：“你可知道我们之前为何要故意让镇妖军发现我？”别装了，你们就是因为我嘎掉了黑猫，不小心暴露的。
我们暴露确实是因为黑猫嘛，但后续行动都是我们故意让镇妖军看到的。现在他们都以为我们策划这么久是为了针对那些在考核的学生，但其实不是的。我们的目的是彻底扰乱衡城，嘎掉那些不参加考核的天才学生。你现在去救人，或许还能救下几个学生。此刻衡城内爆炸不断，而镇妖军在秘境中一时半会也回不来。怎么样？为了跟我们纠缠，罚那么多人，你觉得划算了？对了，还有你的女朋友也在被追赶。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得快点嘎掉你们。还想逃走？你们以为我在这等了6天，是为了陪你们玩猫抓老鼠的逃跑游戏吗？我要你们和平会在衡城的人全部下地狱。毒蛇正趴在地上拼命逃跑。我不需要你帮助，去城中救人。随后陈峰朝楚月家的方向冲去。当陈峰来到楚月家的时候，楚月哥哥楚风正在和敌人缠斗，而楚月正抱着母亲，手忙脚乱地喂食各种药剂。陈峰见状立刻冲上去，滚开！带着你妈去医院。楚月立刻带上母亲飞上半空。悠悠，小七郎来救人了，这是打算比翼双飞？乖弟弟，要不跟姐姐算了。陈峰突然消失在原地，风雨脸色大变，他的能力是风尾毒针射击，可以要能锁定敌人才行。陈峰突然出现半空。楚月这边带着母亲赶往医院，一只42级的巨鹰盯上了他们。陈峰急速来到巨鹰上方，巨鹰发现敌人马上施展出音波攻击，这种攻击会造成敌人眩晕和耳聋，可陈峰却只是用厚实的双手捂住耳朵，防止那音波刺激耳膜，然后一头撞在了青色巨鹰身上。不料远处还有一只40多级白鹤拦住了楚月，只见白鹤锋利的爪子抓向了楚月背后的美少女，楚月急忙翻身，用身体挡住了白鹤锋利的爪子。后话又如何？竟然敢用身体来挡我的攻击，真是蠢货！你才是蠢货！白鹤惊觉不对，立刻要远遁，可惜晚了。凤凰血液中带有燃烧一切的涅槃之力，瞬间将他气死。这便是 S 级的可怕之处。和平会确实有本事，竟安排了20个40多级的觉醒者，整个衡城可能都没这么多40级，而这只是为了消灭 S 级的楚月。现在陈峰一力降水，每次追对方必定陨落一位高手。现集中火力嘎他！峰哥，那是谁啊？真猛！我妹妹的同学，难怪会来救咱们。不是，等会儿，峰哥，你刚才说那个人是月小姐的同学，她还是高中生啊，刚觉醒的高中生。周围人听到这话，也是全都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他们一群平均年龄30-40岁的猎杀者，竟然被一个高中生救。是，她刚觉醒还不到半个月呢。众人全都崩溃了，这可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了。陈峰又来到了最近的一处爆炸地点，这里是个 A 级觉醒者的住处，而此刻他的家人和护卫们都已经躺在血泊之中，仅剩下他的父亲正拼命阻拦所有敌人。逃，往学校里逃！那名1级觉醒者尚且弱小，只能泪流满面的疯狂逃命。他总不能让自己的家人白死，他要活下来，他要变强，他要报仇。逃，快逃！放心，你儿子逃不掉的，他会和你一起嘎。你竟然没嘎，那些废物搞什么鬼？陈峰消灭掉铁甲人和其手下后，再度前往支援别的人。你又变强了，镇妖军怎么还没来？秘境出问题了，也不知道野蛮丛林的很多草木类怪物为什么出现在了史莱姆平原。镇妖军大部分兵力都被纠缠住，还是城主察觉不对，派了一些小队巡逻衡城。好，把卫星监控全给我。你速度比我快，实力更强，这个给你。陈峰打开腕表，一道投影出现在面前，上面有30多个红点，都是这次觉醒了不错能力的学生所在位置。但红点就代表着那里出现了危险，不过其中有10多个地方都有绿色的小点，那代表已经有人前往救援。走，继续帮忙。少爷，咱们分会的人快要被嘎光了，是不是应该？人弱才会被嘎，弱者需要我们珍惜吗？可他们嘎了，谁来完成任务啊？咱们的任务可是要捣毁衡城，为秘境怪物创造乐园，并且证明我们的能力。现如今，聒噪！管家忽然像溺水了一样，无法呼吸。这就是会长的辅助系自然类能力真空，可以指定目光范围内的任意一块地方，化作真空地方。以后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要随便插我的嘴。是，会长，我知道了。不过你说的对，这次的任务不能失败。莫爷爷，那个小年轻好像有点本事，你去干掉他吧。镇妖军也快回来了。老管家躬身答应，然后灵犀驱过去。这是空间搬运，还是直接召唤一座秘境？那岂不是无敌了？我承认你很能打，但无数秘境怪物前，你又能挡多久？加入我和平会吧，效忠会长，你会得到一切。神奇者来了吗？我说的是分会长。哦，呵呵，不知死活。哎，秘境之门中忽然涌出无尽的凶戾之气，怪物源源不断的从其中走出。黑火兽，他们是远隔此地1000多里之外墓园秘境的怪物。这下完了，战斗这么久，我们早就没有力气了，衡城注定崩毁于今日啊！人族要再多一个沦陷之地，所有人都悲哀的泪水直流。可就在此时，数十道身影逼着逃命的人员快速的冲过来，这些是衡城4个中学的老师们。一中校长松了口气，还好赶上了，孩子，之前老师看低了你，是老师的不对。我不在意这些的，真是个好孩子，可惜你生在衡城这个小地方，逃命去吧，赶紧离开衡城，你的未来比我们加起来都重要。陈宗没说话，只是默默把镇妖军的徽章拿出来，戴在了胸口处。该逃的时候他会逃，但绝对不是现在。二中校长见状也是感动无比。孩子，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等你成长起来，有的是机会为我们报仇。不用劝了，我不会走的。待会儿你们只管全力辅助我就好。一中和二中的校长对视一眼，然后闪电般对着陈峰出手。孩子，别怪我，你必须走。知道了，没有我，你们都会死。2个40多级的校长顿时露出震惊之色。伊利亚也终于飘了过来。是谁连接了空间通道？
你总算来了，诅咒他们，让他们无法远离这扇大门。你当我是万能的神啊？还能诅咒他们囚禁于什么范围的？不过我倒是能诅咒他们全力攻击你，你能扛住吗？那也好。不行，陈峰，我知道身为老师这样说话不对，可你比恒成重要。少废话，开始吧。我诅咒陈峰，你将会被一切一族针对。所有的黑火兽再也按捺不住，朝着陈峰倒冲过来。一群为人师表的站在这里，却让孩子打生打死，带种的跟我上。高大的黑火兽被陈峰一拳击飞。这真的是黑火兽吗？不是说他们一出生就有1000斤巨力，成年后最强能达到10几万斤巨力吗？这个5K老师尝试一刀砍在重伤的黑火兽上，众多老师都傻眼了。他们看看躺在地上的同伴，又看看兽群一拳打飞一头黑火兽的陈峰。全力辅助陈峰吧。打一条狗而已，这么吃力吗？会长，要不我也去帮忙。去吧，那个魔女我很喜欢，抓回来。我去找那只神凤。可那是 S 级的觉醒者，神奇者命令我们必须带去给他。闭嘴！是，祝您玩得开心。老师飞生出无数藤蔓袭陈峰，陈峰一拳轰向藤蔓，可这一拳几十万斤的巨力，竟然没能将藤条锤断。小子，一身蛮力，真以为自己了不得了？我这藤蔓可以将你的力量泄入地下，累死你也打不断。陈峰面无表情，手中指剑凝聚，轻松切开了藤蔓牢笼。不是，你们在那窥视我半天，原来没看到我有武技。老妪脸色难看，他还真没看到陈峰能凝聚指剑。他虽然是快50级的存在，但也毕竟是个老人了。就知道你会来偷袭我。陈峰忽然感觉身体一麻，小东西，真以为老太太我就这么点本事？我这藤蔓可是能一直散发毒素的，尤其是你还斩断了它，那散发的速度就更快了。是不是感觉身体酥酥麻麻的，脑袋晕晕的？然而陈峰每时每刻都在增长力量，很快毒素便被消除了。小伙子，你身体太壮了，我非常欣赏你，今天就跟我走。我是和平会护法，你们不能打我。你算是什么丑东西，也敢惦记老娘的男人？陈峰看着发飙的楚月，有些错愕。S 级这么恐怖吗？此时大批的镇妖军来到，将整条街道包围起来。一辆辆坦克车被开过来，还利用各种仪器组建了临时的强电围栏，那些黑火兽瞬间就被电得秃顶。4个高中的校长和老师全都松口气，一屁股瘫软在地上。你救了恒成，还没完全救呢，让他们放我进去，我要去嘎了那个开辟秘境之门的老东西。这你还有体力吗？有，我派其他的小队去追嘎吧，他肯定是在恒城必杀名单上的，你可以放心。不，我要亲手干掉他。好吧，那我让陆先颖和赵苏苏陪你进去。陈峰却不等两人，径直冲进了门内。陈峰，撤销对陈峰的诅咒。老管家见陈峰追来，立马双手结印，远处的秘境之门缓缓关闭，而他的面前则是再度出现了一扇门户。可惜他低估了干掉老管家后退出秘境。你竟然干掉了那2个多嘴的家伙，这下更好玩了。那么万籁俱寂，瞬间方圆5里化作真空地带，无法呼吸，绝对凝固。那些强大能力者只能痛苦的强撑。果然啊，小爷我最喜欢的还是众生痛苦的模样，真好玩啊！可下一刻，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你怎么可能没事儿？真空！陈峰身边的空气迅速被抽空，那绝对真空的领域让陈峰也确实受到了影响，但绝对掌控减弱了真空带来的40%的伤害。陈峰再度暴冲过去砸进去，经过装备不知道是什么装备，竟然能挡住几10万斤巨力的一拳。真空，真空，老子真！真空，真空，继续真空啊！好玩不？喜欢玩吗？陈峰就好像是开了10倍速的打桩机，双拳风暴一般的轰，终于金色光幕竟然裂开。开什么玩笑？这可是神灵的祝福啊！神灵的祝福，就算是神来了，我也嘎给你看。核心，他竟然也是怪物。莉莉亚腾一下窜出来，神明的祝福。陈峰想起刚才确实说过这话来着。刚才他可是用了1000多拳才将这东西打碎。陈峰现在是30多万斤的力量，一拳下来，起码一倍暴击，那就是70多万斤乘以1000，这么恐怖的力量都能挡住，神灵祝福可见有多强。这东西很珍贵吗？你想要？我要是吞噬了它，可以瞬间恢复到60级。这东西你不能用的，它是神灵的祝福，也就意味着使用它，你将会一直携带那个神灵的烙印。若是他想要掌控你，你会受到影响。那你怎么敢用？你忘了我是诅咒魔女啊！我一身的诅咒呢，这神灵印记估计刚到我身上就要被抵消了。不许骗我！我没骗你，你还真是为了我好。我是为了我自己好，鬼知道这神明是不是邪神？万一你落入了他的手掌，我也要倒霉。咒族，该死的咒族！究竟是谁把我的赐福给了这些该死的家伙？原来是蛊惑之神，我就说那小子怎么如此变态呢？嘻嘻，你到底是谁？咒族生灵也不会像你这样满身诅咒。我魔女啊！魔女，是你，你还没死，那些东方的神明竟然没能嘎了你。陈峰惊疑不定地看向魔女莉莉亚，本以为这就是一个被封印的小角色，可现在连邪神都对他感受到了惊恐，这就让陈峰觉得奇怪。你真的只是个80级的魔女？我真的是80级，不过因为有些特殊，所以某些神明也不是我的对手，当然那个讨厌的3眼怪除外。你认识二郎神吗？哎呀，今天天气可真好，适合睡觉。这时楚月走来，伤得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严重的，要是直接挂了，可能还没这么大问题。
什么意思？我的涅槃之火可以复活，复活后百病全消。我可以帮你减少痛苦啊，有个转移痛苦的诅咒，诅咒还能帮人。力量是不分好坏的，只看你怎么用。当然，这个诅咒也很麻烦，因为它在转移痛苦的时候会放大10倍。不过陈峰的力量完全扛得住，倒不用担心。算了，那我不转移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让陈峰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其他人也承受不住，所以不用转移了。可是他肉身很强，可以扛得住啊，而且恢复速度比你快多了，这不是利益最大化吗？可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利益来交换的。莉莉娅是真的想不通了，她有感情，也有七情六欲，但咒族对感情的需求是很淡薄的，所以很难理解楚月的想法。没事儿，楚家是做医药生意的，药剂肯定很多，会让他很快恢复的。是啊，你想要吗？我养你啊。倒也不是不行，不过我吃的比较多。男人带着3000万去酒店吃饭，没想到最后道歉酒店500万。你们坑我呢？怎么可能这么贵？难不成你们卖的是龙肉？没错，您刚才吃的黑龙肉1斤19.9万。我去，沾上个龙字就敢卖天价是吗？陈峰忽然觉得自己太嚣张了，不应该不看菜单就敢吃。忽然吴金国急匆匆跑进包房。你瞎了眼吗？不知道这位是谁吗？老子说陈队长以后来金国酒店消费，一切我买单，你们都忘了吗？一群猪脑子！服务员被骂蒙圈了。老板，你什么时候说过啊？陈队长，陈同学，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让这些瞎了眼的刁难你。不用这么客气，这钱我会还的。这次我杀了不少怪物，拿到了不少核心，用来抵债应该是绰绰有余。陈队长说什么呢？我虽然是做生意的，但也爱国，也知道尊重英雄。你救了恒城，就是我们恒城所有人的救命恩人，以后随便来吃，但凡我收你1毛钱，我以后跟你姓。就在此时，有人跑进来给两人拍了一张照片。呵呵，合个影，回头我把你照片贴大厅里，给这些人看着，我看以后谁还敢刁难你。在陈峰一脸蒙圈中，不知不觉就成了酒店代言人。哦，对了，这是您的银行卡，之前扣的钱全都还回去了。你不是要去帝都了吗？正所谓穷家富路，咱恒城大英雄出去不能叫人看扁了。这里面我给放了5000万。多谢吴老板，那我就先走了。成，我送你。来到酒店门口，吴金国又厚着脸皮说：“我那儿子报名去了兴隆学院，和陈队长同在帝都，正好你们又是同学，我已经叮嘱他了，有空就跟着陈队长多学学。你要是手边没人，尽管使唤他就是了。”陈峰没多说，他知道吴亮不可能愿意去找自己，毕竟两人这几年虽然没有大仇，但相处的可也不算愉快。随后陈峰来到医院探望楚月，不知道用了什么珍贵药材，楚月已经好了。陈峰，你来了。陈峰啊，快请坐。阿姨不用客气。陈峰，我跟我妈都恢复的差不多了，朱雀学院那边来催我了，咱们明天就出发去帝都好不好？行啊，我随时都可以走。你爸妈呢？要是有空，走之前咱们可以一起吃顿饭。他们去外地探亲了，还没回来。这样啊，那就改天吧。反正看我这女儿一颗心拴在你身上，就算你不要她，她也会死赖着你。以后有的是机会一起吃饭。楚月听到后害羞的脸都红了，看到母亲如此认可陈峰，心里非常高兴。随后楚月将陈峰送出医院。我妈给我们包了一架飞机，明天你在家里等着就好，我会跟司机开车去接你。陈峰点头答应，然后转身离去。明天你就要去帝都了，那可是龙蛇汇聚之地，紧张不？有什么好紧张的？我反而很想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的真正强者们。恒城太小了，根本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和强者。你有这种想法是最好的，因为你说的对，恒城很小，真的太小了。或许你在这里堪称无敌，但到了外面，很多东西都会超出你的想象。你去过帝都吗？没有，但我见识过这个世界。这么说吧，你知道大夏有几尊神？8个啊，教科书上有他们的传说。如果我告诉你，那其实是大夏最弱的8个呢？什么？那其他神明呢？为什么不说？要是让大夏人们知道有很多神，那不是会极大鼓舞百姓士气吗？那自然是因为一族的神明满地走。这也太恐怖了吧！陈峰回到家里，打电话让镇妖君给自己送怪物肉，用来提升天赋等级。没想到镇妖君当场就把仓库搬空了，整整4000斤肉被送了过来。陈峰又在网上订购，几乎将恒城所有的屠宰场都包圆了。为了方便，还专门请了个厨师来给自己做饭。不要求味道，只要做得快和熟就行了。这不是瞧不起人吗？看我给你做个色香味俱全来，狠狠征服你！半小时后，厨师累瘫了，他万万没想到那手表能装下这么多肉啊！连续吃了8个小时之后，陈峰连吃2天。此刻肉身增幅36级，力量42万斤，每分钟增加36斤力量，每次攻击必定触发暴击，倍率随机，绝对掌控25级，对自身无比敏感，可感应到一切不怀好意的视线，方圆25米范围内幻化能力无效，并抵抗一定程度的自然类能力。陈峰打发厨师离开后，回到房间睡觉。第二天一觉醒来，力量达到了43万7280斤，又增加了1万多斤，真是太爽了。随后楚月母亲送两人来到机场。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在帝都照顾好她的。有你的保证，阿姨就放心了。对了，一定要小心帝都封家。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实验双强觉醒者孕育的后代能不能觉醒超越 S 级的能力，我害怕月月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好的，阿姨，那我们就先走了。坐上飞机后，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突然机舱内响起了机长的声音：“楚小姐，陈先生，我们前方出现了一群怪物，飞机可能会有些颠簸。”只见飞机外面有一群大鸟飞过，似乎是在迁徙。忽然一只飞机翅膀，领头巨鸟不满无人受伤，直接将飞机引擎给攻击坏了。
不好，引擎损毁，飞机无法继续飞行了，所有人员准备跳伞。陈峰两人被机组人员拉到机舱门口，准备给他们穿上降落伞。你给我下去吧。然而陈峰纹丝不动，反手将乘务长拎起。说为什么要逼我跳下去？谁先说实话，谁就能活。放我进去，砸人是犯法的，快放我进去啊！你们全部消失了，不就没人知道是我干的了吗？是有人出钱让我们半路把你丢下去。谁出的钱？你少回答一个问题，机会就少1分。我们也不知道，那钱是从国外打进我们账户里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让你们做事，你们就做吗？人家给的多啊。多少钱？推你下飞机，每人300万。机组至少15个人，每人300万，机长可能还会更多一些。这样算下来，至少几千万了。到底是谁在针对我？下面是废都，是一座寄生者秘境，据说神明在这里都要吃亏。能让他们说真话吗？没有那样的诅咒，但我能分辨真假。他们现在说的就是真话。会开飞机吗？会一点，小时候跟我妈在夏威夷学过。那行，待会儿你来开飞机，也别说我不厚道，背上你们的伞包下去吧。什么？不行，我们进了飞都一定活不下去。要么我送你们下去，要么你们自己下去。众多机组人员只能哭丧着脸，纷纷背上降落伞跳下去。很快，楚月开着飞机来到帝都机场，朱雀学院外务部长立刻关心问道：“受伤了吗？他们刁难你了吗？”没有。那就好，先跟我回学校。至于这件事，你放心，不管是谁干的，都要受到处罚。帝都军校的老师也看着陈峰，那些坑你的人呢？我把他们赶去废都了。中年人微微点头，然后猛地一周围人也都惊呆了，不知道这位老师为什么突然就对自己的学生下手。一个机场工作人员立马劝陈峰：“这位同学，快给你老师道歉！你怎么能随意处置那些机组人员呢？我为何不能处置？”哎，你这孩子，低个头怎么了？楚月急着冲过来想要帮忙，被老师拦下。老师，让我过去。楚同学，冷静点，这是帝都军校自家的事情。可他对陈峰出手，这也是我的家事，他是我的男人。楚月准备强行，女老师只好施展能力。知道你错在哪了吗？不知道。你不该把那些人丢在废都。他们来嘎我，难道我还没有处置？你应该把他们带回来，当着所有人的面一个个处理掉，告诉那些只敢背后搞手段的，得罪你是什么下场。什么？今天是我给你上的第一课，你记住了，入了我帝都军校的门，哪怕你把天捅个窟窿，只要你没错，你就不会有事。女老师似乎早有预料，并没有多说什么。楚月也愣了，帝都军校这么狂的吗？我要是骂了战神呢？你要是有本事灭掉战神都行，帝都军校最不缺的就是战神。陈峰猛地反应过来，巨灵神军团就是帝都军校提出来的，该不会里面都是战神吧？我记下了。跟我回学校。可以不闹了吗？你那个小男朋友进入帝都军校只有2个下场：第一，无敌；第二，消失。所以哪怕你是 S 级，不想被他落下太多的话，也要竭尽全力修炼，明白吗？我会的，但老师，帝都军校真的和其他院校差距那么大吗？我只能告诉你，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是神才能去的。你知道这次对你下手的人是谁吗？或者有怀疑对象吗？有可能是封家，亦或者是和平会的故意栽赃。要去收拾他们吗？收拾他们，你出手吗？也可以啊，但我收费比较高。你还兼职帮人寻仇啊？哎，人生艰难，赚点外快。大概需要多少钱？我这个人喜欢明码标价，封家外围成员一个500万，有血缘关系的核心成员一个3000万到5000万不等，老一辈的成员那就看实力来，但一般是10亿起步，怎么样？老板考虑一下。那我要是委托你帮我调查呢？不接太麻烦了，而且我们一般怀疑某些人是让他们自证清白，谁有那功夫查案子去？那这次学校会帮我出气吗？当然，那钱是国外回来的，对吧？明天去国外把跟那些汇款账户有关的银行和公司一起灭掉就好了，这样能保证以后就算是有人想要帮别人坑咱们，也要好好想清楚再说。我以前处理问题确实有点过于温柔了。知道就好，以后放开点。终于来到了帝都军校门口。帝都军校在秘境里吗？没听说帝都有秘境降落啊。这是特意搬来的秘境，里面的怪物已经被屠杀干净，而且全国各大一线城市都有这个秘境的出入口，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去探查各种秘境。你身后这个小魔女要去注册一下，不然很容易被当成入侵者消灭。好嘞。进入秘境之中，陈峰身体猛地一沉，我去，这重力至少是外面的10倍。那些是什么？黑色光柱是排名，学生们是有排名的。高塔是试炼塔，有各种各样的试炼人偶，都是经过前辈千锤百炼过的，继承了先辈的战斗技艺。你学了哪种武学，就能跟哪个人偶对战，借此增强自己。最后那个是校长办公室，在帝都军校，你要是被欺负了，想要告状的话就去那里，只要你能进入校长室，校长肯定帮你出气。有人上去过吗？怎么没有？至少有4个人是上去过的。哦，现在去哪登记？地图上有，我还得去教训针对你的人，就先走了。陈峰做好登记后被安排到了一个别墅区，越往里面走重力就越强。别墅区内至少是100到120倍的重力，如果有个人体重80公斤，那每天至少撑着8000公斤的压力生活。当然这对陈峰来说都是小意思。陈峰别墅右边是一个背着双刀的青年，左边则是个穿着校服的少年。双刀少年走向陈峰，秦生你好。陈峰，有空吗？现在打一架？没空，我还要熟悉熟悉学校。我赶人很快的。确实没兴趣。秦商默默站了一会儿，
见到陈宗进别墅，这才确认他真的不想出手，才转身走人。进入房间后，陈宗打开电视开始挑选导师，一共142个老师，战斗系、辅助系、生活系全都有。陈宗凭感觉挑选了一个老师，当然陈宗并不在意外貌，最让陈宗在意是这个女老师觉醒的能力，战斗系增幅类绝对战胜，她可以帮人将肉身战斗能力开发到极致。挑选完后，陈宗准备直接去拜访这位老师。我觉醒肉身增幅天赋，每分钟甚至能一场打到4千。学生们排了7天7夜的队，只为成为变态美女导师的弟子。你们几个留下，其他人离开。老师，你要我们离开，总要给个原因吧？想要原因？行啊，那就告诉你，因为你不配。你算什么东西？我问老师呢，你叫什么？你找嘎。铁布衫。我看你怎么破我的千斤坠。就你会武技千星刺，黄牛冲撞。见到两人僵持，陈宗急忙走出队伍。怎么想要围攻吗？兄弟，退号，这是一场公平对决。更何况我看那壮汉也赢不了，别因为你的一时心急，让人家以为老师看人不准。我是要去中断战斗，太耽误时间了。那也不行，退后。陈宗被人阻拦很不爽，抬脚就要踹过去。还想出手？你偷袭我，看我斩了你！你太小看我了，万剑归。所有人顿时被陈峰这一手镇住，不敢说话。到此为止吧，别再耽误我的时间了。你算是什么东西？滚开！狂妄！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既然没有被选中，就直接走人。这些各个城市的天之骄子遭到如此对待，心里都十分窝火，但迫于陈峰手段也不好说什么，只能默默离去。你们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但我只会在你们之中收一个徒弟，所以接下来就看你们谁能在我的考核中撑到最后了。是要对战吗？不，强者未必天赋，天赋好未必适合我，所以接下来的考核是关于你们对肉身的开发能力以及熟练度。考核呢有3项，先跟我去参加第1项。试炼塔，想必你们已经看过资料了，知道里面有很多人偶吧？所有人立马全部点头。这里的人偶可以施展的实力其实是有阶段限制的，分别是10级的战斗力、20级的、30级的、50级的、80级。100级，每当你们通过这些人偶的一个阶段，就会获得一个勋章。我要你们进去，拿到任意人偶、任意等级的5个勋章。好了，现在开始。试炼塔前面的屏幕上写着有哪些人偶，擅长什么能力。陈峰也正在上面挑选研究，忽然情商走过来：“你老师也在这考核你吗？”我还没挑选老师，不知道选哪个，所以我打算在这里先闯出一些名声，然后让老师们来求我拜师。不愧是刀客，气质和行事作风都这么凌厉霸道。陈峰感慨后选中了一个人偶，这人偶是一个觉醒了及战斗系增幅类疯狂的前辈留下的，这个能力可以让觉醒者在战斗时不断提升身体素质，越疯魔越强大。学员陈峰选择078号人偶，学员赵强选择134号人偶，学员李爽选择27号人偶，学员秦狗蛋选择48号人偶。原来你叫秦狗蛋啊！我特么叫秦商。理解理解。陈峰终于知道秦商为什么要改名了。想想一个杀伐果断、凶悍冷酷的刀客，在潇洒干掉仇人后自报姓名，俺叫秦狗蛋。那他的仇人估计最后是被笑打的。秦商不想多待，铁着脸走进试炼房间内。陈峰也走向自己试炼房间，请选择试炼等级50级，等级调整完毕，开始战斗。陈峰此刻46万斤巨力，一拳砸过去，直接触发3倍暴击。人偶疯狂能力被触发，一个闪现出现在陈峰身后。最后，哼，就凭你个小崽子也想伤我？你特么哪来的怪胎？老师，我是试炼塔的维护老师，你可以叫我李老师。你是谁的学生？我怎么没见过你？哦，我是新来的学员，正在接受赵柔萌老师的考核。又是那个疯丫头，难怪你这么猛。不过你的力量至少几百万斤了吧？偶尔爆发而已。那也很猛了，你不能在这里试炼，出去吧。别啊，我还没通过考核呢，大不了我小点力气行不？上次我跟赵柔萌对战，她也说小点力气，最后打断我6根肋骨。你们这一派的人不值得相信。我还没过考核，不算赵老师那一派的。少废话，跟我出来！这小子差点废了078号人偶，他力量太强，试炼塔不适合他。没想到你小胳膊小腿的这么猛。行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学生了。赵柔萌带着陈峰回到了自己别墅。这场考核我原本是打算进行3天时间的，可你知道为什么我提前结束了吗？因为我太优秀了。行，挺好，不光力气大，还不要脸，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您这是要对我干啥？别怕，你既然入了我的门下，就得遵守我的规矩，不能和同门师兄弟反目成仇。您徒弟没有封家的人吧？哪个封家？帝都那个？对，我来的时候遇到点麻烦，可能是封家做的。那你放心，没有封家的，因为我也就2个学生，一个你，还有一个走关系进来的。我把那小子照片给你看看，省得以后不认识。这不是我左边那个邻居吗？
此人能力是梦中世界，他可以在梦中模拟出各种敌人，然后进行训练。最可怕的是，他在梦中锻炼也会反馈到现实中的身体，而且随着能力升级，梦中的时间流速还会不同。这能力很强啊！他为什么是关系户？我本来不想收他的，毕竟我又不能进入他的梦境教导。他在梦中可以拼命折磨自己而不受伤，更适合我用来实验那些非人那些实验，我就给收下了。所以算他走后门进来的。老师，你刚才说了非人的实验，对吧？没有啊，你听错了。那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你先去把那个懒货弄来，咱们上开学第一课。陈峰只能先回别墅，找到同门师兄李苦，当场考入其中，10个机枪扫射之后，对着陈峰疯狂击中。陈峰灵巧的闪烁躲避，避开了所有子弹。来到大楼后，李苦还在床上呼呼大睡。啥事儿？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的意思。从你进来我就发现了，只是懒得回忆。老师叫我们去。好啊。来到1楼后，李苦弄来一个小推车，蜷缩在上面，又交给陈峰一张银行卡。麻烦推我一下，费用你自己从里面看着扣，没密码。你少睡一会儿，能嘎啊？陈峰无奈，用腕表检查了一下银行卡余额，哟，还挺多，有1个多亿。陈峰随手划给自己账户1个亿，然后拉着李苦直奔赵柔萌别墅。别睡了，我带你玩点新鲜的，你回头好在梦境里修炼。李苦只好爬起来，而赵柔萌则是拿出2把武器递给2人。你俩攻击我，快！这是教学吗？对，教学的一部分。快点的，我都等不及了。能力不错，力量缺了点，才20来万斤的力量不够用啊。经理的说你很强，我很期待你的表现。这是个人形怪物吧？随后陈峰利用爆发的因素在攻击。这技巧很棒啊！下一刻他也使出同样技巧，一把抓住了正不断跳跃的鹰。很显然，赵柔萌绝对在90级以上，陈峰才刚30多级，远远不是其对手。你很好，力量很强，对肉身的开发也很好，只可惜你对武技了解的太少了。各种招数全靠本能，你出身不高吧？是啊，这也是我想要来高等学院的原因。我需要去图书馆借阅各种武技学习嘛。你对武技了解太少，自己去没用，我会去帮你挑选一些适合你的。可惜是炼塔的人偶，你用不了，不然成长速度会更快。人偶终究是的，不是还有活的吗？学院那么多学生和老师，找谁练手不是练？你和我想的一样。行了，你先把它弄回去，我去帮你找一些合适的武技。他只给我钱把它弄来，没说让我把它弄回去。你很缺钱吗？我需要大量的钱，对我的成长有帮助。这样啊，那就把它放在门外吧，等回头让学校的保洁来处理。陈峰答应一声，转身就走。上回绿毛老师把陈峰的龙骨遗骸收走了，陈峰现在向上面申请要回来，忽然有个陌生男人找到他。你是陈峰吗？我是帝都军校资源管理处的老师。刚才你申请龙王遗骸的报告我收到了，但那东西还不能给你，因为有其他的学生看上了这条龙王遗骸，看比你更合适。我这里有一张转让协议，你签一下，学校会给你相应的补偿。那是我的东西，负责考核我的老师也说那东西是给我的，关其他人什么事？你有能力切割吗？你管我有没有能力切割？我放着让它发烂发臭也不给别人。那龙王遗骸10分钟内给我送来，不然怎么样？你还要处理老师不成？你是谁？我风林秀。你就是风家那个 S 级，风哥可是 S 级的青龙圣兽，你用那条龙简直是浪费，还不贡献给我风哥，还能换来一世荣华富贵。帝都军校的人也愿意当狗吗？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我是风哥的兄弟。风林秀闻言有些不满，显然没把他当兄弟。不对，帝都军校不会要你这种蠢货才对，所以你是外校的。帝都军校既然允许外校人随便出入，也不对，我带个魔女还需要特别申请。哥们，难道你是以战宠身份进入的帝都军校啊？小弟被拆穿身份，终于忍不住了。有种你过来，看老子干不干你就完了。让开！这么宽的路，你特么不会绕。你们随意嘎我的人，总要给我个交代。又不是我嘎的，他不是你的人。不是，不认识。哥们，你贵姓啊？秦商懒得理会陈峰，朝自己别墅走去。站住！秦商毫不犹豫的出刀，直接斩出108刀。这一刻，场中众人止住的漫天都是刀光。风林秀召唤出青龙抵抗，将所有的给我碎！青龙身上光芒大作，将那些刀光逐渐湮灭。去吧。这都不晕，防御力挺强啊。你这是偷袭，不讲武德。好歹是个 S 级，他真想走，你拦不住的。既然都动手了，与其被他逃走，不如捞点好处。陈峰开始搜刮风林秀身上的东西，找到一张信用卡，陈峰立马在自己手表上刷了5个亿。这战神家族也太抠了吧！好歹是个 S 级传人，才只能透支5个亿。
你这样根本就是抢劫，太无耻了，这样根本不配成为一个强者。你不要，那我都收起来了。把你的遗迹地图给我吧。一旁瑟瑟发抖的管理员忽然想起自己身份，把东西全都交出来。这事儿整的，光顾着收拾东西，忘记收拾你了。这么干真没事吗？不知道，所以先打了再说。我的龙呢？别告诉我这小子已经吃了。他没吃，我这次来，他这次逼我来，就是为了让你签下协议，将龙王遗骸转让给他。把这家伙带走，然后把我的龙送来。但凡丢了一片龙鳞，我以后见一次风灵秀就动他一次，找不到他我就动你，听到没？知道了。管理员立马带着风灵秀离开。要不要咱们打一场？以后有空吧。今天风家和那老师不会善罢甘休的。也是。想了想，陈峰还是给赵柔萌打了电话。怎么了？打了俩人。一个是风灵秀，一个是老师。呵呵，你好棒啊！另一边，那位老师来到资源管理处，找到了这部门最能打的一个老师。王老师，我被一个学生打了。谁不知道你徐光是冯家的狗？抱歉口误，我是说谁不知道你徐光是冯家的人？怎么可能有人敢打你？我被打了，丢的可是资源管理处的脸。有道理，我觉得这事儿必须解决，要不你去找校长，让他开除那人，校长就在天上了。去吧。王老师，我丢脸你好像很高兴。怎么可能？我可得罪不起冯家。行，老子不用你们帮忙，我从冯家叫人过来收拾他。徐光给冯家猎杀小队队长拨了个电话。唐队长，风少被人偷袭了，需要你帮忙教训那人。谁敢偷袭我家风少？给我名字和照片。好，你等等，我这就调出他的档案给你。这个人叫陈峰，18岁，刚进入军校，来是赵柔萌。你刚才说了赵柔萌这个名字对吧？那人确实是赵柔萌老师的学生。徐光啊，你他妈想死别带上我重骂，滚！陈峰其实也猜到自己老师应该是在学校有些威慑力的，不到20分钟，龙王遗骸就被送来了。看着依旧栩栩如生的龙尾，陈峰先是确认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力量，当前肉身增幅46级，力量464320斤，比刚才在试炼卡多了1000多斤。陈峰凝住剑子劈在龙尾上，龙尾瞬间被切开了一个大口子，龙血喷涌而出。陈峰连忙弄来一个洗脸盆接住，但随着龙血流出，能量竟然在流失。你个白痴啊！这龙已经死很久了，只是体质特殊才能让能量一直封存于体内。现如今龙血暴露在空气中，能量失去了保护，会飞快流失啊！我去，那你不早说！陈峰立刻扑上去，抱着龙尾巴开始疯狂吸收能量。给我留几口！两人你争我抢，大口大口的喝着。等龙血全都被吸干后，两人才有些意犹未尽的爬起来。陈峰打开面板查看，肉身增幅56级，每分钟增加56斤力量，每次攻击必定触发随机暴击，可巨人化，绝对掌控48级，超强感应，方圆48米范围内幻化能力无效，自然类能力减弱，并附带反伤，比率随机。陈峰默念变大，整个人瞬间膨胀起来，此刻每秒钟增加1斤力量。陈峰长呼突然触发12倍暴击，一股强烈的风暴在房间内产生。我去，竟然能突破10倍暴击的限制了！这要是变成100米巨人，然后100倍暴击砸下去，连赵柔萌都扛不住吧？不敢想。陈峰收起大不敬的想法，准备测试第二个能力。来，你诅咒我一下。还有这好事儿，你该不会是故意考验我吧？告诉你啊，我立场很坚定的，说给你当50年奴仆就是50年，不要妄想用这点小恩小惠考验干部。放心来，我只是试试蜕变后的能力。这样啊，那好办，我诅咒你拉肚子拉到菊花朵朵开。对了，你蜕变的能力是什么？概率反伤，我竟然没事儿。不是概率反伤，我的脸这么黑嘛，一个小小的诅咒，竟然还真的触发了你的反伤效果。你误会了，反伤的几率是100%，但能反伤多少是随机的。目前看来我一点事儿也没有，所以你好像触发了100%反伤。就在此时，赵柔萌来了。陈峰对他说自己喝龙血晋升了等级，且能力发生了蜕变。来，再跟我打一架，或许我这次能火力全开了。陈峰答应后，准备把龙尸收起来。哎呀，那玩意儿收不收的都没用了，他死了那么久，精华消散了大半，也就血里那点好玩意儿。等我找个工匠来取走这条龙，给你打造一套龙鳞铠甲。老师，咱们不去训练场吗？那里扛不住咱俩全力出手，还是去秘境中战斗保险一点。赵柔萌带着陈峰走进秘境大门，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来，我已经好久没有痛快出手了。老师，我来了。这就是老师火力全开的效果吗？没一半的力量。我去，这女人也太猛了。陈峰巨大化后力量不断攀升，短短时间就增加了上千斤力量。再来。赵柔萌暗暗吃惊，她明显感受到陈峰的力量正在减弱。终于在2分钟10分钟后，陈峰的基础力量增加到了5万斤。简单介绍一下赵柔萌的能力，她目前90级，已经蜕变了3次。第一次蜕变的能力是急速恢复，再重的伤势也能迅速恢复。第二次蜕变则是蓄力，她可以无时无刻都在积攒力量，保存在身体中，然后自由选择在什么时候释放。第三次蜕变也是最为可怕的模仿，她可以模仿敌人的能力，短时间拥有对方同样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能力会被称为绝对战胜的原因。老师，我有感觉了，这次真的要来了。
一拳打出20倍暴击，整整2000多万斤的巨力。赵柔萌则将曾经积蓄在体内的力量疯狂释放出来，这超越极限的一拳狠狠轰在陈峰拳头上，触发手枪60%。赵柔萌无比震惊，因为他这些力量可是存储了4个月的，他积蓄的力量虽然多，但也不可能经得住这样消耗，再有半小时他必然落败。忽然陈峰急速被轰飞出去，当然他只是饿晕了，不是被打晕的。这人话实在是太过消耗能量和体力。赵柔萌确认陈峰没事后，才缓缓松了口气，这可是能在50级对轰自己，还能扛住10分钟的天才。就算是帝都内8尊神明，也不敢轻易招惹我的，得好好培养这小子才行。好饿！赵柔萌当即带着来到林园城，购买了几管冲击药剂给他喝下去。这种危急冲击药剂一管几10万。老师，给我再来1桶药剂。赵柔萌只好又买了足足20管药剂给陈峰。老师，我没事了，咱们走吧。行，先回学校。这次我又发现了你的一些缺点，正好我给你挑选的武技里有你需要的。随后给陈峰手表中植入5本武技，1本 S 级武技大力神魔拳，3本级分别是分影步、狮吼功、降空战法，B 级的最为古怪，名为影风。这大力神魔拳招法看似疯魔，但实际上精妙无比，且能增幅你的力量，最强甚至能达到100倍增幅。你要主修分影步是战斗时的腾魔身法，兼修一下对你有好处。狮吼功是我觉得你体质那么强，力量也充足，不开发一下嗓门实在是可惜了。降空战法你也要主修，因为这是一门在空中战斗的武器。最后就是这影风，平时你出拳打出音爆会浪费30%的力量，它能改变你的发力方式，避免这种浪费。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你就不要出去浪了，安心先把这几种武技学会，到时候放你去战场上磨练。哪里的战场？混沌战场吗？那地方至少80级才能去，你还差得远。还记得之前横城那次是 M 暴动吧？当时暴动的秘境不光是横城，还有其他5个城市，但5座城市被秘境的怪物们霸占了3座，百姓们死伤惨重，流离失所。而和平会宣布对此事负责。和平会不是宣称要让人和怪物和平共处吗？他们就是这样和平共处的。你记住，对付异族，任何主张委曲求全的人都是投降派。行了，我先走了，还要去看看你那废物师兄。陈峰记得发力，每次出拳带出的音爆都会逐渐减少，这意味着被阻力削弱的3成力量将得到释放。呀，跟你师弟学学吧。我也很刻苦的。我不是说你不刻苦，我是说你师弟人家聪明，人家可没跟你一样修炼一堆乱七八糟的武器，而只是专心的增强力量，提升自己的能力等级。我问你，你现在多少级？17级。你看看，你一个 A 级能力，如果专心提升等级，至于这么慢吗？记住，武技你就算是学会的再多，终究是身外之道，这能力才是自身最大的依靠。我倒是觉得这能力是外来的，自身强大才是真的强大。可你自身也没多强大。忽然，隔壁的音爆声消失。我想增强能力，这才对嘛！就算是你觉得能力不可靠，但不妨碍咱们利用，对不对？我明白了，我这就购买一些药剂，先提升我的等级。李苦拿出银行卡在手表上一刷，您的余额不足。我去，我卡被盗了，怎么就剩下一点余额？之前好像被你师弟刷走了，不过没关系，大家都是一家人。那可是1个亿呀！他就推了我一下，要1个亿吗？再说，老师你不能太偏心他呀，这是助纣为业啊！傻孩子，我这是偏心你，你打不过他的。陈峰担心别墅经不住折腾，于是来到帝都军校训练场。此时对战室门口围了一批观众。卧槽，云姐在对战室第27次击退了天翼族，这有什么惊讶的？从上次云姐打退轻鬼族进攻，我就知道他绝对是无敌的存在。这些人一边兴奋的大声喧哗，一边还在不停的咽口水。陈峰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 S 级美女觉醒者正在对战室训练。然而陈峰并没有被其美色诱惑，径直走向下一个训练室。退后，这是我们弑神社的地方。弑神社那是什么？连我们弑神社都没听说过，你是新来的吧？弑神社是帝都军校的强大社团，每一个社员都是精英。哦，对了，你们这一届的 S 级学员风林秀知道吧？他就是我们的人，所以你也加入弑神社吧。人家不光是 S 级，还是战神家族的人，到时候我可以让他带你，让你在帝都地位水涨船高，家族也受益。再说，你要是不加入社团，这里的设施你一个也用不了，因为这里已经被各大社团瓜分了。这是学校的规矩，还是你们的规矩？兄弟，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你能加入军校，难道连这事儿都不懂吗？我再问你问题，回答我就好。究竟是学校的规矩，还是你们自己定下的规矩？行，能加入军校的人，肯定都是自诩天下无敌。我可以原谅你这次的狂妄，也不怕告诉你，这里的规矩就是我们自己定下的。如果你不服，可以去找老师哭鼻子告状，但你要考虑能不能承受得起后果。那我要是不加入呢？不加入就别想利用训练室修炼，滚吧！不好，老莫被。韩强，快叫人来帮我报仇！那你告诉我人在哪？老莫四处扫视，没找到陈峰，却发现对战室的灯亮起。他进了咱们的对战室，这么嚣张吗？那家伙什么级别？什么能力？不知道，但他力气很大，叫副社长过来吧。这至于吗？副社长可是A级的3头暴龙兽，身怀上百万斤的巨力，还能操纵元素，真要是出手，还不给那小子……我找王鹏来就好了。很快，一个名叫王鹏的男人走了。
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敢欺负弑神社的人。这黑丝怎么来了？听说是有人闹事，把弑神社的人还抢了对战士。谁这么勇？该不会是霸王社的吧？好像是个新生。那完了，王鹏可是在学院排名前100的，那新生完蛋了。人呢？躲进去了。躲？他躲得了吗？等他出来，我把他挂起来晒3天，让他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招惹的。那哥们开始对战了。只见陈峰身处的对战室忽然变成了荒野，面前出现一群擅长速度的40级怪物。陈峰为了练习身，让那个怪物在自己身上留下一道印记。陈峰也开始努力熟悉分影步和大力神魔拳。这小子选40级的青花里是勇气可嘉，但这也太废了，10分钟了还没能干掉一只，血量还在不断下降。想当初我第一次挑战青花里，虽然是30级，但300多针也只用了不大8分钟就通过了吧？王哥你是什么人？这小子又是什么东西？不能比的。就是啊，王哥多强谁不知道？上次随机挑战，鹏哥你至少闯过13次吧？别瞎说，12次半，后面太累了，没抗住。那也很强了啊，我们随机挑战也就4关，5关撑死了。或许咱们这里有高手，有我强吧？他开始发力了，都15分钟了，才开始击杀，看他的血量都下去1多半了。陈峰将大力神魔拳和影风的效果结合起来，每一次攻击都能打出上百万攻击力，但愣是没有半点效，就好像是十分柔弱的一拳。仅仅几分钟，陈峰就将怪物消灭干净，但他觉得不过瘾，又继续选择挑战第2关的笑面虎。行啊，这小子死定了！王鹏起身等待着大门打开。卧槽，这家伙什么情况？只见屏幕里的笑面虎数字不断减少，几乎1分钟就能灭掉一只。估计是故意拖延时间，让他再活几分钟吧。陈峰觉得不爽，又选择挑战非常恐怖的风雷狙。只要陈峰出人，他们就能察觉到，并且还能口吐雷电。陈峰再度陷入了焦灼的战斗。随着时间推移，陈峰对各种武器更加。王哥，这小子杀光了风雷狙啊，不会有问题吧？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也杀光过风雷狙，他不过是侥幸而已。今天老子必须把他等出来，老子就不信了。1个小时后，那个 S 级美女南宫云已经走出了对战室。24关了，是谁在里面？司徒浩、刘奔还是赵安？里面的是一个新生。新生啊？难道是风龙秀？原来是女神你啊！闯到了多少关？勉强第30关半。女神就是女神，真厉害。不过里面不是风铃秀，只是一个新生。刚才他要进去，就把弑神社的人给打了。王鹏还在那站着呢，本来是打算教训他的，现在看来悬了。终于陈峰在闯到32关使出来了，当然不是累了，而是血条耗尽。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你打了我弑神社的人。原来是寻仇的，确实是我打的。既然如此，那我要挑战你，你可以选择时间地点。可以，就在这，来吧。王鹏被众人盯着也不好拒绝，于是推动能力化身58级的醉神拳。霸王拳。什么？那可是帝都军校排名前100的狠角色啊！这家伙到底什么实力？回去告诉你们所有人的社长，我不管你们这个社那个社的，从今天开始，这些仪器我想使用哪个就使用哪个，不服的可以来找我。同学等等，你是代表哪个社来的？不是的，我是想跟你认识一下，我叫南宫云。陈峰，久仰大名。哪里？你比我强，我还没闯过30关呢。我能请你喝杯咖啡聊聊吗？我也挺想认识你的，但我饿了，要去吃点东西。那咱们边吃边聊可以吗？行，走吧。来到帝都军校的豪华餐厅，陈峰点了50斤60级的深海冰沙的肉，花了3000万。只见陈峰跟饿死鬼一样，疯狂地吃着盘子里的肉。南宫云识趣的闭嘴，安静等待。等50斤肉全都吃下去后，陈峰的等级提升了1级。你着急吗？不算着急。怎么了？没事儿，你若是不着急，我就再去弄点吃的。这家伙是饿死鬼投胎转世吗？陈峰很快又弄了一堆肉盆，一共花费了大概7、8个亿，手里是1分钱不剩。疯狂进食后，陈峰连升3级。他打开面板查看属性，当前肉身增幅60级，力量50万01710斤，每分钟增加60斤力量，每次攻击必定触发随机暴击倍数，可巨人化，绝对掌控53级，超强感应，方圆53米范围内幻化能力无效，自然类能力减弱，附带随机比率的反伤效果，维持30秒金刚体效果。金刚体可全身金刚化，抗压能力大大增强。有了金刚体，即使巨人化后暴涨的力量，身体也能完全承受得住了。我怎么感觉你又变强啊？升级了吗？陈峰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靠吃就能提升等级的秘密，于是随便敷衍过去。我记得你的能力是武器类对吧？S 级战斗系天神枪，你吗？我是D级战斗系肉身增幅，不过变异了。我就说呢，肉身增幅这种能力不可能会被帝都军校看中。我其实就是想要请教一个问题，我在随机挑战里遇到了一群难缠的异族，尖叫血符，我已经好几次卡在他们身上无法通关了。你遇到过他们吗？遇到过，一群很难缠的家伙，会发出扰乱大脑的尖叫声，不仅能吸血，还蕴含恐怖的病毒，稍微擦破一点伤口就会中毒。对，就是他们。你是怎么通关的？学音波类的武技就行了，我老师帮我找了狮吼功，我和他们对着吼来着。狮吼功啊，我试过，想要修炼，起步就20万斤的力量，力量越大，音波攻击越强。南宫云有些失望，他并不主修力量。
你现在有多少精力呀？当然，我没别的意思，只是王侯在学校也算小有名气，全力爆发也近100万精力量了。可你却能一拳将其打晕，我想要么是你的力量很强，要么是某种特殊的能力。我的力量大概在50万左右，但可以暴击，而且有反伤能力，所以那家伙是被自己的力量震晕了。反伤能力啊，最难缠了，要不要一起组队？组队？对战时还有组队模式啊？不是真正前往秘境，学院一直很鼓励学生们去秘境中试炼，我觉得咱们可以组队，到时候你做肉盾，我做输出，得到的资源平分，如何？我喜欢一个人刷怪。你是怕我拖后腿吗？我只是觉得咱们2个单刷都很强，何必非要强行组队？行吧，那我先走了。陈峰回到自己的别墅，发现墙上的洞已经被修好了。回来啦！刚才有个人送来1张缴费单，说是让你打卡就好。说完，莉莉娅又缩回去看《甄嬛传》了。缴费单不会是学费吧？陈峰拿起一看，你放与我出的龙狮已经被杜赫大师接单，将会为你制作一套龙鳞软甲，所以请预付3个亿定金，落款是帝都学院锻造组。这不是老师说给我找人打造吗？怎么是我自己出钱啊？陈峰连忙给赵柔萌打电话，想问问咋回事。正好，乖徒弟，你那有钱吗？借我3000万，我这次摸了一把好牌，要一把回本。陈峰毫不犹豫挂掉电话。我去，没想到老师竟然还是……不过谁敢赢这女人的钱，真不怕她掀桌子吗？看看面前的缴费单，陈峰陷入沉思。那龙鳞软甲肯定得要，光定金就价值3个亿的好东西，绝对不一般。于是陈峰又拨打了个电话。是横城镇妖军分部的师长吗？我是横城之光陈峰，我现在急需100个亿，麻烦打款给我。陈峰啊，你在帝都军校那边过得怎么样？挺好的，我还拜了个老师，叫赵柔萌。什么？你怎么拜他为师？我是肉身增幅，他也精通肉身战斗，还是很合适的。可他因为事后在外面欠了很多和医药费啊！你怎么不早说？帝都军校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你就拜师为他了？再说学院没有提供老师资料的吗？师长很是无奈，他倒是有心提醒陈峰别选那个魔女，可就是怕消息走漏被打。还好他对我还是很负责的。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那边天气怎么样？挺好的。不对，秘境里有个毛的天气。也对也对，那你吃的怎么样？也挺好，要什么有什么。那就行了，别受委屈。对了，你跟楚月最近怎么样了？关系到哪一步了？师长一直絮叨个不停，陈峰听得头都大了。那什么，我要去训练了，师长再见。这师长当的怎么比我妈话都多？不对，这家伙耍我呢。我作为横城之光，向横城要资源天经地义，怎么就给我扯东扯西的转移话题？就在此时，有人给他打了5个亿，是横城财政拨的款。抱歉，横城此次受损严重，所有财政用来修缮城市、安抚将士和百姓，只有这么多了。陈峰也明白师长的尴尬和无奈，不再去质问。随后他来到学校锻造处交了3个亿的定金，结果对方让他还要准备5个亿的尾款。好家伙，什么破装备需要8个亿？要是打造出来的东西不好，我砸了你们锻造处。陈峰正在思考怎样搞钱，忽然是神社找上门。你谁呀？是神社，司徒好。哟，冤大头来了。是他吗？是我。各位是来寻仇的吗？道歉。我得说明一下，是你的人先招惹。对不起。你不是来找茬的吗？一开始你打了我的人，我确实很生气，但他们知道你在对战时闯过30关，还敢出手，那就是他们蠢。谢谢你帮我教训他们。现在我想邀请你加入式神社。没时间。我们给好处。说说看。我们给你安排一个组长身份，但待遇是副社长的，每个月1份地级资源。你们不给钱吗？你很缺钱吗？能进入这里，你们当地的市政和企业都会给很多钱吗？我只要钱，你就说每个月能给我多少吧，1个亿、5个亿。钱倒不是问题，是神社谁也不缺。我明白了，资料上说你老师是赵荣萌，你该不会是打算替他还债吧？我去，怎么全校就我不知道我老师是个赌鬼？如果你真是想替你老师还债，那还是免了。他在外面有至少数百亿的外债，你还不起的。输这么多了吗？高利贷吧。你搞清楚，谁敢给他放高利贷，那还能要得回来吗？好吧，你们就说每个月能给我开多少钱工资吧。500万，这是极限了。抱歉，太少了，我接受不了。好，这个机会我会给兄弟你留着，想拖着打电话给我。另外，我们的设施你以后随便用。剩下的1个月，陈峰每天在对战时和食堂之间来回穿梭，各种武器都已经烂熟于心，随机挑战也达到了恐怖的65关。赵柔萌每天也会来找陈峰借钱，确认陈峰没钱后，就开始指给他武器，而离场之间然后让他到梦中开启招式技，其他时间就是训练。短短1个月，到了30级，觉醒了能力分析，他可以控制自己一半处在睡眠状态，一半处在清醒状态，这样离谱可以无时无刻都在梦中修炼增强，不像以前一样只能躺着。以此作为师兄尝试结果陈峰没收住手就把他锤晕。还不赖嘛，力量看上去又进步了。陈峰忽然感觉自己非常危险，似乎只要出手就会被打。陈峰明白，这是赵柔萌想要试探自己的能力。老师，我觉得师兄更需要你去磨练他。小伙子不错，竟然都能预感到我要出手了，确实是进步不小。
不过这次我来找你，是要通知你该去战场上磨练了。你准备准备，我去找你师兄。忽然楚月打来视频电话。干嘛？找你老公有事儿？这不是要新生比武大会了吗？我想参与，你能来观战吗？你一个 S 级参加新生比武，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那什么，我其实也不想参加，可他们的奖励给的太多了。第1名是10亿奖金，1本 S 级武技，1份 A 级资源包，还有500学分。你不是正好为没钱发愁吗？我想赚来给你花。你用朱雀学院的钱来养帝都军校的男人，是不是过分了点？随他们说什么，我养自己男人有什么问题？但我可能无法观战了，我老师要带我去战场磨练，就是在前段时间沦陷的3座城市里。真的吗？我们也要去那进行新生比武，而且这次是4大学院一起去，看来咱们又能在那里见到面了。1个月了，我好想你。陈峰和楚月聊了一会后就挂了，然后找横城镇妖军的师长询问了一下，原来赵柔萌带陈峰2人去战场是有补助和奖金的，在前往新城的飞机上，趁着李苦上厕所的功夫，1人1半。什么？不给，那我可就告诉李苦真相了。我俩这个级别的帮手，补助和奖金1人50万不多吧？老娘是你的老师，你别太过分。那行吧，我只要我自己那份，你贪污李苦的就好了。我一把屎一把尿，我呸！我一朝一夕的把你教养成人，你就这么对我？老师，我也需要钱啊。你一个小屁孩要钱干啥去？吃饭，你知道我胃口多大的？钱我可以给你，但这次你要把李苦捕捉的所有猎物骗来给我，毕竟你也不想让老师被追债到学校吧？成交。李苦回来后总感觉不对劲，似乎这2人之间有什么秘密。半个小时后，终于到达沦陷的新城。其中一只大鸟感应到飞机驶入禁区，猛然爆射而来，将飞机击穿。陈峰几人立马跳出飞机，赵柔萌随手一抓，血腥大鸟抓住。就在大鸟即将落地之时，一道绿色光柱从下面大树身上爆射而来，大鸟尝试迅速救援，并且还爆发出之前几倍的力量。先下去。驻扎此地的10万镇妖军军长亲自前来迎接。赵老师，好久不见。刘师长，你又升官了。临危受命而已，和你一样。没想到这次上面肯派你来，那新城竟然没问题了。这是我的学生李苦、陈峰，给他们找个地方住，任务随便安排。不是说带2个高手来支援吗？怎么带了2个孩子？别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陈峰的小子，发起疯来不比我弱。你是不是把上面给的补助贪污了？所以装2个小孩子来应付差事？告诉你，这次可事关能否收复新城，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情，不能胡来。他俩真的很强，你实在不信，安排个危险任务给他们表现一下嘛。算了，先给他们安排一下休息地方吧。等安顿好后，赵老师你来找我一下，咱们讨论一下局势。随后士兵带领几人离开。留步的副官走上前来，军长，真要给那2个孩子安排危险任务吗？安排个屁！他俩真要出事，谁承担得起责任？跟4大学院的新生一样，安排点不痛不痒的任务，养着吧。总不能真指望着2个小孩子能帮什么忙吧？不过那个叫陈峰的，肩膀上坐着的好像是某种强大的异族，回头问问他能不能接来参战。3位将就一下吧，毕竟这里是临时搭建的，就连军长住的地方比这里大不了多少。我们能自由行动吗？最好不要出军营，更不要随意进入新城。那什么时候给我们派任务？这个我也不清楚，需要军长和2位的老师决定。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朱雀学院的人在哪住吗？这个我知道，4大顶尖学院的新生都被安排在了东区。帮我收拾一下屋子，我去开会了。别看我，我有事儿。什么事儿？我要去找我女朋友，她在朱雀学院。你还脚踩2只船？你误会了，我女朋友就只有朱雀学院那个。至于我和她的话，算是交易吧。打扫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不收拾就等着老师收拾你吧。然而李苦却误会，以为这就是陈峰和赵柔萌之间的。很快，陈峰来到了东区军营。兄弟，打听一下，你们学院的楚月在哪住？哥们，哪个学院的啊？你是这2天第28个来找楚月的了。除了我还有谁？还能是谁？楚月的仰慕者们呗，别人来都是带着顶级武技或者战宠，你这空手也好意思来丢脸吗？管你屁事，闭嘴！臭小子，你找嘎！陈峰，你来了。听说有不少人骚扰你，要我帮你教训一下吗？不用，那些骚扰我的人都不是我的对手。有麻烦可以告诉我，趁着这机会帮你解决一下。陪我在这逛逛吧，我想你了。行，咱们出去逛逛。可是镇妖军不准我们现在出军营。陈峰拿出镇妖军胸章戴上。你忘了，我可是横城之光。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下，陈峰带着楚月来到了军营门口。站住！没有军长命令，不得随意出入。兄弟，看看这功勋勋章，你才多大，怎么有这个？横城，我就的。你是陈峰。士兵立刻站直敬礼，放陈峰2人出。出了军营后，2人正热情似火的聊着。忽然，远处草丛里似乎有动静，有怪物。你的力量又提升了。
提升了一些，咱们回去吧。我怀疑这里有古怪。这么快，有什么古怪之处吗？这里是镇妖军后方，却出现了怪物。我担心这些怪物可能是打算用包抄战术吞并整个镇妖军。就一只低等老鼠，不至于吧？再说镇妖军肯定也防备着这事儿呢，他们怎么会发现不了？陈峰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要知道10万镇妖军驻扎在此，想要包抄不是简单的事情。回到军营后，一个男人拦住了两人。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封家封校，楚月可是我大哥的女人。我不管你是谁，以后离他远点。陈峰刚想问他大哥是不是风铃秀。嫂子，你做什么？百鸟朝凤。你疯了吗？我警告你，无论这小子是谁，只要你跟他在一起，我封家都不会让他好过的。最好还是老老实实跟我大哥在一起。就你有武器？楚月掏出一把70级的长剑。你们都给我听着，我楚月今生今世就陈峰一个男人，以后谁也别来骚扰我。这一刻的楚月身上散发出女王般的威严，冰冷的眸光让所有人下意识地低头，不敢对视。他到底哪里比我大哥好？家世、背景、能力、等级，还是战斗力？我大哥若是在此，轻松就能碾压他。你大哥是风铃秀？你见过他？我大哥风铃秀可是帝都军校的 S 级觉醒者。他去找我了，然后被我一板砖拍晕了来着。什么？不可能！我顺带还转走了他账户里的所有钱，你回去问问就知道了。至今他都没敢找我报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肯定在吹牛。陈峰，你先去忙吧。随后，陈峰来到军长办公室，准备上报自己的猜测，却发现军长不见。于是，陈峰给赵柔萌发信息，让他转告军长。而此刻，军长正带着10个师长以及各大学院老师分析当前战略局势。赵柔萌收到陈峰消息后，立刻汇报：军长，有点不对劲。咱们的后方出现了怪物，这会不会是怪物跟和平会的图谋，想要趁我们兵力分散，直接包围我们，然后一网打尽？你怎么知道的？我学生发现的，虽然只看到了一只老鼠，但不得不防，和平会能同时扰乱4座城市，想要使坏也并非没有可能，对吧？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个猜测，但还是有必要防备的。这样，留下一半的人负责防守后方，一旦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能反应得过来。等任务被分配下来后，赵柔萌也回到了自己的营房。你们2个稍后应该也会接到任务，到时候去执行就好。我要深入核心区域，探查那棵大树的情况，一切以自保为主，别逞英雄，该退就退。作战队员陈峰，收到请回复。收到。你的任务是前往新城东1区，清理新来商场里的怪物。而李苦同样被分配差不多的任务，两人一起快速前往新城。怎么不是真随大军出战？怎么好像被轻视了？无所谓，你是来试炼的，又不是来建功立业的。好吧。我先去菜市场清理。然而此处怪物非常热情，不到10分钟，陈峰就将整个商场清理了干净。报告，新来商场清理完成。你确定吗？如果发现问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的能力可以探查环境，所以清理起来很简单。好，立刻前往东1区商业街，清理左侧临街店铺。你的同学已经前往清理右侧临街店铺。然而此处所有房屋全都倒塌，他们想要搜寻怪物，只能和拾荒者一样，在那些残骸和建筑垃圾之中翻找。我不干了。报告，我认为这样的任务对我们是大材小用了，请批准我前往东1区镇妖军处协作战斗。请求驳回，继续执行任务，不然立刻撤回。那我撤出这次的任务。好，那就立刻返回。我都撤出任务了，还听你的？我也退出任务，你要去哪？我怀疑这里有问题，所以先四处转转。你呢？我去找些怪物，好久没有实战了，对战士终究是假的，无法展示真正实力。李苦离开后，陈峰一群飞虫和小型动物疯狂从废墟中逃离，其中一只飞虫记下陈峰和他胸口的勋章，随后飞进了一个老鼠洞里。那个毁灭恒城分会的通缉者出现了。我已经被那个女人发现，若是再飞走，会引起注意。我去，恒城那家伙掌握真空之力都能翻车，只是因为太蠢而已。给我半个小时，把那家伙挂在高楼之上。怪物悄悄在地下前进，准备偷袭陈峰。然而陈峰的绝对掌控早就发现对方。金刚体，只见陈峰身体迅速变为纯金颜色，眨眼间就化作10米高的巨人。本体金刚体和巨大化又增加2倍，石魔拳暴击15倍，石魔拳翻6倍，整整1亿多斤的力量砸在地上。58级的，但是受伤严重，只能吊着一口气逃命。陈峰急速追赶上去，忽然核心区域的大树发出一道绿光朝怪物射去。陈峰早有准备，猛地冲过去将光阻拦。陈峰的身体竟然开始疯狂吸收其中的能量，短短时间肉身增幅竟然连升2级，绝对掌控连升4级。大树顿时惊呆了，感受到这个恐怖的吞噬能力后纷纷逃跑，而那只棍尾随后他将大树的信息发送给赵柔萌。这1000万的佣金赚的可是不太容易啊，不过好在你们都是我的，可以用来卖了还债。
新城其他的10个区域，所有的镇妖军成员也陷入了苦战，这里的怪物数量多到海洋一般，打不完，根本打不完。4大学院的学生只能在外围帮忙清理一些逃窜的怪物，按照怪物的等级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此刻楚月手中拎着一柄长刀，被他头上的怪物都会化作核心，而陈峰这边等了许久都没有怪物再来寻找他。难道和平会已经打算开始反扑了？所有人立刻撤出新城，立刻撤出新城，我们已经被怪物大军包围。陈峰立刻跳到空中观察情况，只见新城之外无数的怪物正在疯狂的涌来，数量绝对在100万以上。秘境之外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怪物？新城附近不是被国家上层暂时封闭了吗？而且在卫星的实时监控之下，这么多的怪物不可能发现不了才对。莫非是监控此地的高层出了问题？镇妖军进入开始使用重武器，一枚枚炮弹轰向了怪物，各种激光武器疯狂喷射，但那些怪物之中也有强悍的存在，他们竟然能力抗炮弹并将激光反射。陈峰急速前往营救楚月，李苦这时打来电话，季和，去火柱那，然后去找老师。来不及了，我先去找老师。好，我一会儿也会过去。而他们想要干掉那棵大树，必须借助陈峰的吞噬能力才行。老师，我们还能逃出去吗？大家不要放弃，镇妖军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而且附近的镇妖军也会前来支援，更何况我们还有战神，撑住！大家一定要撑住，只要坚持到战神来救我们就好了。所有学生都想起自己是顶尖学院的学生，自家是有战神的。可就在此时，不远处一道铠甲人出现，将那个女孩交出来，你们还能活？很显然，他是冲着这个唯一的 SG 而来。楚月的老师今天没在，我这个护送老师理应保护他，想要我交出自己的学生，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技术武器的老师爆发出极致的伤害射线。眼见老师落败，众多师生全都露出悲愤之色，楚月更是眼圈通红，美眸喷火。畜生，我要你死！就凭你！那个铠甲绝对有问题。涅槃之火，就算是在场的众多老师也不敢应剑。同学们不要气馁，我们一起尽力突围。真是不知死活都吃了吧！你个王八蛋，嫂子，快跑！一人救一命，扯平了。小丫头，立刻给我停下，不然我嘎光他们！楚月一听，跑得更快了。该死！众多师生明白，楚月是为了保护他们才会执意引导敌人的。楚月拼命朝军营方向逃去，铠甲人紧追不舍，只轻轻一抛，楚月便感觉到了身体的疯狂紧绷，可不管怎么躲避都无法摆脱这个伤害。我身上的宝甲足以对抗70级以下的任何攻击，这家伙到底什么恐怖实力？好，没有人能来救你的，跟我回去，神会给你赐福，让你成为至强的存在。我的女人你也敢动？此刻营地内，军长目瞪口呆，这小子，这还是人吗？这是赵柔萌老师的学生吧？他是叫陈峰，这个名字好像和挽救了恒城的那个少年一样啊。哪个？之前恒城不是也遭难了吗？但有一个少年提前发现问题，力挽狂澜，最后让恒城免于倾覆的灾难，还干掉了和平会的一个分会长。那个少年好像就叫陈峰，还加入了帝都军校。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这小子如此强悍，看来就是他没错了。之前你怎么不提醒我？我也忘记了。早知道这小子是那恒城之光，就不该随便派去干一些清理任务，这不是大材小用吗？陈峰带着楚月冲出包围，每次出手必定打爆几10只怪物。4大学院老师学生纷纷跟在后面，往军营方向前进。风笑心情复杂，他万万想不到，为自己开辟生路的人竟然是大哥的情侣。一行人终于抵达军营门口，这里有重兵把守，连蚊子都不是。陈峰将楚月交给一个女兵照顾，然后准备前去支援赵柔萌。这时军长正好赶到。陈峰队长，你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发挥最强的战斗力，那种针对顶尖强者的战斗，还是让你老师来吧。陈峰头也不回的走了。都怪我，之前看清他，现在赌气不理我。不会出问题吧？以他的能力，逃走应该不是问题。现在只求赵柔萌能干掉那棵大树，或许还有翻盘的机会。或许陈峰真有办法能对付那棵大树呢？你傻啊！赵柔萌那个人形暴龙都不敢100%说能对付大树，你指望他？要是这么个小年轻都能成功，要我这个军长何用？陈峰在城市中穿梭，急速前往大树所在的核心区域，忽然心中生出紧张。激光武器，听说这种高科技是从遗迹里挖掘出来的。陈峰顺着激光方向看去，并没有找到出手的人。很显然，对方知道他的实力，只敢在感应范围之外偷袭。陈峰给李土发了个信息：我被人纠缠住了，过来帮我。李土收到消息后迅速赶来，他警惕地扫视四周，寻找偷袭的人。有他盯梢，对方果然不敢轻易出手。眼看着陈峰真的要脱离这片区域，找到了。射击手也不在。你不想知道是谁派我来的吗？我先去核心区域了。
新城最大的是中心广场，一棵大树稳稳扎根在最中央位置。赵柔萌虽然也在这里，但始终靠近不了大树。几只怪物不断的对他纠缠，虽然都不是其对手，但是大树源源不断的补给让赵柔萌头疼不已。见到陈峰来了，赵柔萌大喜，老师掩护我！小疯子，你搞什么鬼？快来帮我！我能克制这大树的攻击。原来大树在这里，难怪咱们过来的时候遭受到那么多的强大存在阻击。赵柔萌闻言，只好出手将其中2只怪物缠住。我掩护你。陈峰刚冲到大树面前，大树竟然给几10只低级小怪物充能，让他们瞬间拥有5、60级的能力。军营之内，军长一边在指挥着众多士兵对抗怪物们，一边也在观察着实时画面。陈峰现在被一群5、60级的怪物盯着，就算我这个73级的战斗系觉醒者，面对这个局面都是死路一条。就说不要让他去了，非要逞能。附近正好有一支被怪物冲散的千人团，要不要派过去营救？去吧，换一个天才活下来，1000个人一。你怎么还不去？副官目瞪口呆，军长连忙看向画面。只见陈峰将一大把药剂塞入口中，为了帮你们做事，老子至少用了价值数千万的药剂，要是不给老子报销，你们等着。随后陈峰激发巨人化效果，短短时间基础力量飙升到了上千万斤。拖延20分钟后，陈峰的力量直接破亿，他迅速冲过去抓起大树的树。陈峰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倍暴击，10倍的大力神魔拳，整整210斤的力量从陈峰的身体里汹涌而出。陈峰感觉到自己身体的每一寸都因为这股可怕的力量在爆裂，他毫不犹豫的激活金刚体，身体的痛苦瞬间消失。大树痛苦的想要催发怪物前来支援，可他的治疗力量刚发出来就被陈峰劫走了。不起来是吧？看你起不起来！陈峰也不顾自己帅气的形象，对着大树疯狂啃咬，大树痛得疯狂扭曲，最后直接将树根塞入陈峰嘴里，想要撑爆他。然而他忽略陈峰可怕的吞噬能力，再想逃离已经晚。陈峰叼着大树暴打周围的小型怪物，所有人都惊呆了。彻底将大树吸收完后，陈峰看向面部，绝对掌控增加了额外效果。化身金刚体后站在地面之上，可借助地面之力始终维持状态，而这意味着只要陈峰不离开地面站稳，就能一直维持金刚体状态。赵柔萌和李普一起冲过来，看着陈峰的武器，赵柔萌一把将他按在地上，别乱动，容易让伤势恶化。陈峰心中涌出一股暖意。老师别担心，我没。你再动就没法找这妖君要医药费了。37分，我要70%。我怎么拆中这么个学生？行吧。老师，我好疼啊！我这里有治疗药剂。能清理怪物，你师弟这里有我呢。不多时，军长亲自赶来，紧张的看着倒地不起的陈峰。怎么样？没什么大问题吧？陈峰尝试吐出血来卖嘴，努力了半天，终于喉咙不行了，凭借一口浓痰吐地上。陈峰愣了，军长懵了。血的颜色都变了，我徒弟分明是中毒了。众人无语了，陈峰尴尬的闭上眼睛，干脆装晕。军长又不傻，已经看出来2人演戏呢，无奈的挥挥手，先带回去好好救治。不用了，我们的帝都军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所以还是把医药费折现吧。还有我的损耗。哦对，我徒弟为了这次能干掉那怪物，可是花费了不少自己的药剂，你们应该给补偿一下吧。行，损耗了多少？我回头报批。陈峰想了想自己那价值2000万的药剂，2个亿，20个亿。行，我记下了，走吧。这我还没说我的损耗呢。军长露出一个礼貌但即将爆发的微笑，看着赵柔萌。赵柔萌明悟，二话不说拎起。陈峰和4大学院的学生都被镇妖军高居送。至于那些补偿和奖金将会在事后送到，军方还打算开个宣传会，将陈峰塑造成镇妖军之星，让营救了2座城市的他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激励镇妖军向他看齐。陈峰对此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现在只想升级和练习武技。听说镇妖军之星每个月不仅有高额工资，还有一份 A 级资源包，是吗？我可真是羡慕死了，这简直就是白给的福利啊！陈峰忽然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参加这个宣传会的，可就在陈峰一切准备就绪时，却收到宣传会取消的通知。当然，该有的待遇还是会有，因为陈峰被通缉了。和平会公开宣称对新城围剿镇妖军的事情负责，并且公开通缉陈峰。无论是谁干掉陈峰，我们将会支付100亿的报酬，送一颗神明的核心和一份前往地之遗迹的地图。当然，在这3个报酬里，100亿是最不值一提的。陈峰正纠结要不要去投降的时候，赵柔萌给他带来了镇妖军许诺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镇妖军不举办宣传会了吗？然而陈峰却埋头检查送来的东西。你把老师当成什么人呢？你什么人自己不清楚，咱俩这种坑人的货色就别玩什么相互信任了。赵柔萌黑着脸等陈峰检查完。没问题吧？没问题，您继续说。这次宣传会取消，防备的不光是和平会，还有你，因为和平会不光通缉你了，还对你进行了拉拢。只要你主动投诚，他们会将悬赏的东西都交给你，还会给你一个和平会议员的位置，直接成为核心高层，享受无数的资源。老师，要不我去诈降，拿完东西就回来怎么样？你当和平会的人傻？我听说那个神奇者能给成员全都种下精神炸弹，谁敢反叛就会割对方全家。什么？那我把户口转移到您的名下，您觉得如何？以耗子委屈吧，我要去看你师兄了。他这2天状态有点不太对，跟吃错药一样躲着我。等我去揍他一顿，然后问问情况。陈峰，你真不想加入和平会吗？想，我都快想死了。那就去啊，投奔和平会。住口！如可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人话，我没上过学。大夏存在多少年了？昔日全世界都来侵略，最后都被撵出去了。区区一个和平会能掀起什么风浪？
可你这么想，你的同类却好像不是太相信你啊。人之常情而已，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更何况他们。陈宗忽然觉得莉莉娅有点反常，你是有什么事情吧？我接到了咒族的催促，他们让我们尽快找到东西回去。混沌战场情势恶化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深陷泥坑，无法自保了。混沌战场怎么恶化了？有一尊邪神苏醒了，他曾经屠戮无尽生灵，且实力恐怖无比。一旦等他彻底恢复实力，插手混沌战场，到时候人族的情势就会岌岌可危。你们可能会开始拼命，想要扭转局面，就需要找到我们咒族的那篇诅咒。那东西在哪里？我感应到那篇诅咒在黄泉秘境。那咱们就去找找，正好我现在也闲着。出发之前，陈峰还要做好万全准备。立即资源包里有一管80级的能量药剂，一管迅速恢复伤势和解毒的药剂，一包提升肉身强度的药材，以及10个微型炸弹。这种最新科技可以扰乱分子结构，就算100吨的油轮都能给炸沉没。再就是一张10亿银行卡。陈峰来到浴室，将那包药材丢进去，一股精纯的能量进入他的身体，对他的肉身不断强化。好家伙，这药材是什么东西？竟然蕴含如此精纯的能量！陈峰将那管80级的能量药剂也倒进嘴里，瞬间。陈峰打开密码查看，当前肉身增幅65级，力量3452510斤，每分钟增加65斤力量，每次攻击必定触发随机暴击倍数，可巨人化，绝对掌控57级，超强感应，方圆57米范围内幻化能力无效，自然类能力减弱，附带随机比率的反伤效果。化身金刚体后站在地面之上，可借助地面之力始终维持状态。难怪所有人都喜欢药剂，一管就能连升3级，要是一直喝那岂不是？可惜一管药剂价值10多个亿啊！等药效结束后，陈峰离开浴缸。陈峰看了看自己全身上下无比匀称的肌肉，大概增加了500万斤的承受力。如果每个月都能拿到 A 级资源包，那就根本不用愁了。随后，陈峰悄悄来到李普别墅，发现李普正趴在地上鼻青脸肿，估计被赵柔萌训练惨。陈峰立马遁走，害怕李普找自己借药剂，路上遇到了秦商。你这是被人收拾了？刚跟我老师练完功而已。好吧。你要和我战斗吗？别误会，只是顺路回去而已。我最近要出去试力，回来后可能会变得很强。你确定不提前跟我对战一下吗？到时候你可能就打不过我了。不赖啊，还学会激将法了。答不答应？不答应，我也有自己的事儿呢。那个女人果然是骗我，不都说男人最受不了激将吗？女人谈恋爱了，竟然还有女军师了。是你老师收了我3000万，教给我这个方法刺激，还说你一定会接受我的挑战。难怪我老师说不要相信他。他骗了你，这钱你想不想要回来？当然，那是我2/3的家当了。好，你给我1000万，我帮你要回那3000万，这样你就能节省2000万，不亏。秦商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又转账给陈峰1000万。你放心，兄弟，我一定帮你要回来。要是没事儿，我就先走了。看着陈峰急速远去，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的样子。这师徒俩刚才跟我说话的方式和语气，怎么这么像？情商啊情商，你要理解我，反正你有老师养着，我可是要自力更生的。再说我变强也是为你好，将来咱俩对练才能更爽啊。陈峰想了想，又给赵柔萌打了个电话。老师，情商带着他老师来找我，说什么3000万的事情，怎么回事啊？这个该死的修罗刀王，不就是骗了他徒弟3000万吗？至于亲自需要债吗？算了，以后还有很多用得着陈峰的地方，先把钱还了吧。赵柔萌心不甘情不愿地将3000万打给了陈峰。陈峰收到钱后犹豫了几秒，算了，还是还钱吧，3000万能有个啥用？秦商收到钱后惊呆了，竟然真把钱要回来了。陈峰果然比他老师还要靠谱。随后，陈峰带着10亿来到锻造所。这是副院长李教授的杰作，他是大夏最顶尖的锻造师之一。这龙鳞甲倾注了他的大量吸血，不光拥有超强的防御能力，还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加成。你要穿下试试看吗？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还能调整。美女将玻璃罩子打开，陈峰伸手想要拿下龙鳞甲，却见龙鳞甲自由收缩，一眨眼就变成了一个银色的指环。这就是李教授赋予的能力之一，不用一直穿在身上。当你回到都市里，或者想要洗澡之类的时候，就可以将其收回指环中。好功能啊！这套龙鳞战甲可以抵抗住上万度的高温，也能在无限接近绝对0度的环境下生存超过1个小时。它还拥有漂浮、加速等能力，另外还能防御住天空级机甲的激光炮。如果是纯物理攻击的话，80级以下的效果极其微弱。对了，这套龙鳞甲还有一个能力是被动能力龙威，一旦你穿上之后，会自动附带龙威效果，可以让你的敌人感受到畏惧，甚至可以激发龙影效果，让你的实力更加增强。所以你这8个亿的锻造费用绝对是很划算了。陈峰当即将尾款结算了。行，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好的，欢迎下次光临。陈峰又来到药剂店内，买了1000颗价值1万的通缉药剂，将这笔不义之财花光。陈峰更加没有负担了。回到别墅后，陈峰带上莉莉娅直奔黄泉秘境。刚来到秘境入口，陈峰竟然发现秦商也在。你是来找我战斗的吗？我要去黄泉秘境找个东西，你来这干什么？试炼啊！我老师说我的刀杀气还不够浓郁，叫我来黄泉秘境修炼，正好我可以一边帮你找东西，一边试炼。见到秦商一改往日的清冷，陈峰知道自己这3000万花的值了。正好这家伙刀法非常强悍，可以派上一些用处。然而几人刚来到黄泉秘境前就被士兵拦住了。站住！这里禁止通行。
黄泉秘境出事了吗？最近秘境怪物频繁躁动，开始大面积的攻击外来者，现在已经禁止所有民间觉醒者进入。我们是帝都军校的学员，你们就是帝都军校的老师也不行。我是陈峰。士兵冷漠地看着陈峰，没有说话。我陈峰啊，镇妖军之星啊。什么镇妖军之星？没听说过。陈峰这才明白，镇妖军怕宣传了自己，然后自己却叛逃了，这是极度的不信任。随后陈峰将勋章掏出来，这个你认识吧？功勋勋章我认识。好，那放我们进去吧。稍等，我要去通报一下。此刻，团长正在看着黄泉秘境里拍摄的画面，脸色凝重地思索着什么。团长，有个叫陈峰的人佩戴着功勋勋章，说要进入黄泉秘境。功勋勋章，我没向上面求也啊，怎么会派人来？不是援助，他好像是因为私事进入秘境。还是帝都军校的学员，我知道是谁了。那个帮助恒城免于灭城危机的家伙，那小子我知道，据说是能力发生变异，力气大的出奇。但这里是黄泉秘境，力量大也没用，你去找个理由打发走就好了，别让他进秘境。这样好吗？毕竟是功勋士兵，如果咱们这样拒绝，会不会影响很坏？这是为他好，他就是力气大的，其他的能力全都没有，怎么对抗黄泉秘境的灵体？要是真让他进去了，出点什么事儿，咱们问题就更大了。他年纪小不懂事儿，你也不懂吗？请回吧，黄泉秘境最近很危险，禁止入内。执勤和巡逻的士兵见到陈峰强闯哨卡，准备提枪射击。你疯了，那可是功勋士兵，可他强闯哨卡啊！你记住，他进去自己找茬，和你开枪打他那是两码事儿。前者你不需要承担责任，后者你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士兵恍然，连忙把贴着针停住手。外面怎么了？有怪物逃出来了吗？副官去问了问，然后一脸无奈的回：那个功勋士兵冲卡跑进了秘境里。什么？胡闹！快去派人把他抓回来！他出了事儿，承担责任的可是老子。兄弟们，散开搜索，限定范围10公里，3个小时内无论找没找到人都要立刻回来。此刻陈峰等人已经跑出去老远。莉莉娅能感应到那边诅咒的精确位置吗？恢复到73级的魔女施展全部力量感应了一会。不行，只能确定在这个秘境，具体位置找不到。那这么大个秘境，你要是感应不到，我上哪给你找去？虽然感应不到，但想要找到也不难。首先，那是一个可以封印灵体力量的地方。黄泉秘境大多数都是灵体，那种地方肯定不多，只要能靠近我，应该就能感应到了。那也要知道这里哪有封印灵体的地方啊？你有这里的信息吗？我老师让我来消灭的些强大灵体，他们大多聚集在硫磺山、永夜都城、灯笼街。如果你们想要打听消息的话，我建议是去灯笼街，那里好像是个高等灵体的交易市场。那就去灯笼街带路。有情商在前面带路，陈峰两人非常悠闲。要是遇到什么灵体怪物，就被情商一刀斩断。很快几人便来到了灯笼街入口。看来这里不是什么良善之地啊，连个顾客都没有。不，这里还真是黄泉秘境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繁华的地方。至少之前是，因为这里每个店铺老板都是超过50级的凶悍存在，实力强的吓人。而且看到那些红灯笼了没有？那更是一尊可怕无比的凶物。灯笼街禁止争斗，若有人敢违反这里的规矩，就会被制作成灯油，为灯笼蓄火。就算是永界都城和硫磺山的怪物，都不敢再次造次。现在生意这么差，应该和外面驻守镇妖军说的暴动有关系。几人走进灯笼街内，陈峰看向距离自己最近的忘忧茶铺，店铺不大，才占地30多平，零散的摆着几张桌子，一个美艳的老板娘正坐在柜台边上。哟，好帅气的小哥哥，进来玩会儿啊！这家老板娘叫做媚阳，是个堕落者，曾受过男人欺骗，于是把对方那个啥以后，就躲藏在这里。她很会欺骗男人为她做事，甚至为了她倾家荡产。店铺里老板娘笑容的弧度变得更大，相之前的妩媚多了几分诡异和危险。小弟弟长得不怎么样，嘴倒是挺碎。情商脸色一僵，陈峰则退后一步，不想和这里的怪物发生纠缠。他看向下一个店铺，健康长寿面。这家店铺的老板是一个巨大的胖子，确切的说是一座高2米的肉山。这家伙身体蕴含的力量至少超过了1000万级。这怪物叫肉山，据说也是个堕落者，觉醒的能力叫融合，一个超强的 A 级能力，可以将一切人或者怪物融合进自身，并获得对方的全部力量，甚至是短暂拥有对方的能力。可惜他有梦游的习惯，在睡梦中将家里人都融进了体内，从那之后就疯了。接下来，情商又给陈峰介绍了几个店铺的主人，卖杂货的阴风，开电影院的恶念，还有灯笼街无处不在的灯皇。而情商这次来就是为了寻找恶念，一旦能战胜自己内心的邪恶，他的实力将更上一层楼。我要去战斗了。陈峰也跟着进去，他也想见识一下情商到底有多么强悍的实力。恶念，我老师是修罗刀王，他让我来找你一战。该死的修罗刀王，他把老子当成什么？给你们练手的工具吗？情商也不多话，只是冷冷的望着屏幕。他让你来找我，你就来，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栽在我手里怎么办？我活该！老子少的一样混蛋！你们呢？也是来找茬的吗？我纯看热闹的。俺也一样。看电影收回10个20级的核心，或者10个10级的核心。陈峰随手递给他一管能量药剂，抵了可以吧？恶念检查了一下，没出声。你说有没有可能假情商赢了，然后骗咱们带走他，
出去后作恶。陈宗心里一动，虽然觉得可能性很小，但不得不防。你会割得很惨，因为你就是我，我却不是你。我知道你想要出什么招，喜欢出什么招，而且你会的，我都会。我是比你更狠，我会把你挂在灯笼街入口，让所有人都知道修罗刀王交了个废物。去，这家伙怎么这么猛？忽然一阵香风飘来，只见一个美艳女人正坐在身边，赫然就是忘忧茶铺的老板媚娘。没想到这小子长得不咋地，倒有一手凌厉的刀法呢。不得不说，这么美艳性感、声音还好听的老板娘，怎么会被人抛弃？怎么被姐姐迷上了？按理说，我应该管你叫姨。你知不知道这样说话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陈峰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好弟弟，你来灯笼街不会就是为了陪这小子打架吧？我来打听个事儿，你知道哪里有可以封印灵体的地方吗？怎么要把依依封印带走吗？不是，我要去找个东西，你就说有没有吧。你想知道什么？这里不太方便，咱们去你店里说吧。确实，去店里吧。到了老娘的地盘，看你怎么逃。他就别带去了吧，不太方便。陈峰见媚娘有些害怕，那你先在这等着，我很快就回来。媚娘没想到陈峰一说已经上当了，当即笑得更加妩媚。封印灵体的地方在哪里？封印灵体的地方大概有3个，地狱之门。那里一切灵体只要靠近，就会被卷进去，生死不知。轮回眼，据说那是地府破碎之后出现的，进入其中可以轮回，但没人敢确定。娘娘庙，谁也不知道里面供奉的是什么，可任何灵体一旦进去，就会被封印，永远留在那里。就这3个地方了，我能说的都说了，你就放过我吧。下一秒，媚娘又反复被陈峰打。莉莉娅听到打斗声惊讶无比。老板娘好厉害啊，竟然能和陈峰这个家伙打得有来有往。狗东西！莉莉娅蹲在忘忧茶铺门口骂了半个小时，陈峰终于拿着地图出来。地图拿到了，而且经过我的分析，你爹当初应该被困在了娘娘庙，那篇诅咒现在应该还在那。还真是得来不易的消息，这娘娘庙里供奉的是谁呀？我怎么知道？和黄泉有关的娘娘貌似没几个。走吧，先去看看情商结果如何了。人已经派去灯笼街了吗？去了，没想到他们竟然是冲着灯笼街去的。我就知道他们继续没好事，那是能随便去的地方吗？那灯笼街可是唯一能保证黄泉密剑和平的地方啊！一旦他们惹怒了那里的斗罗者，全体作乱，这个罪责谁承担得起？永夜都城怎么忽然开始调兵遣将啊？团长看着那座巨大而古老的城池之中，大量的阴兵在聚集，足足10万大军竟是倾巢而出。这10万阴兵最低也是20级的存在，甚至某些将领还达到了50级。他们要做什么？永夜都城一向很安分的。团长立刻联系永夜君王。永夜君王，你为什么调动那么多的军队？你监视我？少废话！现在我是要问你，你要干什么？难道你想要在这个时候趁火打劫吗？这可跟我没关系，是有人出了大价钱，想要一个叫陈峰的人归天，我也只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为什么？看来这个陈峰对你们确实很重要啊，但可惜对方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不然我肯定会和你做交易的。至于嘎他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我提醒你，这小子可是我们镇妖军的功勋士兵，他出事了，大夏不会放过你的。我说过了，对方给了我一个完全无法拒绝的价格。团长怎么办？立刻通知高层，让上面的人和陈峰的老师来救了。秦商这边一定，他的刀上缭绕的一层，而这就是秦商的刀意。你这好基友，虽然等级还差得远，但已经拥有成神的资格了。成神？那需要什么资格？100级之前升级只需要能量值就好。可如果你想跨出那一步，成为真正的神明，需要走出自己的路。简单来说，你得掌握一种道，至少要掌握一种。陈峰正想着自己以后该走什么道，忽然地面开始震动。为什么会地震？发生什么了？可能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阴兵过境，快走！秦商走了。怎么回事？为什么永夜都城的人要包围这里？灯笼街所有的灯笼全都变得更亮，似乎是在对抗阴兵的力量。今日本王到此，只为找一个叫陈峰的，将他交出来，我可以放过你们。永夜都城和灯笼街一向井水不犯锁水，你要打破这个规则吗？我说过了，我只要那个叫陈峰的，我也不想和灯笼街开战。谁是陈峰？是我。一个灯笼飘到陈峰面前，围绕着他转了一圈。原来是个外来者，滚出去吧。媚娘却忽然走到陈峰旁边。灯皇，这是我的男人，也是我忘忧茶铺的老板，不能交出去。周围的店主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一向只把别人当工具的媚娘，竟然给自己找了个老公。媚娘，你可确定？我确定，所以他不能被交出去。
再说，永夜君王说只要一个人，你们就信？他真的只要一个人？何必带着这么多阴兵过来，还直接包围了咱们？这分明是图谋不轨呀！永夜君王，你带着10万大军来要人，这阵仗可不像是为了他一个人来的。少废话，就问你交不交？还敢威胁我？我要是说不呢？那我就拆了你的街道，剥了你的人，浇灭你的火焰。灯笼街众人都是一惊，没想到永夜君王这么干脆。不要妄想硫磺山会捣乱了，其实我们早已经达成协议，灭了你们，资源平分。所以现在谁能帮我抓住陈峰，或者将他撵出来，我可以在永夜都城给你们开一间店铺。否则，从今日之后再无灯笼街，尔等也将会从此消失。你有办法诅咒这么多的阴兵吗？一下子肯定诅咒不了这么多，但给我点时间，还是可以灭光的。大家怎么看？撵出去，他又不是灯笼街的店主，只是媚娘的姘头而已。不错，他惹的事与我们何干？现在不是叫不叫人的问题，问题是永夜都曾这样逼迫，太过气不人了。对，他想要人都客客气气来要，猥亵算怎么回事？你们可快点啊，我的耐心有限，等下我的将士呢，可就要踏平尔等了。小子，你真以为媚娘能保得住你吗？谁说我要靠他保护了？那你就滚出去！一群怂包，真是安逸久了，一点脑子都没有了。永夜都城搞定了硫磺山，还带着大军前来，摆明了就是人要带走，灯笼街也要灭，你们还在这闹分区。你们还真是不如一个女人聪明。永夜君王若是真只想带走我，带个几千士兵来也能撑场面，何必冒着被硫磺山或者其他势力偷袭的危险倾巢而出？那必然是有更大的图谋啊！烟酒店的阴风忽然讥讽道：“这位陈兄弟说的不错，你们这些家伙啊，真是都被永夜都城吓破了胆子，一点出息也没有。我和你们一队，真是看不惯这些蠢货了。”最是沉默的面馆店主肉山也走过来，我也支持陈峰。这两人在灯笼街实力绝对算顶尖的了，没想到竟然也支持陈峰和媚娘。下一刻，陈峰一脚将媚娘踹飞了出去，肉山恰好，阴风则化作无形的风，所过之处，一切都将无声无息的被敞开。可这无往不利的能力，却在陈峰身上吃瘪了。陈峰竟然单手就捏住了扭曲不定的阴风，绝对掌控让阴风的能力根本无法发挥。有店主也趁乱出手，永夜君王，我们愿意加入永夜都城。这些店主知道今天灯笼街在劫难逃，所以宁愿选择加入永夜都城。混战之中，有2道身影冲向陈峰，杂纸店店主撒出一大堆的纸人袭向他。冷饮店店主化作寒冰蔓延，想要将其这几人都被收买了，目的就是拿下陈峰。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对付你？等会儿我帮你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对付我。陈峰将阴风曾经让无数怪物和堕落者都闻风丧胆，就这样被陈峰用上千万斤的力体砸没。另一边，秦商直接冲向纸人群中，骤然拔刀一起，瞬间斩断了所有的纸人，随后刀光去势不减地射向杂纸店店主。店主怒之，立刻折返身形往后躲，刀气速度太快，瞬间穿过他身体。肉山这边，只见他闪电般爆射，整个身体猛虎撞向陈峰，肉山彻底没了，周围的店主全都看傻眼，望向陈峰的眼神中尽是畏惧。灯笼街战斗力排第2的肉山就这么被干掉了，还有谁想嘎我？来！所有店主纷纷低下头，心慌无比，不敢和陈峰对视。这位小兄弟，其实大家都是人族，我们虽然成为堕落者，但也只是想在这里谋生而已，没有对人族作恶。你该庆幸自己没有，不然我早就将这里清理干净了。那小兄弟既然如此厉害，为何不去解决永夜都城，还要躲在这？对啊，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躲在这呢？不如出来和我的10万大军对战。本王是真的很好奇，你这样一个毛头小子，就算有点实力，怎么值那么高的价格？永夜君王，你真要彻底和我翻脸吗？真以为这些年我能存在于这里，是因为你和硫磺山相互忌惮，要树立第三方，牵制对方的原因吗？不然呢？你还真把自己当块肉呢？就算老子只是烂菜叶子抽在这里了，也能熏死一个人。灯皇本想假意吓唬对方，没想到永夜君王竟如此没有心计，也还想不通吗？有人给了我一个哪怕是丢失掉永夜都城都不心疼的代价，只是为了要这小子。最终灯皇还是认怂了。你出去吧。看来多年的安逸生活已经让你变得弱智了，你还真觉得他们会放过你？他说的没错，刚才我给过你们逃走的机会啊，奈何你们不中用啊！告了他们，记住要确保一个不留。10万阴兵滚滚来，以碾压的姿态就冲进了灯笼街。灯皇知道没有了退路，决定拼死一搏。灯笼街红光大盛，所有进入红光的阴兵全都发出痛苦的惨叫，然后迅速的燃成了灰烬。跟我一起抵抗永夜君王，不然大家都会的。然而还是有一些店主冲向永夜君王。我们归顺永夜都城。你们这些蠢货，他是在耍你。不要相信他，我是真心愿意接受你们的，但我现在有点不太敢相信你们，所以如果你们能干掉陈峰，我就愿意接受你们。这些店主都是紧张无比，谁干得过陈峰那个怪物啊？怕什么？我有10万兵马帮你们。好，兄弟们，都是这个混蛋害得我们流离失所，干他！这些废物都临阵投降了，还指望让他们帮你做事，你真不愧是我见过最蠢的君王。你找嘎！陈峰一合攻，几十个20级阴兵瞬间被打散。上，都给我上！我看他能嘎多少。
密密麻麻的10万大军不断冲进，数百个灯笼从灯笼街飞起，散发着红光飘向远处。显然灯皇也扛不住，直接飞走。拦住他！众多阴兵立刻催动能力，各种天罗地网洒向空中，逼得灯皇不得不在原地反抗。情商这边，每次刀锋闪过都会有一群阴兵惨叫着消失，他的身边出现了一群若有若无的干将义士，这就是他的刀意。但凡是靠近3米之内，那些阴兵就会莫名的惨叫着消失。但是情商的意在屠戮这些阴兵，形成了一个生人勿近的领域。此时莉莉亚眼睛自身，看上去神秘又可怕，她所过之处，那些阴兵也是以各种血染。而媚娘手段更是轻松，只需要施展魅惑之术，那些阴兵就会成为她忠心耿耿的护卫，帮她跟敌人缠。很快，陈峰几人就在10万阴兵中清理出一块巨大的安全地带，但永夜君王丝毫不慌，因为那些先头部队只是炮灰。就算你们再强，强得过我10万阴兵吗？我们就算是站在这里让你们嘎，你们累死也嘎不完。陈峰取出银色指环，轻轻一捏，身上迅速覆盖了一层龙甲，随后身形急速变大，短短时间就增长到了65米，这是他如今的极限。想要再高就需要等级晋升了。每秒钟增长100斤的力量让陈峰感觉非常好。再次开启金刚体后，暴增力量带来的恐怖负荷也被抵消。无数士兵发出的攻击砸在陈峰身上，这足以灭掉一个军团的恐怖冲击波，竟然只是让陈峰后退了2步。紧接着，陈峰绝对掌控的反伤效果被触发，这骑士的反伤到了那些士兵身上，瞬间这些精锐阴兵就痛苦的砸了一场。无论是陈峰的队友还是对手，全都看得头皮发麻。小子，知道本王为什么被称之为永夜君王吗？黑暗可以吞噬一切。陈峰一拳狠狠砸在地面之上，触发30倍攻击，这60多亿斤力量产生的冲击波瞬间灭掉了几万阴兵。永夜君王十分愤怒，立刻催动黑暗之力化作黑洞出现在陈峰脚下，想要让他陷落进无尽的黑洞之中。可陈峰绝对掌控的能力是让自然类能力减弱，并且还能反伤，一股强大的扭曲力量缠绕着陈峰，想要将其扯碎。但陈峰的体质够强，力量也够强，加上龙鳞甲的帮助，陈峰一点都感觉不到疼痛。但永夜君王可无比难受，因为他感受到了巨大的撕扯力量，无奈之下只好收回黑暗之力。陈峰从黑洞之中爬出，此刻他的基础力量已经累积到了3亿级，每一拳暴击都能10亿斤力量以上。10万阴兵被陈峰连续轰击，2/3的阴兵就此消失，剩下的都无视命令，惊恐的逃走。灯，永夜君王蒙圈了，他急忙想要逃走。我诅咒你，力量全消。莉莉亚巅峰时期也才80级，这样诅咒一个80多级的强悍存在，自然会被诅咒反噬。陈峰带着莉莉亚来到永夜君王面前，失去力量的永夜君王很是惶恐，疯狂的呼唤自己的能力，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告诉我，是谁让你追打我的？我说了能饶我一命吗？可以。那家伙戴着面具，而且是用宝物隔空出现在我面前的，保护的死死的，不想让我知道他是谁。但巧合的是，这家伙我在堕落之前遇到过，他叫万福，是曾经镇妖军的一个士兵，还参与过对我的追杀。只是他现在是为谁做事，我也不知道了。那他们给了你什么条件？杀了你，恢复军级，还会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陈峰听得眼皮一跳，这对于一个被困在永夜都城，永远无法进入人类世界的堕落者来说，确实是无比巨大的诱惑。能许诺出这种条件的，必然是镇妖军的高层。不过只要确认万福是谁的人就好了。永夜君王交代出所有的真相后，陈峰将他随手丢给秦商。你说过不打我的。秦商，你太过分了！我说过不嘎他的，你这不是打我脸吗？下次别这样了。他又往嘴里塞了一把通缉药丸，这才缓解了一些饥饿感。不用担心，成神之后，你这个肚子饿的后遗症就会消失的。为什么？神明之所以被称之为神明，就是脱离了人族的范畴，怎么可能还会饿肚子？而且你现在借助大地之力维持金刚体，这其实就接近神明的能力了。此刻镇妖军军团内，老娘徒弟呢？为什么不派兵援助？我派兵了，但是没用上。赵柔萌看了看屏幕，不是说被10万阴兵围攻吗？阴兵呢？那不嘛，满地都是。你说这小子解决了10万阴兵？那怎么可能啊？他又不是神，顶多解决了5、6万而已。你说话再大喘气，我弄个你信不信？别以为老子不知道，这些阴兵能锁定我徒弟的位置，肯定有你们的人帮忙。你徒弟之前来黄泉秘境，我跟他说黄泉秘境在暴动，最近很危险，让他不要进去。可是你徒弟的脾气你也知道，根本不听我的，打了我的人强闯了进去。当时我看到他去了灯笼街，就是黄泉秘境3大领主之一所在地，当时我就知道很危险，所以赶紧派人去接他。谁想到我的人还没去，10万阴兵就把那里包围了，然后陈峰就忽然变成巨人把他们屠掉了，再然后你就来了。打开秘境，我去看看我徒弟。另外，你最好也自查一下。我会仔细调查的。由于灯笼街老祖都趁乱逃跑，于是陈峰趁机塞瓜了一大堆物资。媚娘恋恋不舍地看着陈峰整理。我看你好像身边还缺个女仆，不如我跟着你。不用了，你还是在这里吧。谁会把露水姻缘带回家的？媚娘顿时充满幽怨地看着陈峰。灯皇也是飘过来，以后有事儿尽管分送，灯笼街将是您最忠心的后盾。你别搞灯笼街了，去接手永夜都城，我会和外面的驻地军团帮你说说情，到时候你帮忙维持一下黄泉秘境的秩序，他们不会为难你的。真的吗？行了，去永夜都城吧，让媚娘帮你掌控那里。灯皇连连点头，带着媚娘离去了。陈峰正要动身去娘尿尿，却感觉到远处有一道恐怖的力量正在急速接近。果然是陈峰也是赵联盟，他急切地检查了一下陈峰身体，确认没什么问题之后问道：谁想嘎你？有什么头绪吗？
我审问过永夜君王，可能是一个叫万福的人，但没有确凿证据。而且此事我怀疑和风家有关系，毕竟他们许诺给永夜君王的承诺，若不是掌握实权的高层，根本不可能实现。况且他也不傻，如果不是确信对方能兑现承诺，怎么可能对我出手？所以这说明对方一定是镇压军高层。找万福来问一问，就有证据了。跟我回去吧。我还要去取一样东西，老师，你先去帮我查一下吧。什么东西比收拾你仇人还重要？咒族的至宝。小魔女，你们咒族的那篇无上诅咒在这里吗？莉莉娅瞬间感觉自己被一头无比可怕的凶兽盯上，心中无比的惊恐。是的。要我跟你一起去吗？不用，我能搞定。调查万福也很重要。不要耍花样，咒族能到今天还没灭族，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完全投靠敌人，懂吗？赵柔萌警告莉莉娅之后离去，陈宗几人则前往娘娘庙。此刻黄泉秘境之内，所有灵体怪物集体暴露，就连镇压军都难以抵抗。团长，上面的援助怎么还没来？其他秘境也要驻守，抽救人手哪会这么快？而且上面8尊战神争权夺势，哪个都想让对方倒霉，根本不会及时给我们派出援助。难道真的就要看着咱们的人全部战死？也不一定，或许陈峰来了就好了。此刻陈峰正站在娘娘庙前仔细打量，莉莉娅则有些紧张，不敢靠近神庙，因为神庙对她的克制太严重了。感应一下诅咒在这吗？莉莉娅小心地感应了一下，在这，真的在这。走，咱们进去。我能不进去吗？陈宗见状，干脆让莉莉娅留在外面，和秦商一起走进庙里。进入其中之后，你要是真这么虔诚，不如插一把香，买一车水果倒在这。我不是迷信，这就和你去人家做客一样，不带点礼物像样子吗？再说神三鬼四，弄太多也没啥用。这尊神如果真的有莫大伟力，怎么会让自己的住宅变成如今这副模样？陈宗没有多说，只是在神像周围翻找皱纹。你在找什么？找诅咒啊！还问？陈宗身体猛地一僵，怎么是女人的声音？你刚才说话了？没有啊，咋啊？陈宗连忙扫视四周，却发现一个美女正淡漠地看着他们。秦商也是一惊，竟然还有人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3米范围之内。敢问您是娘娘庙的神明吗？你是活的？混沌战场有一尊邪神即将苏醒，为了应对那家伙，我们特地来找一篇咒族的无上诅咒，或许能帮到人族一些。哪尊邪神苏醒呢？陈宗心里一沉，意思是邪神很多吗？我也不知道是哪尊神明，但因为他的苏醒，黄泉秘境已经开始混乱了。女神释放能量向外感知，不到半秒蜡烛就消耗没了。我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原来是他呀！那看来我要去战场一趟了。您好像需要香烛才能发力，我这里有很多。多谢了，我走的是香火之道，所以必须有香烛才能唤醒我。不用好奇，这里曾经全都是我的神庙，也是我所掌控之地，怪物不会咒我上香，灵体又不敢进来。至于人族，或许已经把我忘记了吧。麻烦帮我再点燃一炷香吧。此时的他身体暗淡无比，仿佛马上就要消失了。陈宗连忙掏出一把香给点上，女神身体逐渐凝实，实力也强了很多。记住，香烛不是随便点点就行的，香火之道需要的其实是信仰和信任。如果你能帮我多弄一些香火，或许我可以对抗得了邪神。那尊邪神曾经就是被我打到沉睡的。我会的，不知您的法名是什么？我沉睡太久，导致力量残缺，之前的事情都有些忘记了。我只知道他们都叫我后徒。那就好办了，您的名号还是很响亮的，我会让无数人供奉您。不过您需要展示一下神力。我看到了，有人族在受到侵扰，你捧着它去吧。我的神力承载其上，只要香火之力足够，便是神我也能灭。他在跟你说话吗？我怎么什么也听不到，就看到他在那比比划划的。陈宗不解地看向后头，我不喜欢和他交流。尊圣，之前是不是有个咒族的人跑到这里来了？是，你在找这个？如果这是一张神皮纸，还记录着咒族无上诅咒的话，那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这诅咒很强，小心使用。我知道，您若是没事，那我们就先走了。去。刚走出娘娘庙，莉莉娅就激动地冲过来。你那是什么？别担心，后土神像不会伤害你的。不过这神皮纸就先放在我这里了，你可以告诉你的族人，就说神皮纸拿到手了，让他们归顺人族就好。可我拿到这东西，就是要恢复咒族往日绝对中立的情况的。绝对中立？你想什么屁吃呢？在众多异族和人族打疯了的时候，你们全身而退，保存实力，谁都会怀疑你们是打算趁我们两败俱伤再出手。如果咒族这时候退出，别说异族不会放过你们，人族也同样不会再对你们手下留情。莉莉娅沉默了，因为凤族长命令出来找神皮纸时，母亲说过同样的话，若是没找到就算了，可现在找到却不管咒族，她过不去心里那关。人族不会像异族那样对待你们的，虽然要你们助战，但也会给你们足够的尊重和人权。再提醒你一句，娘娘庙的这尊神很快就会杀去混沌战场，解决那尊刚刚苏醒的神明。如果到时候咒族还没有加入人族，会不会被针对，可就不一定了。莉莉娅心中一震，她很清楚这尊神对于灵体的压制有多强大。把你的胸章给我，我去一趟混沌战场，告诉族长这一切。你要我胸章干嘛？我是异族，在人族地盘行动，要是没有人族护着，肯定会被抓起来的。你这个功勋胸章能当成出入证。行，你去吧，我也出去了。等莉莉娅离开之后，陈峰前往秘境大门。兄弟们，坚持住，
上面的支援很快就到了，想想你们的父母子女，他们可就在后面的城市里面看着呢。众多士兵已经无比疲惫，他们只是一个1000人团，且已经在这里击退了整整129次怪物的冲击。如今这个1000人团也只剩下了4个人。团长，给我5分钟，让我写个遗言行吗？写个屁，咱们不会死的。团长，别自欺欺人了，我们要是怕死，早就逃走了。至少也要让我们给家人留下一句话呀。是啊，团长，我们只要能发一条信息就行。等下就要拼命死战了。团长深吸一口气，咬着牙说道：“留遗言吧，然后随我抵抗该死的怪物大军。”众多士兵立刻拿出通讯设备，给家人留下了最后的声音。干了，爹的私房钱藏在你最爱的那只小熊玩偶里，应该够你独自生活到上高等学院了。老婆，以后找个好人改嫁吧。老道，爷们，我要为国捐躯啊！来，给我鼓个掌。团长听着握紧手中的枪，咬着牙半晌，终究还是拿出通讯器打了声，还是和之前一样。此时无数怪物再次涌入，兄弟们，不要吝惜子弹，随我杀！众多将士站在能量洞里，通过缝隙对着外面。偶尔有怪物会突进缝隙带走1名士兵，却没有一人醒。不知过了多久，能量电网忽然闪烁了一下，这是因为被频繁撞击，电网快要扛不住，到时候几百士兵都会立刻被淹没。可依旧还是没有人后退，终于电网坚持不住倒塌。兄弟们，随我杀！挺勇猛啊，兄弟们！黄泉秘境的娘娘庙是一尊神明，走的是香火之道，让所有人焚香呼唤其名后土娘娘，便可呼唤其降临。兄弟们，这是唯一活下来的机会。随后，所有人虔诚的点燃并跪倒在地，呼唤后土之名。下一刻，所有的香烛都急速的燃烧，化作烟雾漂浮到空中，烟雾不断纠缠凝聚，化作了一道高挑的身影。后土张开双臂，默默呼唤，一道黑色的裂隙忽然出现。是轮回眼。轮回眼是黄泉秘境3个最让灵体们害怕的地方之一，谁也没想到，这位神明竟然能操纵它。怪物灵体即使都不受控制的漂浮，并被吸入其中，而随着轮回眼吞噬掉那些灵体，后土身体同时了一些。为了让后土吸收更多香火，陈峰直接将现场直播，并呼吁所有百姓为后土神明供奉香火。刹那之间，成千上万的香火映入后土体内，他的身体飞速凝实，力量也暴涨，轮回眼猛然爆发100倍以上，下方所有怪物灵体全被卷入其中。多谢各位，你们的帮助，后土神明已经收到了。多谢，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要去混沌战场了，若是遇到危险，你可对那神像呼唤我的名字。好的，谢谢尊神。我已经和永夜都城商量好了，他们会和镇妖军全力配合管好黄泉秘境，到时候你们一起为后土燃香助力。杰神，我会永生铭记，日后有什么需要，我豁出这条命也会帮你。接下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有后土尊神和永夜都城的支持，我想你们也不用太过忌惮其他人。放心，只要我不想升迁，那些所谓的领导和上级就都是狗屁。这时上级领导周世涛打来电话，喂，做什么？援兵马上就到，坚持住。不用了，我们自己能解决。你能解决什么？一群重伤士兵能守住秘境吗？你立刻带着你的人去休息，那些掉落的核心和怪物尸体，其他人会帮你收拾。团长扫视了一圈满地伤兵和资源，混蛋！你给老子放尊重点！不是我吹，周世涛，你敢自己带兵来吗？这样你敢自己带人来，我就立刻跟你换防。如果不敢，就乖乖当你的缩头乌龟，别来惹老子。我要撤你的职。行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阵营的，但我现在是陈峰的人。你要是觉得自己一个师长能跟陈峰斗狠，就尽管撤我的职。再说了，等后土尊神回来后，看到你这个玩意儿代替了我的位置，他应该会很乐意教你做人。通讯器那边彻底沉默了。很快就花光了卡里所有余额，此刻肉身增幅77级，每分钟增加77斤力量，每次攻击必定触发随机暴击倍数，上限40倍，可巨人化，暴击倍数从20倍变成了40倍，还差3级就能2次蜕变了，可升到80级至少需要几10个亿才行。老秦，借点钱。我真没钱。行吧，酒足饭饱，出发。陈峰回来之后，先去找赵柔萌，却只看到师兄离谱。你回来了，我在等你。怎么了？老师呢？别担心，他只是去验尸。那个联合永夜斗城坑害你的万夫已经磕了。情理之中，验尸结果什么时候出？应该快了，老师怕你找不到的，就让我在这等着你。回来了。万夫肝郁中毒，没有任何线索。如果要调查，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且不确定调查队有没有被渗透。无所谓，我只需要知道万福是谁允许调动升迁的就行了。这个倒是查到了，确实是封家一个旁系族人提拔的万福。那就好，我先去找风灵秀了。那什么，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我被追债躲起来了，不然别人让我劝陈峰别闹事，就没借口推辞了。好吧。朱雀学院这边，楚月来到校外的望月楼餐厅，今天是好朋友徐玲生日。其他人呢？还没来吗？啊，对，他们都说忙，暂时还没来。
不用担心，现在正是训练的时候，你通知的又匆忙，大家没反应过来很正常，说不定这会儿只是在挑选礼物，所以来晚了。喝口茶解解渴吧。楚月笑着接过来，礼貌性的浅尝了一口。徐灵，你……对不起，我也是被逼的。楚月连忙按动老师给的求救器，踉跄着向外逃去，一只手忽然伸过来按住他。楚月不管对对方，接着陷入昏迷状态。风笑一脸复杂的看着昏迷在地的楚月。风笑，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你可以放过我们家了吧？你走吧。你们答应过我的，不会要楚月的命，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的小人装什么装？出卖朋友了，还在这装好人？徐灵连忙怨毒的往外退去。明明是你逼我出卖的，现在却又这样羞辱我。按照约定，风笑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叫人来带走楚月。只是风笑看着楚月那张漂亮的脸蛋，陷入了深深的沉默。陈峰找到风铃秀住处，看来你早就在等我了。在你从黄泉秘境走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在等着你。你好像很有把握。你知道这里是哪啊？帝都军校。我是说广义范围内的，这里是哪？广义范围。地球。这里是帝都，是特么的帝都，是我们战神风家的地盘。哦，我知道了，是你们的地盘，那又如何呢？真是个蠢货，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我的地盘上，永远没有你装的份。我想要什么，那就该是我的。小爷，我给你的机会，联系一下你的女朋友，看看还能不能联系得上。你对她出手了？我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她，本来也没想过跟你这个蠢货发生什么关系。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竟然抢走了我的女人。你一个垃圾天赋的废物，凭什么占有楚月？是不是很生气？我借你两个胆子，敢不敢来打我？那倒不用。还真敢动手，老子可是风家长子长孙，而且楚月还在我手上。陈峰直接化作75米的巨人，每秒增加300斤力量，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风铃秀惊恐不已，希望化不透。风铃秀压住，连他身上的护罩都发出了重复不住的吧唧声，然后即将破。不可能，这可是90级强者凝聚的混元光盾，曾经在千军万马中杀戮都毫发无伤。风铃秀刚发出所有能力场就变，死在城里，他毫无抵抗之力。再有1分钟护盾必须。老师，救我！此刻帝都军校之外，赵老师，我学生出事了，你先自己去执行任务，我先回去一趟。赵柔萌，你疯了吧？为什么对我出手？学生和学生较量，老师和老师较量，多公平啊！原来你是故意骗我出来，然后找人对付我学生。我知道风家和你学生有仇，但他们……别瞎猜，我没找人对付你学生，是我的学生在向你学生请教。这会儿应该刚开战才对，怎么都开始求救了？你教的都是什么废物？中年老师恨得咬牙切齿，但也不愿意过多纠缠，寻找着机会逃走。别想了，我火力全开的话，除了咱们校长，谁能压得住我？那个小子变大超过2个小时的话，应该也可以做到，但你肯定不行，所以也别想着跑了，跟我来一盘紧张刺激的飞行棋。风铃秀胸口闪过一道光芒，消失在了原地。空间系的宝物到底是战神家族，好东西真多啊！陈峰看着四周，不知道风铃秀被传送到哪了，实在找不到他，只好缩小身体，往嘴里塞了一把冲击药丸。他的存货不多了，本来想要敲诈风铃秀一波的，没想到这小子还有传送。而此时风铃秀已经逃到了自己家里，他的空间宝石变得极其暗淡。这个极品宝物最多使用5次，而现在只剩最后一次了。该死的陈峰，害我丢了一条命，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喂，风笑，把楚月给我送来，我要让陈峰知道什么叫痛苦。随后陈峰来到了帝都风家。站住！战神家族不得乱闯！战神家族果然了不起啊，这么有钱，我找风铃秀借过。不借。他们的一共4个50级的觉醒者，此时1个倒地，另外2个察觉不对悄悄后退。哼，不过是力气大点，有什么了不起的？风铃秀，我来了！走进院子里，陈峰看着眼前的小山，顺手就给拔了起来。他四处看了看，瞄准了其中最高大的一座建筑。看爷的3分球！小山仿佛流星坠石一般飞射过去，那速度绝对超过了音速，一旦砸中，方圆数百米都要变成大坑。什么人胆敢来风家作乱？我是谁？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我是陈峰；如果从伦理学的意义上来说，我嫩爹。各位不是一心想要我嘎吗？怎么我来了反倒装不认识？陈峰，你放肆！我是镇妖军军长，你只是个队长，按规矩你该给我行礼的。行，等一会儿弄嘎你了，我多给你烧2斤报纸。你找嘎是吧？不要以为有点功勋就了不得了。
陈峰，之前和平会拉拢你，我就觉得不对。可当时镇妖军高层都觉得你不会反叛，还想给你一次机会。没想到啊，我们都看错了你。你这个混蛋竟然公然造反，企图残害战神家族。那邪教的饭就那么好吃，染血的钱就那么好拿吗？老子是邪教，当初和平会入侵北方4城，3城沦陷，横城要不是因为我，早就成为第4座沦陷的城市了。当时你们干什么去了？老子进入帝都军校念书2月，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竟然连剩下的3座城市都没能收复，最后还是我去新城帮你们解决了那占据城市的怪物，又扛住了和平会对你们挖下的反扑陷阱，生生挽救了数万镇妖军。结果因为和平会要拉拢我，就认为我会反叛，取消了我的丰功伟绩。各位要点脸吧，别让你们的子孙辈瞧不起你们。陈峰这一番话骂得在场所有人都脸色铁青，远处的围观众人也是哗然。早就听说新城收复这件事了，可问半天官方，他们都没有说出具体情况，闹了半天，原来是要雪藏功臣。女觉醒者感觉计划脱离了掌控，且无法反驳，直接出手抓住这个邪教徒。哟，他急了，你个混蛋！不会说话就滚开，整天就知道添乱。不要以为有点功劳就了不得了，横城和新城能收复，乃是无数镇妖军的功劳。你口口声声说全靠你，这那些镇妖军于何地？军长，你现在敢去问问那些镇妖军，收复新城是谁的功劳吗？我是在问你，你知不知道那场战斗我录像了？镇妖军在能做到实时监控新城的情况下，被敌人反包围而不知情，这事儿可是新鲜。所以为了防止镇妖军高层出现问题，我把当时战斗全面录像了，还和当时的军长也有联系。要不咱们现场放出来给大家瞧瞧录像。军长不敢说话，在场众人也不敢回应了。少废话吧，拿下他！果然邪教之人就是能说会道，善于蛊惑人心，抓住他！几位，我这段时间闲着无聊，琢磨了一个新招数，请你们尝尝鲜。大风车，陈峰张开双臂，竟是在原地疯长。达到了40多亿斤的力量，女觉醒者还没出手就被卷入其中，被撕扯成了重伤。情况不对，先退！别跑啊！您是长官，应该身先士卒。军长毫不犹豫的转身就跑，陈峰将龙卷风将正要逃走的军长和战士家的一切高手都有在。放肆！竟敢在我战神家族动手！这么久才出来，还带着一身装备才敢来。老觉醒者倨傲的看着陈峰，刚想放句狠话，没想到触发反伤10%。真以为拿着一把好刀就了不得了？小子，这是你自己找茬的，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老夫的能力。你竟然用宝物，无耻！别急，还有更无耻的呢，我还会把你手里的宝物也抢过来用。黄口小儿废话不断，该嘎！这次反伤触发98%。八爷爷，八爷爷，风灵秀滚出来吧，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放肆！我们是帝都镇妖军，你已经触犯帝都法律。我是帝都军校学生陈峰，我女朋友被封家绑架了，来此正是为了救人。风灵秀直接冲了出来。陈峰，你竟然来战神家族胡乱造谣，活腻歪了吗？陈峰正准备对他出手，忽然一股仅仅是散发出一丝气息，就让他有种无法阻挡的感觉。封家的战神终于出现了，看到没有，这就是出言不逊的下场。陈峰脸色凝重，身体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如果我真被重创，那反伤效果会不会把战神一换一带走？还没等他算明白，遇到身影。战神来搞我家的学生，是看得起我，还是看得起这小子？这一刻的他，仿佛化作一头呼啸苍天的巨兽，身上散发出煌煌威严，竟是生生将战神的力量顶住了。陈峰明智的选择缩小身体，但也维持在4、5米的状态，这会让他的力量一直增加。小周，再对抗下去，你可就要踏出那一步了。我要是成神了，第一个先揍封家这没用的孬种战神。说我孬种，也不知道是谁得罪了强敌，被吓得至今都不敢成就盖神境界。那我成神，你跟我一起去战场，敢吗？行了，你俩够了。那小子，劝劝你老师。是在说我吗？不是你还有谁？老师，你别打了，人家一个战神这么半天都打不过你，很丢人的。到时候民众就会认为封家的战神是一废物，会对所有的战神名声都造成巨大影响。你找嘎是吧？是啊，快来对我出手，我等不及了。我。风灵秀气得直哆嗦，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陈峰，我是让你劝解，不是拱火。你们一个个的平时高高在上，称呼自己什么战神，什么无敌，什么镇守大侠，现在遇到问题让我一个小孩子来解决。来，告诉我你是哪尊神明，回头我向您学习一下，这甩手掌柜当的妙了。你放肆！陈峰，不要对战神胡说八道，那高高在上的神是你能诋毁的？你打得过人家？人家只要趁我不在的时候，随便想个招就能弄跟你。忘记你救了新城和横城，却被当成邪教奸细防备了。忘记你在来帝都军校的时候被人劫击了。忘记你在黄泉秘境帮后土尊神的时候，被封家的人收买堕落者围杀了。都让人收拾这么多次了，还敢辱骂战神？道歉。老师教训的是，各位神明，我知道错了，你们放我一马呗，我算是想明白了。横城和新城沦陷，你们都不肯出手，肯定是在布局，是我破坏了你们的布局，我太不应该了。所以这功勋真不该给我，应该给风灵秀。虽然他什么也没干，但就凭着血脉传承，也该给个奖励。让我们坐下来聊聊，
谁的错就追究谁的责任，绝不偏袒。不敢不敢，都是我们的错，谁让我们不是战神呢？我都说了要审理了，你还要怎么样？关键证人都没了，你审个毛线？老师，你话说早了，这风灵秀在黄泉秘境害了我之后，担心我会来找他麻烦，竟然绑架了我的女朋友，我来这里就为这事儿。他还干了这傻缺事儿呢，那审必须审。风灵秀脸色铁青，他的手背在身后悄悄发消息，让自己弟弟放了楚月。我问你，你抓他的女朋友了？怎么可能啊，爷爷，我怎么会做那种事？你说他抓了你女朋友证据呢？对呀，你总要拿出证据。你上门就动手，打完人还栽赃，真是欺负我风家心善吗？今日拿不出证据来，此事绝对不能善了。就在此时，陈峰接到视频通话。你没事啊？陈峰，你不说他被绑架了吗？你在哪呢？我来风家找你了。不用去了，我被老师救下来了。是风笑得到了他哥哥的命令，想要把我迷晕，然后让风家的人把我带走。但风笑碍于你曾经在新城救过他一命，虽然把我迷晕了，却没有对我下手。楚月解释完，将摄像头对着面前的风笑照了照。陈峰，你救我一命，我已经还给你了，以后我不会再对你手下留情。风笑一抬头，看到了画面里脸色铁青的风家，风笑顿时傻眼了。行，你还不赖。战神大人，您看，是诬陷，对，这是诬陷。你看我弟弟一脸的伤，分明是屈打成招。对，没错，我也觉得是屈打成招。陈峰，有本事你拿出真正的证据来啊！这件事，我相信镇妖君会调查清楚的，不用你们多嘴。风灵秀，你跟着镇妖君走一趟，是你做的就交代，不是你做的也不用怕，没人能诬陷你。爷爷，请相信孙儿，这件事绝对和我无关。你也跟我去一趟吧，毕竟是证人。等等，你觉得我孙子作恶可以报警，可以找我质询，可你这样闯进来捣乱，破坏了我风家的财产，是不是应该赔偿？队长，我说的这话没问题吧？怎么着？要不老师帮你背债，反正我债多了不出什么。奇怪，我怎么会在这？坏了，我竟然被邪教控制了！那些该死的邪教都操纵我做什么了？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老师，您救我啊！我被邪教控制了，好可怕！什么？该死的邪教竟然控制我的学生！我要带你回帝都军校进行全面的检查。站住！你们当谁是傻子呢？不是你们怀疑我保护恒城和新城太过巧合，实力变异的太过可怕，可能和邪教有联系吗？恭喜啊，你们猜对了，我竟然真的被控制了。没说过，镇妖军内部也没这个意思。那我为什么不能评为镇妖军之星？你这两件事毫无关系。再说，你就算是被邪教控制了，也要赔偿风家。放心，我保证会和镇妖军一样公正。风战神应该不会怀疑帝都军校吧？要不我让校长和你说说。滚！帝都军校他惹不起，随便一个战场回来的帝都军校战神都能吊打他们8个战神，终究还是被赵柔萌带走。这个学校的校长住在太阳之城，每个想找校长办事的人都得送到太阳上去。老师，刚才他们说你不敢成战神是什么意思？我之前去混沌战场历练，结果无意中跟了一个强大异族的子嗣，那个异族就一直在追查我的踪迹，只是因为有大虾的保护，我才没有暴露。我如果成就战神境界，会闹出很大的动静，就会被那家伙注意到。陈峰叹息一声，满是柔情的看着赵柔萌。老师就是因为心里难受，才用赌来麻醉自己吧？那倒不是，我天生喜欢赌来着。不过我也是真憋屈，要不是那个该死的异族，我成就战神之后，谁还敢找我要债？陈峰不再多嘴，很快两人就回到学校。回家歇着去吧。啊，连个审问的过场也不走啊？你当这里是镇妖军啊？走什么过场？你说的对，镇妖军那边顶多也就走个过场，可我还是想让风灵秀嘎。镇妖军明令禁止对同学下狠手，你们只能相互切磋，但不能灭掉对方。当然，如果你能前往校长室，为校长要来干掉风灵秀的权利，那就另当别论了。那里有什么阻碍？你看那玩意儿像什么？像太阳？卧槽，那该不会是真的太阳吧？校长掌握了战斗系自然类的空间能力，所以从宇宙里搬了个破损的太阳回来，但为了防止出现问题，就用空间折叠能力保护了起来。所以你看着那东西距离很近，其实和太阳距离地球的真正距离差不多，大概是1500万千米的距离，单靠人力过去，恐怕得累死你。不想让去就直接说，怎么还搞这一套？虽然吐槽，但陈峰还是缓缓将身体变大。怎么的？你打算蹦上去？是的。别闹啊！我认真的，1万亿斤的力气应该就足够了吧？不够。为啥？你从这里蹦到月球，这个力量大概足够呢。但想要前往太阳上，至少是1万亿的200倍。你试过？以前被异族追杀的时候，想过找校长帮忙，结果没能上去。好，那这次我就帮你一起说了。
想嘎他不用这么费力的，很快就是空岛秘境每10年一次的开放期，那家伙一定会去。我想光明正大的干掉他，不想跟他一样搞偷袭，而且我还得帮你呢。那你需要什么？食物，我肚子饿了。等着。陈峰站在原地，望着太阳安静的等待，他的力量在急速的增长，但距离200万一斤的力量还差得远。而这一举动吸引了很多学员注意，他们很想知道陈峰在做什么。秦商好奇的走过来，陈峰，你把子机搞这么大做什么？在积攒力量，我要去校长办公室。周围学生顿时一片哗然，去校长办公室可是所有帝都军校师生的梦想。据说真正上去的不超过5个人，而且都早已成就战神境界，前往混沌战场了。半个小时之后，赵柔萌带着一大堆高级能量肉。吃吧，不够找我要。你从哪弄的？我告诉那些人，我要成就战神了，他们主动借给我的钱。陈峰知道赵柔萌成战神后，那些人就能说自己是战神罩着的。他们不知道你成了战神就会被追嘎。不知道啊。陈峰为那些巴结赵柔萌的人默哀。此时封家不要惦记楚月了。爷爷，住口！你还嫌闹出来的动静小吗？这次压下陈峰的功勋，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力气吗？就因为这个，我们甚至被很多高层怀疑是奸细，已经在接受调查。再闹大一点，实拍是我们都要遭殃。怎么会？谁敢调查你啊？你以为我在镇妖军就没有宿敌？天下就我一个战神。这话说的风铃秀哑口无言，也是憋屈无比。你是 S 级，注定是未来的战神，做事情就有忍耐性，以后有的是时间，为什么非要急于一时？可那陈峰成长得太快了。这家伙确实是个天才，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付。这次他亲口承认自己被邪教控制，这就是个机会。而且他的嚣张和狂妄已经引起了几个中立台高层的不满，只要我在煽风点火，必然能将他们拉拢过来，到时候就能直接把陈峰定为叛徒。原来爷爷也在暗中努力帮我。这几日你先回学校去吧，在学院里他不敢对你如何的。啊，他不敢干我，可是敢揍我。窝囊废，你一个 S 级，他做什么？不给你点压力，你怎么成长？好，爷爷，我去，大不了跟这小子拼了。这指环是一个99级觉醒者制作的，它可以将你受到的伤害转移到其他地方，只要你想新鲜，足以导致你安然无忧。爷爷放心，我最忌惮的就是陈峰那巨大的力气，有这东西我就能秒了他。对了，爷爷，这伤害转移应该也是有上限的吧？单纯肉体力量的话，他在混沌战场抵抗过的最高纪录是50万一击，要是还扛不住陈峰，咱爷俩一起扎特所里嘎掉就算了。风铃秀戴着戒指，自信满满的回到了帝都军校。是神社的社长司徒浩听到消息后也打。你怎么回来了？社长，我凭什么不能回来？你这个时候回来确实有些不合适。怎么嫌弃我输给陈峰，给你们丢脸了？哼，别忘记你们求着我加入的时候是什么嘴瘾。再说上次我只是被陈峰险胜一招，如果他还敢来，我怕就让他跪在地上给我磕头认错。他短时间内大概不会来找你了。什么意思？去出任务？司徒浩没说话，走到窗口往外一指。陈峰，他在那站着干嘛呢？基利，他要去校长办公室申请嘎你的名额。去校长室要嘎我的名额？先不说他上去都是痴心妄想，校长又凭什么给他这个权利？你来学校这么久了，还不知道学校的规矩吗？只要能上校长室，你的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那我也不信校长会放弃我这个 S 级。司徒浩没说话，他感觉这风铃秀脑子秀逗了。社长，你去帮我发布一些帖子吧，我要约战陈峰。这个之后再说吧。其实这次来找你，我是有一件事要说。说吧。我希望能收回你手里的社团徽章，这是社团所有人投票决选的结果。什么？大胆，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你和陈峰的纠缠仇恨我们不管，可你竟然绑架他女朋友，这让社员们都觉得影响不好，会损坏是神社的名声。就因为这么点小事，你们就要放弃我这个 S 级，真是一群鼠目寸光、不识抬举的东西。你一口一个 S 级，好像全世界就你一个 S 级似的，帝都军校好多了，知道吗？本来我还想着大家都是同学，留点面子以后好相见，你跟我这扯什么犊子呢？你自己什么玩意儿，自己不清楚吗？是神社因为你现在都成学校校领了，不开除你开除谁啊？风铃秀大怒，举拳就要出手。怎么，陈峰揍你还不够，还让我来？找吧。司徒浩是90级的老臣，对付一个风铃秀简直太简单了。难怪你敢对我出手，身上有转移或者无视伤害的装备，只可惜我想要收拾你，方法有千百种。不愧是战神家族出来的，实力怎么样？先不说，这装备是真的多。风铃秀借助装备将自己的攻击扩大，司徒浩只好避其锋芒。
陈峰，你站在这里搞什么鬼？今天我就在这里，你可以尽管对我出手。只要你发誓你爷爷不会出现，我现在就可以弄嘎你。你凭什么约束我的爷爷？不能因为你没有爷爷，就想让天下人的爷爷都不能存在吧？陈峰却很是冷静，不予回应。既然你看我不爽，我也看你不爽，不如你我约战一番如何？没兴趣。是没兴趣还是不敢？你之前不是很勇吗？现在怎么怂了？那就半个月后约战，敢吗？行啊，说好半个月之后天下武道会会场见，不要失约啊！不会的。所有人很快散去，只有陈峰还站在原地积蓄力量。终于在第13天后，陈峰的基础力量累积到了230万一斤的力量，光是呼出的一口气都好像是台风过境，可怕无比。我去，这家伙是真生生跳上去啊！倒吐息。我觉醒肉身增幅天赋，每分钟甚至能力100%。陈峰在空中利用踩踏空气产生的爆发力向上，终于陈峰往哪个地方，却只看到一个办公室孤零零立在那。陈峰立刻冲过去，礼貌的请上。校长，请进。累了吗？喝口茶。怎么看到我好像很惊讶的样子？是，我还以为您住的这么远，是个很高冷的人。要不是为了维持住这个太阳，我也不会在这里。这太阳很重要吗？我在量化它，想要让它成为我的武器，这样以后战斗的时候，我掏出一个太阳砸人，那场景想想就很震撼人心，对吧？你来找我什么事儿？我想嘎一个人，需要你的权限。谁呀？风战神的孙子风灵秀，当然，他也是帝都军校的学生，我和他有化不开的仇恨。行啊，我说过，有谁能到这里来，就能提出自己的要求，那自然要兑现承诺。陈峰有些没反应过来，这校长也太不把风家当回事了吧？怎么，你不会干不掉他，想要我帮忙吗？风战神确实是个麻烦。哦，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我老师是赵柔蒙，他在混沌战场上因为杀了个强大一族的子嗣，导致被追杀至今。为了防止那个一族找麻烦，他甚至都不敢突破到战神境界。所以我想问问，您能帮忙吗？年轻人，你可有点贪心了。现在已经3个要求了，一是让你灭掉风灵秀，2是帮你拦住风战神，3是帮你老师挡住一族。我只能同意一个，你选吧。可我老师本来就是帝都军校的人，您帮忙不是应该的吗？你说的有道理，所以你选第3个。不是，您怎么还故意把人往坑里带呢？年轻人，是你脑子转得慢，怎么能反过来责怪我这个老人家？陈峰思考了一下，要是赵柔蒙成为战神，相信风战神也不敢乱来。校长，我老师突破境界时，你斩杀了那个来捣乱的一族吧。行，去把赵柔蒙叫进来吧。陈峰看看校长，又回头看了看办公室的门，他迟疑的走过去将门打开。门外已经不是太阳之上，而是帝都军校。这空间能力简直太强了。陈峰立马联系赵柔蒙，不到1分。你小子真跳上去了。很显然是的，校长，请你进去。校长找我做什么？因为我选择的是让他帮你对抗一族，成就战神境界。老师，以后我就靠你罩着了。那你不高风灵秀了？嘎，但我都有个战神老师了，还怕什么？赵柔蒙凝视了陈峰学姐。不到5分钟，赵柔蒙就出来了。我要去找个安全点的秘境，突破到战神境界了。你和风灵秀约战的时候，我应该能赶回来。老师，你安心的去吧。回到别墅后，陈峰给楚月打了个电话。我和风灵秀的战斗有没有谁开局的啊？我想去赌一把。有啊，我帮你下注吧，你出来会引起很大注意的。你要压多少？去帮我贷款，能贷多少？全部压上我赢。这一次我要赚他个盆满钵满。2天时间一晃而过，赵柔蒙和校长还没回来。陈峰走出门外，就看到一群人等着他。你们干嘛？他们是来帮你壮声势的，以免你刚出学校就被人偷袭。多谢了。这些学员是学校3大社团，都是看风灵秀不爽的。风灵秀也独自的走出来。切，你倒是在这里找了一些狐朋狗友，只可惜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他们帮你也没什么用。3大社团的人被这话气得不轻。要是把身上的装备卸下来，这里一大半人打你跟打鸡似的。我风家有的是底蕴，凭什么你们没有？就要求我跟你们这些穷鬼一样？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8个战神家族就你这个风家的被人人喊打，就是因为你窝囊啊，大兄弟！我会割了你，当众嘎的，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不过是个卑微的邪教徒。此刻武道场已经围满了观众。各位安静一下，我有话给大家说。不要说挑动民众情绪的话。你是在威胁我，当着这么多人威胁我。既然当众威胁战神后人，你是不是也加入邪教了？团长冷冷扫视人群。
转回来审问，公开辱骂镇妖军长官，也是触犯法律。周围的人都傻眼了，谁也没想到这团长真敢开枪。你这是偏袒陈峰。团长轻蔑地看了一眼风灵秀，并没有说话。风灵秀也反应过来，这肯定是镇妖军高层的意思。今日我必定斩了这个邪教徒。众人顿时兴奋无比，跟着振臂高呼：干掉邪教徒！说得好，风灵秀，我们支持你。看我，看我，我爱你啊，风哥哥！众多围观者不断的大喊，彰显风灵秀好像很人气。陈峰，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没什么好说的，看看都被吓得不敢说话了。就是啊，别害怕，说两句。那行，风灵秀，我嫩爹。这话一出，现场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两位，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吗？我什么时候都能开始，看他呀。开始吧。老吐息。这么点力量也敢嚣张，给我死！风灵秀的被龙鳞战甲挡住了不说，还触发了保护门。你爷爷太小看我的反伤能力了，以为给你个伤害转移的装备就管用。我的反伤能力可是直接返还伤害，而不是反弹攻击。风灵秀脸上露出惊骇之色，难怪陈峰如此肆无忌惮。与陈峰攻击，虽然他的身法，但关键是力量对冲，而不是这种拉手。基本上每隔1分钟，风灵秀就要被踹一次，终于在一次失误中被陈峰抓在手中。你敢动我，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说你的遗言吧。我是战神家族出身，我是 S 级，你不能杀我，我爷爷会捉你全家。陈峰见到风灵秀没什么可说的了，抬起脚就踩了过去。突然一股恐怖的气息盘天而降，束缚住了陈峰。小子，放过我的孙子，然后装成重伤倒地。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风战神，你太贪心了，想让我放过你的孙子就够不要脸了，还想让我装受伤，让你的孙子失败的体面一点。相信你也应该知道，我的反伤能力可以跟你1换1了，有本事你打我试试看。除了同级别的战神，没有人能察觉到我的力量，我可以轻松干掉你，且没有人知道。而其他几个战神，你觉得他们会帮你吗？可以啊，来。真以为我不敢干你吗？风战神，有种你就干掉我！在场众人闻言全都哗然，没想到风战神还是来了。陈峰，我一定会嘎的你，一定会。风战神，你这种垃圾还想对付我的学生？那我宣布，从今日开始，大夏只有7尊战神镇守。你竟然突破了战神境界，你不怕你个异族啊？不过是区区白眼族的族长而已，那种货色早已经被我的校长斩于马下。少废话了，我马上就要离开，今天我必须干掉你。赵荣萌，你也是战神，难道要伤及无辜吗？这本是我用来对付那个强大异族的，现在用来对付你，你该自豪。你们几个难道要看着我倒霉吗？快来帮我！赵荣萌，该走了。救我！等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行，尽快，战事紧急。我要去混沌战场了，今后你自己要小心一些。虽然镇妖军高层不会再敢对你出手，但和平会不会那么容易罢手？是，老师。这一拳足够你在梦里参悟个几年了。你比你师弟的成长之路要难一点，但你未来的成就未必比他弱。还有，你是师兄，回头你师弟有想不明白的问题，还要靠你教导。老师先走了，我会在混沌战场等着你们的到来。李苦很感动，他的能力是在梦中无限制的锻炼和模拟战斗，借此增强自己的战斗力。赵柔萌这一拳足够他领悟到战神境界。从此大夏少了2尊战神，混沌战场却多了一个传奇。以自己身份贷款了20个亿家主，而今天就是开盘的日子。楚月，你带的啥？就一些黑丝和几套内衣。我们是来分钱的，你拿这些东西干啥？你自己上软件查一下吧，我先去洗个澡。陈峰看了看手机上的赌注，自己赢的赔率是1赔10，也就是赚了500个亿。就在此时，楚月洗完出来了。咱们商量一下那个钱怎么分？一切听你的。我现在急需升级，而且需要大量的钱，所以给你和你妈平分100亿，剩下的我拿着，行吗？楚月自然是没有意见。分完钱后，陈峰立刻在网上下单，订购了大量的高级能量肉，几百亿转瞬间就花得一干二净。楚月见状，立马把自己的钱又转给陈峰。你先花吧，我不用的。你这样总让我有些吃软饭的嫌疑。那姐养你啊。可我不想吃软饭啊。那你想怎么样？ 3个小时后，
之前订购的怪物肉刚好送礼，陈峰便大口大口的狂吃起来，每吃一口就能增加过万的能量，这就是高能量的好处。除了贵没有任何缺点。很快陈峰的肉身增幅天赋升到了80级，力量572万斤，每分钟增加80斤力量，每次攻击必定触发随机暴击倍数，可巨人化80米，并且能汲取天地之力增强力量，绝对掌控65级，方圆65米范围内幻化能力无效，自然类能力减弱，附带随机比率的反伤效果。化身金刚体后站在地面之上，可借助地面之力始终维持状态。肉身增幅第3次蜕变，竟然觉醒了汲取天地之力的能力。陈峰马上跑到酒店体之上，瞬间化作一尊80米高的巨人，四周无数的天地灵气飞进他的身体，从每秒增加300斤到了3000斤力量的增长突破。仅仅10分钟，陈峰力量就突破到了100亿斤，而随着天赋等级提升，这个增幅速度可能还会更快。就在此时，一个陌生号码打来。陈峰，那场战斗我看了，你果然是个天才。你是？你们应该都喜欢称呼我为神奇者。你竟然会主动联系我，不和我嘎了和平会那么多人吗？弱者本来就该嘎，不是吗？你是强者，我和我的团队都很需要你的加入。只要你愿意加入和平会，我让你坐上会长之位，号令天下，美女如云，资源无穷，如何？加入你们？行啊，先来几万个一花花。你是不是觉得你处境很好？要你管吗？你刚才说资源管够，现在又威胁我，邪教就是邪教。和平会的会长每年赚个100亿还是不成问题的，且到时候各种资源也有很多，对你的成长是有巨大帮助的。不是，你们那么大一个邪教，一年就赚100亿？你对钱没有概念，我不怪你。要知道那些动辄号称市值上千亿的集团，现金流还真未必能有这么多。你该不会以为镇妖军会给你这么多钱吧？我不介意向你透露一点信息，他们甚至还在争论是否给你镇妖军之心的名号呢。关我屁事，我对镇妖军也没有什么期待。行吧，看来我们注定有缘无分。但你作为能入我眼的最强者，你可以猜猜我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吃屎吗？我要搞一波大动作，这件事和5国交流有关系，能不能猜到？什么5国交流？呵呵，你会知道的，好好猜。这5国交流到底是什么东西？陈峰赶紧上网查了查，大概就是5个国家会邀请各自国家的精英学员进行友好交流，各个国家会放开他们的秘籍，供他国成员进入和探测。陈峰一眼就瞥见了高丽开放的秘籍，高丽火龙岛，岛上有各种虫子、丛林、遗迹，而且那里的虫子几乎都在70级以上。这种虫子智慧不高，嘎起来应该很轻松，并且又是蕴含高能量的肉，大概够我吃几顿了。陈峰正准备下楼，忽然卫星腕表响了起来。喂，吃饭吗？我是镇妖军总司令吴国胜，有空聊聊吗？废话就不用多说了，真要想补偿我就给钱，如果是给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免谈。钱肯定会给你，那镇妖军之星的奖励不是给过了吗？以后也会按时给的。至于这次的事情，我要向你道个歉，你确实受委屈了，但我们也是出于保险起见，所以道歉的时候不要说理由，那样没有意义。看来你对我们意见很大，这不废话吗？行，那按照你的意思，我们补偿给你10个亿如何？你要是没事儿，就别耽误我时间了，行吗？你不嫌丢人，我都嫌可耻。10个亿打发谁呢？陈峰挂断电话，并且拉黑了吴国胜。司令，这家伙太目中无人了吧？您可是力排众议，要帮他恢复镇妖军之星身份，他怎么能如此没礼貌？也正常，毕竟年轻，且又受了委屈，有点脾气是正常的。不过，越是这种人，咱们越应该拉住。如果真的被他跑到了对头的那里，甚至被邪教拉拢走，那以他的战斗力，将会是我们天大的麻烦。要不让云月去呢？云月啊，再等等吧，先试着缓和一下跟陈峰的关系，送些好处给他。另外，也要从他的家人下手。恒城那边不是和他关系极好吗？多安排一些好处给他的家人和恒城，日久见人心，很快他就会知道我们是真诚的。第二天一早，楚月就回到了朱雀学院，陈峰也回到了帝都军校，等待着5国交流正式开始。这几天里，陈峰不断的修炼大力神魔拳，积攒力量。从未对外开放过的帝都军校，竟然迎来了一个棒子国和一个圣国的学员。陈峰得到消息的时候，刚从对战室随机挑战出来，如今他已经能闯到132关了，成为学校名副其实的第一。你好，传说，我是高丽国的学员有恩源。你们是来这找我的吗？是啊，我远在高丽国就听说了你的威名，很是崇拜你，所以想要见见能灭杀 S 级的存在究竟是怎么样强大。果然很帅。真牙美子更是主动凑过来抱住陈峰的手臂。你看，能带你个香港的过吗？我们对这里很靠近呢。抱歉，我没空。而这个真牙美子可不简单，从小就被精心培养，精通各种引诱敌人的手段。他这次前来就为了得到陈峰身上的东西，通过研究或许可以培养出许多力大无穷的战士。你讲，你真的力大无穷吗？没有，他们吹的。可是你直播击败风筝那一场，我看过，真的好厉害。真牙美子眼中闪烁着爱慕的光芒，语气里也满是崇拜。然而陈峰根本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肯定不怀好意。
回到别墅后，陈峰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5国交流已经开始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入火虫岛了？就在此时，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陈峰吗？是我，你是？我是云月，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吧？听说过，你就是专门帮镇妖军拉拢民间觉醒者的那个吧？你找我有事吗？我是负责接引这次5国学员的接待之一。真牙美子和有文然私自行动，去军校找你了。你见到他们了吗？来了，就在别墅外面呢。好，那你要小心一些，他们的目的并不纯粹。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了。随后，陈峰踏上前往火虫岛的飞机，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你说陈峰去了火虫岛？是，咱们的情报部门是这样说的。让你引诱他上当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不行，这家伙完全不上钩。不要紧，我们这次的主要目标是夏国第7星秘境里的科技图纸。不过那陈峰去了咱们的地方，可就由不得他了，去给他添点乐子。大夏这边知道了，会不满的吧？我怕他们也给咱们添乱。他是交换生吗？他通知高丽国官方了吗？这家伙自己私下去的，我们又不知道此事。他出问题了，下哪能赖咱们？柳恩然知道再多说只会惹弟子不满，乖巧离去。弟子给云月打了电话。这次进入第7行星的陪同者，我要求是楚月。我们已经安排了专人为弟子你服务，还请稍安勿躁。这点要求都不答应。抱歉，这一切都已经提前和贵国商议好的，临时换人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弟子坚持的话，我可以代为申请，但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弟子愤怒地将电话挂断。我有的是手段拿下楚月，并且将陈峰踩在脚下。大夏人，没人告诉你这里禁止外国人探查吗？那没人告诉你高丽和大夏达成相互探访的约定吗？看守打了个电话向上咨询。在里面小心一些，出问题的话，我们可能无法及时救援。另外，不要乱来。陈峰答应一声后进入了秘境。摆摊的小老头立刻对着远处使眼色，一支猎杀者小队马上尾随陈峰进入了其中。我去，怎么是他们？谁啊？我没看到。韦修山小队是那几个最残暴的家伙，他们每次出现都会造成腥风血雨，这次不知道又盯上谁了。那我今天还是不去火虫岛了，等他们出来我再来。我也是，等等我。秘境之中，沙滩上一群20-30级的虫子使劲蠕动，虽然它们的攻击力不强，但毒性却异常恐怖。陈峰每次轰出一虫就能震死一个，把周围的高丽觉醒者吓了一大跳。陈峰继续往岛屿深处走去，他此行的目的是那些高等级的火虫。很快就来到了一座大山之下，山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小洞，里面闪烁着红光，显然都是被火虫们啃食出来的藏身之地。感受到陈峰这个外来气息入侵，大量的火虫从其中飞出，全部等级都在50以上，周围的温度急速上升，瞬间就达到了上千度，其中一只正是超过90级的火虫王。火虫王竟然突破陈峰防御，点燃了他的身体，无论怎样都无法熄灭。陈峰瞬息之间来到火虫王面前，突然他感觉有人窥视自己，不由突击地朝里冲去。陈峰转头一看，远处一道身影急速离开。把火焰收走，不然你会死！火虫王被用力攥紧，不断的发出波动，随后连忙将陈峰身上的火焰吞噬。陈峰一把甩开火虫王，准备对其下手。突然，那种被锁定的感觉又出现，开枪必点，然而狙击手却消失不见。陈峰从狙击手身上搜出一张身份卡片，鬼修山猎杀者小队，朴不听。他发现对方身上还有个针孔摄像头。鬼修山小队看来只是高丽一个垃圾小队，就这点能耐也就算了，队友嘎了，半个屁都不敢放。嘲讽完鬼修小队后，陈峰再次回到火虫王这边，拿出那把狙击枪。吃完火虫王后，陈峰又将此地的火虫全部吃光，绝对掌控从65级升到了69级。随后再次踏上扫荡之路，很快陈峰竟然找到了一个遗迹。看来这里是高丽国的机密地带，没有对外人公布。陈峰刚想走进去，就感到一股恐怖的炎热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感觉身体都要融化，无法轻易靠近。思考再三，陈峰还是联系楚月过来。几个小时之后，好奇怪的火焰，我感觉到它好像能增强我的力量。进去吧，一切小心。楚月进去之后，远处有一米朝这边，都给我站住！你不能嘎我，我是弟子的人，你嘎了我，弟子不会放过你，我们大帝也不会放过你，你不可能活着离开高丽。那看来是弟子让你来嘎我的。没错，这里是高丽，你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弟子的对手。你们弟子这会儿就在大夏的，你猜我出问题后他会不会好过？大夏怎么可能敢对我们弟子动手？我已经通知了护卫队，你擅闯警戒禁地，这已经触犯了法律，我们可以把你抓。这时远处一个百人护卫队朝这边站住，禁止靠近。大夏和高丽公开交流，你们的弟子也进入了大夏严禁外传的秘境，难道你们想要打破公平交流的协议吗？营长，弟子要求嘎了他，另外他的那个女人在禁地，似乎是要取出传承，放箭吧。
营长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之色。原来是交流生，这是个误会。你先缩小跟我们出去，我们会向公众解释这件事。陈峰看着那营长连弓箭都没有放下，就知道这家伙。团长，刚才派驻进火虫岛秘境的营队完全覆灭了，而且是在短时间内全部覆灭，怀疑是火虫岛秘境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样吗？我看看有没有留下最后影像。竟然是大夏人，会不会是弟子要求嘎掉的那个家伙？就是他。既然敢再次放肆，那就更不能让他活着回去。大胆夏国人，在我们的地盘上还敢如此嚣张！怎么？我应该跪下求你们放过我？可以啊，只要你跪下投降，我们可以考虑放过你。行，我跪下，你们别打我。不好，二营长，你特娘的快开炮啊！军团长和所有护卫队就这样消失了，要不是看到案发现场，都不知道他们存在过。而楚月这边正好吸收完大殿里的能量冲了出来，陈峰走上去将大殿捞起，牌匾之上赫然写着周帅公。这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吗？怎么会掉在这里？陈峰抖了抖大殿，掉出来一个葫芦，很明显其中装着的是炼制好的丹药。陈峰一股脑的全倒进嘴中，丹药的能量瞬间爆炸，硬生生将肉身增幅提升了3级，绝对掌控升到了80级，完成了第3次蜕变。也就是说，在陈峰绝对掌控范围内，敌人会被强制减弱。你怎么变得不同了？托你的福，捡到3颗仙丹，提升了实力。是我托你的福才对，我的等级直接飙升到了80级，而且涅槃之火也变得更强，还多了很多的特性。走吧，我们先回去，待会他们战神过来就麻烦了。云月，你们回来了，我在这里等很久了。你在帝都军校的女朋友？不是。哦，我还以为来宣示主权的。那个，我是代表镇妖军来问询陈峰一些事情的，当然不是审问，更不是质问，而是了解一些情况。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高丽的弟子不知道抽什么风，先是派了鬼修山小队暗杀我，又派了高丽驻守火虫岛的护卫军围剿我，所以我把他们收拾了。果然是弟子搞的鬼，其实之前我就有些猜测了，毕竟他多次骚扰楚月同学却没得逞，难免会对你出手。那既然如此，我还得找他麻烦。咱们可以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吗？姿势体大，你这次真不能由着性子乱来了。如果你是想劝我放弃对付弟子，那我建议你还是先放弃吧。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别让我对镇妖军彻底没有半点好感了。等陈峰离开后，云月给司令吴国胜打电话，并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我们既然想要拉拢陈峰，那就不能太过小气。如果陈峰真是给钱就能拉拢，咱们也不会放心拉拢他，对吧？您真要帮他对付弟子？不会，这是小孩子之间的冲突。堂堂大夏欺负别人国家的一个孩子，传出去咱们就成国际笑话了。但陈峰干掉弟子之后，高丽如果找战神报复他，就到了咱们出场的时候了。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拉拢住陈峰。但凡他被国外拐走，那就是咱们无比巨大的损失。云月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陈峰先把楚月送回来朱雀学院，然后直奔5国交流生的住处。迎宾酒店规定，所有进出者必须严格登记，外人进入还要提前申请。请问你有准入证明吗？我是来找人的，你把那个自称弟子的家伙叫出来。稍等。士兵立刻通过电话联系内部人员，很快就得到了回应。抱歉，弟子文高远不在迎宾酒店，无法接见你。不在？去哪了？客人行程信息我们不会对外泄露。陈峰正在思索这家伙会去哪里的时候，李苦忽然打来电话。陈峰，你在哪呢？我在迎宾酒店，怎么了？听说弟子去了朱雀学院，恐怕是去找楚月了。你最好去看看，这家伙挺强的，要小心点。此刻朱雀学院内，各位，我是高丽弟子文高远。听说大夏人才济济，高手如云，我特意前来请教。但是看到各位的实力后，我只想说一句，在座的都是垃圾。赵天阳，领教一下弹丸小国弟子的厉害，竟然是堪比80级战斗系觉醒者的6.6加神将，可惜仅37级的赵。废物，连我神将的威严都顶不住，滚下去吧！你太过分了，对战而已，竟然下死手！这种活着浪费粮食的存在，有什么必要留下？你们要是不服气我的手段，尽管上来。再说你们大夏的陈峰耍阴谋诡计，残害我们的城市，我还要找他麻烦呢。现在你们怎么有脸说我光明正大的挑战不对？所有人只能暗自生气，一尊80级的6.6甲就如此恐怖，要是全部出现，岂不是能打一个军团？什么狗屁顶尖学院，都是一帮怂包废物！这传承自第1代高丽天帝的召唤能力，碾压无数天才，人们悲哀的想着，恐怕只有陈峰才能与之对抗1、2吧。看来朱雀学院是没人了，那本弟子就先走了。今天我就要脚踩4大顶尖学院，看以后谁还来你们这里读书，还要你们赔偿我们高丽的损失。弟子的发言让朱雀学院所有学员都愤怒。该死的，让我来会会你！
整整1个小时，朱雀学院的学生们就像是一个个不怕死的敢死队，鸣歌不停，却一个接一个的冲上来，然后一个个的被重创、被打飞。该死！你们这些混蛋都是吃饱撑的，这么想嘎吗？金甲神将，全都给我出来灭了这些废物！可也就在此时，天空中忽然传来一声嘹亮的凤鸣，一头火凤从远处冲了过来。召唤你的所有6丁6甲。只要你现在愿意臣服在我的脚下，我可以放过他们，也放过你，如何？愚蠢！金甲神将，上，抓住他！怎么会这样？放！你不能嘎我，我是弟子，你会引起2国纷争。楚月并没有丝毫的动摇，也没有犹豫，弟子眼见就要逃不掉，立刻掏出一个传送装备使用，恐怖的力量从其中喷涌出来，一只干瘦的大手从黑洞之中伸出，抓向了楚月，赫然正是高丽的一尊战神。抓住他，我要让他为今天的作为付出代价。楚月知道对方的厉害，急速的朝远处逃去。忽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高丽战神猛然一惊，转头一看，不，我要嘎了你！陈峰刚想出手，却忽然感觉到什么。火战神，他嘎了弟子，你要拦我吗？你要是不对我学员的学生出手，带着刚才那个蠢货弟子离开，他怎么会嘎？所以这件事应该赖你。火战神无数拳头落在高丽战神身上，将他打得鼻青脸肿。高丽战神被传送门局限，无法发挥出正常实力，只能被动挨打。在高丽方面做出妥协后，大夏高层教导火战神才罢手。火战神回头看了一眼陈峰，你小子行，先炸了人家一个城市，还把人家王位继承人给炸了。不过你以后日子不好过了。被盯上就被盯上，正好我发愁没钱呢。你怎么那么缺钱？陈峰没有解释自己的特殊能力，偷偷拿走弟子身上的一些装备后溜了。力量积累到了900，而这时候云月又代表镇妖军前来。我们想邀请你代表夏国加入探索第7航星秘境的队伍，有什么好处吗？你带队的报酬是5000万，当然在里面获得的一切归你。那还用你说吗？我去哪个秘境得到的东西不是我的？你去别的秘境也有那么多有钱的外国精英吗？懂了懂了，什么时候动身？你带队，你说了算。明天吧，不然我怕他们花太多我的钱。你别进去后就立刻出手，至少要等到他们破译了宇宙战舰。这次咱们的主要目标是战舰里的技术。好吧，再给我准备点物资。放心，肯定管够。第二天，陈峰乘坐专机来到第7行星秘境。漂亮国来了2人，一个叫皮姆，一个叫皮埃，不仅战斗力强悍到恐怖，还能心意相通。阿三国则来了个暴力小青年，岛国的则是真牙美子，一直深情地看着陈峰。各位都是各自国家的精英，平时难得相见，这次我相信也是英雄惜英雄，合作想必会很愉快。如果我破解了机密归来，可以请你共进晚餐吗？皮姆先生，等你们回来后，我会和很多首长一起陪你们共进晚餐，庆祝你们的凯旋。很明显，云月婉拒了对方。随后几人陆续走进秘境之中，按照前人探索过的资料找到那艘战舰。忽然一道反重力射线笼罩几人，将他们抓进其中。刚上战舰，皮姆皮埃就对视一礼，蕴含的杀意再也无法掩盖。蠢货，这里的门还有很多个呢。两兄弟脸色微变，没想到对方的感知这么敏锐。陈峰不管几人，打开其中一扇门看了看，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并不宽敞，似乎是为了给其他地方节省空间。陈峰知道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有用的东西也早被大夏带走了。几人终于来到战舰的驾驶舱位置，拆开它。拆吧。我是让你拆。让我拆？你当真吗？你还敢回了这里不成？那你可以看我敢不敢。够了，我们自己拆。快点干活，洋鬼子！皮姆听到这羞辱的称呼，眼神疯狂。皮埃则是死死按住自己的弟弟，对着他不断的摇头。你给我等着！是不是觉得你有用，我就不敢弄嘎你？嘎我？你以为我是弟子那个废物吗？如果说弟子的能力是召唤神，那我本身就是神，因为我的能力可是 S 级的天使，可见上帝圣光战胜一切。弟弟回来，我们先忙碌正事。不用担心，我倒是想要看看这家伙有什么本事。天使圣，我们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弟弟。哥哥，为什么要向他道歉？我们完全可以联手干掉他。不，弟弟！皮埃一拳将其锤爆，并取出其中的芯片，插入随身携带的一个设备之中。哥哥，我怎么了？弟弟，你已经嘎了。什么？该死的夏！抱歉，我弟弟口无遮拦冒犯了你，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歉意。干活吧。皮埃也不再废话，回到战舰操作台旁边开始查看情况。真牙美子看着陈峰在生气，默默走过来，从空间装备里拿出一套茶具，熟练给陈峰弄了一壶香茶。手艺挺好啊。你喜欢就好，我以后天天这样伺候你，可以吗？
陈宗没理会，只是静静的看着远处的皮埃。没过多久，陈宗只感觉脚下一阵摇晃，宇宙战舰启动了。陈宗赶紧冲过去，一把抓向皮埃。这是什么情况？这里是什么地方？欢迎进入7号星界，请选择是否改变形象。星界是什么鬼东西？检测到强烈的情绪异常情况，是否需要注入辅助稳定，还是退出网络？退出。下一刻，所有人再次回到战舰驾驶舱内。皮埃，你刚才是不是操作仪器接触到什么东西了？我不知道，天网闪烁的那些符号和文字我根本看不懂。陈宗知道对方明显在撒谎，他极有可能在传输数据。皮埃继续捣鼓仪器盘，没多久仪器就爆了。不好，这宇宙战舰有病毒。有个屁的病毒，交钱不嘎。这分明是皮埃带来的仪器主动自毁，不想让陈峰抢夺和读取其中的数据，但陈峰该读取的数据早已偷偷传送完毕，皮埃却毫不犹豫转身跑走。交钱不嘎，我不相信你。要么嘎，要么选择赌一把。我给钱，我给。皮埃赶紧打开账户，将所有钱转给陈峰。328亿够买你一条手了。我只有这么多，你以为我是弟子那家伙吗？我倒数5秒钟还拿不出钱或者有价值的东西。算你狠，我这里还有漂亮国给的1000亿的活动资金，这已经是我最后的钱了，再就是身上那些东西了。行，那就一起拿出来吧。随后陈峰回到战舰之中，阿三狞笑着看着陈峰，你知道的，我们国家很穷。那就去嘎吧。皮埃，刚才那数据传输回漂亮国了，对吧？这里还能用吗？不能了，那是将中枢整体转移的手段，这里估计就变成一个空壳了。如果我没猜错，你弟弟是假的吧？是的，他只是一个仿生机器人，用来迷惑外人的。可你弟弟刚才展示了能力，仿生机器人也能拥有这种手段吗？因为我可以将我的生命转移到任何物体上。当时我们国家考虑的是，如果数据无法读取，就让我将自己的生命转移到宇宙战舰之上，这样我就能控制战舰了。不过数据转移出奇的顺利，大概天网和宇宙战舰这个势力有什么关系吧？陈峰不再多问，继续从走廊里一步步回去。等等，刚才那里的门没打开。陈宗猛地看去，果然一扇大门被打开了。陈宗几人连忙闯入其中，而里面的景象彻底将几人震惊，竟然全部都是飞船。陈宗立刻开始寻找机舱入口，结果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入口。红泥匠，这边有钥匙。陈宗惊喜无比，立马冲去取走所有钥匙，然后跑到飞船旁边一个个试，在试到第37个的时候，其中一个飞船叫了一声，随后机舱门缓缓打开。陈宗坐上飞船回到地图军校，剩下的就交给镇妖军处理。看守阵上战士连忙阻拦。是我，陈峰。你从哪弄来的战机啊？第7行星秘境里，这是智慧号，一种超级科技。你这战机有什么能力？哦，要是不方便说就算了。没什么，无非就是科幻小说里有的它都有，高度智能、空间跃迁、超光速飞行之类的。你这是发达了。陈峰笑了笑，再次回到战机上，进入了帝都军校。回到家中，陈峰按照1号指示组装设备，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磁场区域。星界网络构建成功，是否立刻进入？进入。欢迎进入7号星界，是否改变形象？1号，这是什么意思？星界划分区域，类似于星系。7号星界就是这方星界在外界的称呼。这里是进入7号星界之前的中转站，可以改变形象，不过不可以改变种族。陈峰立刻将自己的形象改变，随后进入星界之中。而这里很明显就是荒芜的原始星球，煤矿、石油等资源到处都是。这里的资源都能随便开采吗？可以。这颗星球并没有所属的主人，但这里荒凉得很。您想开发什么？石油能源，我给你的资料库里应该有。石油能源是最垃圾的能源之一，在宇宙中并不值钱，可能整个星球的石油能源加起来也不过价值0.1星辰而已，为什么要开采？好吧，那算了，我可以离开这个星球吗？我想去外面看看。可以，只要您的实力达到了地球规定的战神级，就能御空飞行离开这里，或者这个星球有可以使用的宇宙飞船也可以。但经过我的检测，这星球很原始，很荒凉，并没有可以供应离开的宇宙飞船。陈宗正无奈呢，忽然抬头一看，远处竟有2个人正在飞行。警报！警报！敌人发现了主人踪迹，请立刻逃离！请立刻逃离！陈宗毫不犹豫地变大，朝远处爆射而去。是战神级的敌人在进攻，主人请立刻逃离！主人的细胞在发生裂变，基因在进行重组，疑似中毒，疑似中毒！闭嘴，你个智障！这是我的能力，正在记录数据中，经检测，能力为基因重组。这个人族跑的还是很快的嘛，真好啊！1号，检测敌人的数据。检测完成，敌人是风魔神的第108个孙女风幼，战神级实力，天生拥有操纵风的能力，请立刻逃离！立刻逃离！人族的小老鼠，你跑得好快的，就是有点狼狈，快点，再快点！陈峰的力量不断暴走，11、21、30。该死的小老鼠，你不好好当我的玩物，竟然想要去丛林里！给我滚出来！好不容易出来一趟，碰上个好玩的东西，
没想到竟然就这么被干掉了。小姐，我们快回去吧，不然等魔神大人回来发现了，会很生气的。怕什么？这是星界，又不是真正的世界，我就算是死了也能复活的。再放啊，你不是很喜欢放吗？你到底是谁？明明还不是战神级，竟然能拥有这种实力！你管老子是谁？将你身上的宝物都交出来！原来是个贼，现在还觉得我是贼吗？有本事你就嘎了我，反正这里是星界，我不会死。但如果让我在现实中找到你，我会让你的全族都灭光。1号，在星界内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击嘎吗？无法做到。星界之内，任何的生灵都无法真正的嘎去，但主人可以折磨它，因为星界是100%模拟，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陈峰采纳了1号的建议。我已经拍下视频留证据了，给钱吧。不就是要钱吗？我给你。检测到星辰3000颗，红月草3株，山根1块，风之石5学1本，风魔战甲1套。下次别再遇上我了，再见。混蛋！该死的混蛋！区区一个人族，竟然敢威胁老娘！这小丫头偷偷跑去星界玩，怎么还发这么大脾气？这个老者正是风魔族当今的族长风谷。原来爷爷你都知道了，是孙女不好。如果孙女听话，就不会被人族欺负了。什么？哪个人族敢欺负我的孙女？不认识，我只知道她能变得好大，力量也很猛。爷爷他还拍了我很多丑照，威胁我给钱呢。好好好，欺负到我孙女的头上来了，等我去杀他人族1800的战神出出气。爷爷，你嘎了那些人管什么用？这家伙实力强得很，恐怕是人族的天才，你要针对他才行。这是那个人的画像，我建议您在混沌战场通缉他。乖孙女，我风魔族在混沌战场可是顶尖的斥候，想要找某个人简直轻松的很。我说个数，3个地球日就3个地球日，爷爷帮你把这家伙抓来。谢谢爷爷，可您要是没找到呢？哈哈哈哈！怎么可能找不到？不过真要在混沌战场找不到的话，爷爷到时候光着屁股在混沌战场跑3圈。陈峰这边无奈退出星际。我每次进入地点都是固定的吗？是的，第一次进入星界是随机匹配的，或者是按照某种不为人知的规则，但每个生物从第一次进入其中确认位置后，落脚点就固定了。正当陈峰思考如何快速突破战神境界保命时，莉莉亚回来了。莉莉亚，你怎么回来了？咒族已经完全归顺人族了，那个邪神也被后土干掉了，我在混沌战场也帮不上什么忙，干脆回来帮你。毕竟只有和你搞好关系，咒族和人族才能真的好好合作。混沌战场上有什么新鲜事情吗？有，最近风魔神不知道抽什么风，光着屁股围绕着混沌战场乱跑，因为这事儿让风魔神都成战场上的笑话了。对了，混沌战场上有辉月文明吗？你怎么知道辉月文明？那距离地球可上千光年呢，没有空间跃迁技术根本无法抵达，而且人家是狗大户，出产的能源售卖去各大文明赚的就盆满钵满，除非是吃饱撑的才会参与战争。我最近从一些遗迹里获得了宇宙战机，需要 S2 型能源。那完了 ，S2 能源虽然是通用能源，但你也买不起，那需要的货币和地球不同，至少1000星辰1块。我有。你有什么啊？你有，我说的星辰不是你想的那些陨石或者天上的星星，而是一种堪比能源的存。卧槽，你哪来这么多星辰？我进入了星界，从风魔神的孙女那抢来的。风魔神孙女？那风魔神光着屁股在战场上乱窜，该不会是你的阴谋吧？也许吧。如果这事儿真和你有关系，那你可算是立大功了。风魔族是混沌战场上最让人头疼的斥候，他们倚仗自己的特殊，可以潜伏在很多地方窥探军情。在混沌战场上，人族曾经多次吃过风魔神的亏，这次风魔神光着屁股四处乱跑，给了人族机会。有人族强者出马，重创了风魔神，让他暂时无法指挥风魔族。就在此时，李普打来电话，你总算出来了，快开新闻。1号，搜索最近所有新闻。和平会策反火战神，连嘎镇妖军18位高级将领，携带重要机密叛逃漂亮国。1号，联系云月。火战神带走了什么？从第7行星带出来的部分书籍数据，一部分武器，还有一架战机。你们是蠢货吗？为什么随便让人接触我的战机？不是你的战机被偷走了，是我们曾经从第7行星带出来的战机残骸。你从第7行星带出来的那些战机和武器，因为太过珍贵，被严格保护，哪怕是战神也没资格接触。只有那些书籍，因为普通科研人员无法解读，需要借助战神的力量，所以给了火战神机会。这还差不多。那火战神带走的那些东西影响很大吗？很大，因为那可能让漂亮国掌握超行星炮的使用方法。超行星炮杀伤力太大，一炮能够射穿月球，甚至能在混沌战场也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一旦掌控那种武器，漂亮国将掌握在地球的绝对话语权。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迅速破译宇宙战舰的数据，拥有自己的超级武器。陈峰挂断电话，从网上购买了很多高级能量肉，整整花了3000多个亿，终于将自身等级提升到了90级，还差10级，就差10级我就能成为战神了。剩下的时间，陈峰在帝都军校训练了足3个月，都没有一点异常发生，直到空岛秘境开启。此刻我肉身增幅91级，力量2150万斤，每分钟增加91斤力量，每次攻击必定触发随机暴击倍数，上限80倍，可巨人化91米，及天地之力增强力量。每10年一次的空岛秘境即将开启，传说里面有一把神灵的宝，但至今也没有人找到。这一次陈峰和秦商等人都想去碰碰运气，因为空岛位置极难防守，所以大夏干脆放给各国一些访问权限，但限定人数3人。于是其他国家总是派来穷凶极恶的罪犯捣乱，有些缺德国家甚至派来战神，而大夏也派出了诸天刀神代替。诸天刀神在80级时就在混沌战场使用这个战神，因为太古庙里遭到一场阴谋围攻，至今还没修复，也无法进入。此刻镇妖军内部机场，你见过诸天刀神吗？没有。我听说诸天刀神很不好相处，一句话说错了，司令都会挨耳光，是真的吗？在帝都的传说中，他可比你说这事儿要凶狠更多。别说话了，据说这位战神一向要求属下绝对服从，哪怕他不在也别多说，不然小心挨罚。小子，早就听说你嚣张跋扈的很，竟然还欺负我家的云月，我早就想要收拾你了。住手！我就知道你会乱来，不过我警告你，这次是带队进入空岛，你绝对不允许再乱来了，更不能再对自己人出手。我就是跟他开个玩笑，何必介意呢？是吧，兄弟？这么不给面子？没听到我的话是不是？不就是个小白脸吗？瞧把你给迷的！少废话，陈峰是镇妖军功勋，而且是大夏的未来，你对他出手是想毁了日后的一尊战神吧？你们这些个凡人啊，永远不理解神为什么会瞧不起你们。精彩绝艳的天骄，你以为我看得少吗？混沌战场上到处都是，那又如何呢？还不是因为太过自傲，迅速陨落，甚至有人无法领悟到死都不能突破战神境界。行了，赶紧出发。等等，这次上了空岛，我要求自由行动，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不如出发之前咱们先打一架。你知道在行动开始之前挑战统帅是一件多么该死的事情吗？我知道，所以我才决定在这里挑战你，而不是到了空岛咱们再开战，让外人看笑话。陈峰，你想要自己行动可以申请，没必要用这种方法。恐怕申请单独行动是假，你只是不爽我刚才瞧不起你，想要趁机报复我，果然是小孩子脾气。我没那个意思，你对我的评价那只是从你个人狭隘的角度出发，我不喜欢，但也不会在意，哪怕我现在打趴下你，你该不服气还是不服气，所以我何必因此而起争端？你值得我高看你一眼，我带你去个地方。星界。你竟然已经知道了星界。也对，你小子那么受大夏高层重视，说不定已经派你前往星界，提前接触混沌万族了。来吧。你小子力量竟然超过了10000斤，你到底什么怪物？我跟你拼了！卧槽！哥，我服了，您放我一马。你大爷的，我道歉了呀，我认怂了呀。刚才没收住，不好意思。你看出去后能不能说我赢了？当然，我会给你补偿。这不好吧？你也看到了，我女朋友、我兄弟都在外面，他们都那么信任我，都认为我肯定会赢。我要是输了，他们该多伤心啊！那可都是我的挚爱亲朋啊！你不同意啊？我是说加钱。你知道的，我也不太富裕，所以别要太多。100万星辰不多。什么？你当我是高富帅啊？100万星辰，你把我卖了都不值这个价。战神这么不值钱吗？我以为星辰很好获得。你小子，该不会是真的从别人那里敲诈来100万星辰了吧？那倒没有，也就是抢了8000星辰而已，9牛1毛。8000星辰还9牛1毛？你知不知道地球赚取星辰有多难？我们被外域经济封锁，就算是我们大夏官方的星辰储备，也不过20万左右。我从成为战神至今，在战场上厮杀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军功也才累积了不到300星辰。不行，你从哪弄来的星辰？咱们俩一块去抢，我给您当小弟，当牛做马都行，求您带我发财吧，峰哥，我的峰大爷。人家傻，被抢了还在去那里等着，就算是去，你猜会不会找一大群人等着弄你？有道理。不过既然你这么穷，那我就没办法帮你掩盖事实了。行吧，先出去。那个陈峰，你可以单独行动，其他人跟着我。怎么会这样？陈峰，你真的打赢了？你有事儿没事儿，赶紧忙你的去吧。在场众人顿时更加骇然，也明白了这场战斗的结果。记住，我们只有7天的时间，如果7天之内出不来，那就要等到下次开放才能出来了。所以，无论我们在里面有没有得到宝物，或者得到了什么不能及时带出来的宝物，都要学会放弃。时间一到，无论我出没出现，
无论我遇到什么麻烦，你都要及时离开，我有办法自救，明白吗？我知道，不会给你拖后腿的。此刻，其他国家战机也陆续赶来，将夏国战舰包围，隐隐呈现出一股威胁之势。诸天刀神毫不犹豫地按下激光炮，给老子道歉，不然我会放弃这次进入秘境的机会，让你们也进不去。你疯了吗？我刚才没说道歉有时间限制的吗？你们还有4秒钟。报警。行了，既然都知道悔改，那就每人再拿2点，每人给我2000星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Zhu Tian Dao Shen, we give you face, but you also need to know to restrain yourself to 1,000 stars. Why don't you go and grab them? 不错，我们已经给大家交过钱，不可能再给你。This is extortion. We can report it to the senior management of Daxia and demand a change in the team leader. 就算是敲诈他们，也是要讲方式方法的。你这样直接硬要，谁愿意给？那您教教我该怎么样？诸位别急，刚才刀神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所有人都给钱，而是要漂亮国给钱。你们也知道，漂亮国骗走了我们一尊战神，现在要让他这么大摇大摆进入秘境，我们大夏的脸还要不要了？所以请其他几个国家不要参与，这是我们跟漂亮国单独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们想要帮漂亮国出钱，我们也没意见。Do you really believe him? This is his scheme of sowing discord. He will turn around and ask you for money as well. 哦，各位可以先进去，请。你疯了吗？他们提前进去，可是能获得很多先机的。是啊，所以你给钱，我们就赶紧进去追啊。We just won't give it. What can you do? Are you really not going in this time? Always confronting us. 当然不是，别忘记这是谁的地盘。我们已经呼唤了大夏的空军部队过来，顶多还有几分钟他们就会赶到，然后负责包围你们。我们顶多是比他们晚几分钟进去，你们可就不一定了。给，我们给。峰哥，你看我，毕竟我是这场事件的发起人。回头给你200星辰啊，就200。别的不说，刚才我的手段你学会了吗？学到了呀。你看，我免费教了你本事，让你以后能有源源不断的财路，现在还赠送给你200星辰，我自己都觉得亏死了，你还不知足？好像也是哈，等我以后从他们身上弄到钱了，我也分给你。就这么说定了。桃花源记。这里是一个顶尖战神强者的精神世界，一切都是他演变出来的假象。你们记着，这里只是幻境，千万不要和这里的任何人产生交集。都玩过单机游戏吧？你们就当这是一个开放式游戏，可以进入别人家里翻箱倒柜的那种。所以只管找寻宝物，不要和人产生交集，明白吗？楚月等人都是神色凝重的点头答应，陈峰则独自离开探索。然而不远处2个外国战神悄悄地朝陈峰追去。2尊战神，他应付得来吗？放心，没问题的，咱们还是管好自己。空岛城镇之中，一个古代活到现在的战神，精神世界可以投射这么大的国度，这只怕是可以和后土他们并列的存在吧？检测到强烈的精神波动，检测到强烈的精神波动。是有人跟踪我来了吗？你个混蛋，整天来偷酒喝，老子打死你！打，往粪里打，真是会戏！警告！警告！检测到剧烈的精神波动，请立刻撤离！立刻撤离！陈峰扫视周围，连个毛情况都没有发生。这秘境不会是还要做什么剧情任务吧？与此同时，诸天刀神发来信息：陈峰，情况不对，这里的人都开始躁动，他们竟然变成了怪物，开始攻击我们，而且一旦杀死就会产生精神风暴，一定要小心。整个秘境都出问题了吗？陈峰想不通，决定尝试一下。你们都给我住手！你谁呀？穿着奇装异服，蛮帮来的吗？1号，检测精神波动。精神波动在减弱，还真是剧情任务啊！这个人我要带走，他欠的酒钱我来还。哟呵，出来个行侠仗义的，行，200星辰，拿钱吧。就算是战神也不该这么耍人，谁家酒馆伙计会要星辰当钱的？什么狗屁战神，我们这就是用星辰当钱的，你这个穷鬼拿不出来吧？我不信你们真的有星辰，拿出来我看看。看，给老子看清楚，我们不用星辰用什么？陈峰伸手去摸，却发现那根本就是精神能量凝聚的假货。很显然，这里的精神世界没有人控制，而是那个战神强者下意识的反应。而这个书生很可能就是年轻时候的战神。问你话呢，你倒个有钱没钱啊？哎呦卧槽，你还敢还手，看来也是个穷鬼，给我打！80级左右，等等，不对！忽然，酒馆伙计爆发出一道恐怖精神冲击波，1号迅速布置能量网。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请求提供能量。我去，你就抵挡了一下啊！精神冲击过猛，请立刻注入能源。陈峰赶紧捡起地上伙计爆出的东西，检测到能源，是否允许吸收？这核心啊，那你吸收吧。能源并不充足，请继续补充。周围怪物不断增加，陈峰直接被精神网笼罩，无法动弹。再这样杀下去，整个空岛恐怕就要暴动了。咦，这个书生竟然没事！陈峰随即冲过去一锤，这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恼人被扎了1000多根针。书生被锤爆后，周围本来凶猛攻击的那些怪物全部消失。场景再次回到进来之前。你谁呀？距离我们这么近，想要干嘛？想要救他是吧？主人，这是战神级强者的精神世界。
你的入侵已经干预了精神世界，所以无论你怎么躲藏，对方都会锁定你，强迫你入场。不，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救他的，这家伙也欠我的钱，我是来要账的。其他人也都呆愣住了，没人跟他们说过剧情会这样发展。陈峰下手可比那些伙计重得多。兄弟，没必要，真没必要，真打嘎了，咱们还要坐牢的。放开我，我要打他！狗东西，骗我的钱！兄弟，冷静，一定要冷静啊，不然打了他，咱们都得倒霉。好啊，你为什么这么帮他？一伙的是吧？不是，我跟他可不是一伙的。别走，你别走！大家可看到了啊，我可跟那家伙没关系，他要是被打了，可别来找我。呆，还敢逃？我没有骗过你的钱啊！你说没有就没有，你叫什么名字？刘彦昌。陈宗无语了，刘彦昌是谁？沉香的父亲，三圣母杨禅的丈夫，杨戬的妹夫。那这里沉睡的战神恐怕不是沉香就是杨禅了，而那个战神装备想必就是宝莲灯。刘彦昌是吧？老子找的就是你，还记得你儿子沉香吗？他借了我300万星辰去救他妈，正所谓子债父还。你什么？不可能啊！我儿子才1岁，你骗我！看来这里沉睡的战神是杨禅了。按照剧情推演，这里的中枢想必就是杨禅被囚禁的地方。刘彦昌彻底疯狂，咆哮着冲向陈峰。陈峰掏出一把对付绝学，爆炸之后场景再次复原。陈峰这次直接将刘彦昌带走。想必你猜到我是谁了吧？我不知道。想想看，谁会这么狠的揍你？我爹。对喽，我就是你大爷的！你敢冒充我大爷？陈峰将对方打爆，随后迅速飞到空中。这精神冲击波也太恐怖了吧！还好没人和我组队。在陈峰看不到的角落里，2个一国的战神凄惨的趴在地上。陈峰，这个混蛋在干什么？为什么接2连3的释放精神冲击波啊？2个战神艰难的向外面爬，想要逃离这条街道。老子冒充哮天犬，你都能看穿，你到底对杨禅家人多了解啊？主人，检测到有2个人族制造的储物手表已经入侵成功，里面有共计400个星辰存储。这什么情况？咋死在这里了？收走2个战神的星辰，陈峰回到酒馆，交了200星辰将刘彦昌赎回来。这里是哪？何必管是哪？你很不错，被人打成那样，竟然还要很合我的心思。来，我们继续喝。谢了，但家中尚有幼子还未吃饭，我怕个屁！有你娘子在家照顾着，还能饿死了不成？不行，实不相瞒，我娘子不在家。不在家？那去哪里了？我娘子被人关押起来了。跟我说说你娘子为什么被关起来了？别提了，还不是那该死的天庭，竟然说婵儿不能跟我相恋，说我是扶不起来的烂泥，我怎么就不行了？不错，你怎么不行了？我觉得你就挺好的，酒量多好啊！因为我那大舅哥瞧不起我，害得婵儿刚生下孩子就被带走关押起来，至今未能放回来。我是真的想他啊！太过分了，你娘子被镇压在哪了？我帮你去救回来。算了，其实这里的怪物都是我哥哥弄的。他用神眼从混沌万族拘禁过来的怪物，我拿着宝莲灯用了上千年的岁月，才勉强让这里变成我想要的样子，还会因为我的情绪波动而失控。一旦你企图救我，他们会疯狂攻击你的。刘彦昌死很多年了吧？你哥为什么还不放你出来？我的肉身已经被毁了，只剩一点精神能量融入了宝莲灯的灯芯。一旦我出来，很多人都会利用宝莲灯，可宝莲灯只要点燃1次，就会损耗我的一部分精神能量。灯芯燃烧完后，我也会彻底的消失。我二哥看似是在囚禁我，实则是保护。那算了。这宝莲灯我不要了，你继续待在这里吧。你不想要抵抗混沌万族了吗？我抵抗万族又不非得需要宝莲灯，宝莲灯就相当于我成长路上的一双跑鞋，它可以让我走得更快，走得更舒服。但没有它，我也能走下去。我还有别的鞋子，或许会更好。你有点像我二哥，他和你一样，也那么嚣张，也那么光芒万丈，仿佛骄阳一般镇压世间的一切，对一切都不放在眼中。我能问下你二哥什么实力？顶尖战神呢，或者说准圣，只差一步就能进入圣人境界了。战神之上直接就是圣人了，没有仙吗？神或者仙，我们称之为初级、中级、顶级战神境界。在外域来说，其实就是101级、102级，一直到200级，然后再往上不断的推算，这样大家都好称呼，也好计算军功。其实你想要带走宝莲灯也可以，因为宝莲灯也可以使用星辰作为能量燃烧。你拉倒吧，就算是使用星辰作为能量，数量绝对不会少，而且单纯使用星辰就能做能量。你哥哥那种顶尖存在会缺少星辰，肯定早就把你救出去了。你说的没错，如果将我带出去，使用的星辰消耗会非常高，高到我哥哥都承受不起的地步。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我的灵魂和星辰一起燃烧，能用的时间就会很久，星辰用的也不会消耗很多，然后等我灵魂彻底消耗光了，再只使用星辰。那这种情况，你应该不想出去才对吧？我年轻时犯了很多错，连累了二哥，也连累了我的儿子，他们拼命的护着我，我也想帮帮他们。你都控制这个岛屿了，自己出不来，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控制这个岛屿的是宝莲灯，我也只是借助宝莲灯的力量，勉强影响这个岛屿而已。真要脱困，宝莲灯不会允许的。甚至如果不是这是宝莲灯的虚弱期，我都无法和你交流。毕竟宝莲灯的封印可是我哥哥亲自布置的。抱歉了，我依旧拒绝。对我来说，你的请求一文不值。那可是宝莲灯啊，灵魂是你的弱点对吧？你难道不想要宝莲灯来保护自己吗？陈宗头也不回，甚至不理会杨晨。忽然天空之上出现一道人影，手里提着一个造型奇特的武器，正瞄准着空岛，同时漂亮国内。陈峰必须死，不然得到顶尖战神杨戬的传承和宝物，那后果不堪设想。是时候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伟大的漂亮国已经可以动用超行星炮了。警告！警告！检测到超行星炮锁定，请立刻逃离！请立刻逃离！超行星炮，没想到漂亮国才刚偷走武器，这么快就掌握了这枚武器。陈峰，你走吧，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事。那你还有未来？少废话，死！香槟打开吧，我们今天。啧，我好像又小看你了，竟然能破局，还毁掉了漂亮国国会大厦。不过我的收获也不小，还要多谢你和空岛，我才能得到超行星炮。下次见。神奇者，老伙，你该回头了，不然我一定杀了。你完事了？是啊，咱们走吧。啊，走？不探索空岛了吗？这里是杨戬给他妹妹创造的安全地，你不怕得罪杨戬，就把他妹妹弄走。那不要了，咱们走。带我走吧，你也看到这里不安全了，你带走我也算是帮我哥哥不会介意的。她是谁？杨戬的妹妹。没听说杨戬家有个人妖啊？你们这是什么表情？这是他借用的精神体而已，本体不在这。是这样，那你就带走呗，这里确实不安全了。好吧，你跟我走。不好，宝莲灯感受到我的情绪暴动了，只有把封印解除，取出宝莲灯，我才能恢复自由。行吧，交给我来打破。然而封印破除却引来了一位更强大的存在。一盏漂亮的宝莲灯随即飘出，而灯芯轴处还有一个缩小版美女，赫然就是杨禅了。此时混沌战场之上，有人破了我的封印，把蝉带出来了。是谁这么大胆子？难道不知道那是您天庭战神的封印？天庭都没了，谈什么战神？只见他额头的第三只眼张开，瞬间洞穿无尽距离，看到了空岛上的情景。陈宗猛然感应到了有人在窥探自己。杨戬，实力倒是不错。哥，是有人要袭击我，陈峰是在帮我。你这样的人物，早就应该登陆混沌战场，为什么还在地球待着？他们担心我会被混沌万族针对吧？也是，你这样的天赋一定会引起敌人围殴的，能在地球变强一些再来也好。只不过，你真就打算这样带走我的妹妹？对，你妹妹对我有些用处，我会带她走，但肯定不会只动用她的灵魂就是了。就算是你有足够的星辰，时间长了，她一样会死。那就给她再找个身体。对于那些超级科技来说，把灵魂植入某个地方不算难题吧？你以为地球是什么地方？超级文明吗？我们这里早已经被封锁了经济和科技，地球上那些科技不过是从各大秘境中捡来的别人的垃圾。你想要利用灵魂转移这种超级文明才掌握的技术，那需要你拥有让万族恐惧的实力才行。震慑万族而已，我能。看着陈峰那无尽自信、无尽骄狂的神态，杨戬忽然露出一抹笑容。那你好自为之。杨戬离去后，宝莲灯自动飞到陈峰头顶，检测到强烈的精神信号，是否接驳？接驳。杨禅，混沌万族为什么如此针对地球？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有混沌起源的秘密。一开始我们也想过跟他们和平共处，可没想到那些家伙不光想要侵占地球，还想要奴役全地球的生灵，为他们做事，这才导致全地球奋起反抗。那混沌战场还能支撑多久？不知道，或许下一刻就会全面溃败，或许能坚持到几百个纪元之后。混沌战场最可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无论是红军老祖，还是我哥那样的战神，所有人都是无比迷茫的坚守反抗。在场的人迷茫了，毕竟他们努力修炼，目的就是为了成就战神，抵抗混沌万族。可现在竟然告诉他们，混沌战场根本没有任何战胜的希望。混沌战场没有希望，那是因为我没去。你觉得你会比红军老祖还要强？会，只要我还没死，还没到最后一刻，我就相信自己，只要不死，绝不认输。在场众人不由得内心一震，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有奇迹发生，那一定是陈峰创造的。走了，先离开空岛。再次回到帝都军校的别墅内，发现异常能量波动，请迅速撤离。莉莉娅，干什么？你在搞什么鬼？把你的诅咒收起来。收不起来，我刚突破到了95级，力量提升的太快，能强行把皱纹拘禁在这个别墅就很吃力了。为什么你们动不动就升级那么快，唯独我不行？我现在升级需要的能量都几十亿了，难道你们不一样？所需能量是一样的，但你身体挥发的能量也多啊。我们就算是达到战神境界，以能量共振天地之力，也消耗不了你变身时的一半。
陈宗很是蛋疼，要不是有绝对掌控能力消耗部分能量，估计早就突破100级了。你也别灰心，等你达到100级，估计实力会超过大部分的战神。主人，有来自云月的通讯申请，是否接受？接。恭喜啊，大夏高层对这次的空岛之行很满意，尤其是你消灭了帝国主义的威胁，更是让上面决定对你进行嘉奖。闲话就不用多说了，只说好处就行。100星辰，并附赠1本 S 级武技震天神印。这些事情先别说，好几个月了，大夏应该购买到 S2型能源了吧？购买是肯定购买不到的，我们是在混沌战场上抢来的能源，只是一直没敢告诉你，因为地球早已经被封锁。你如果贸然使用空间跃迁能力前往外星系，一定会被发现，甚至直接锁定轰炸。那星界里呢？也封锁了。你自己能进入行界，但那也没用，7号星界也被封锁了，你出不去的，还会被人内权。这封锁还真全面啊！可之前诸天刀神在星界就有基地啊。毕竟7号星界那么大，总会有几个漏网之鱼的星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全球推广星界的原因，因为知道星界的人少，在里面的基地越少就越安全。所以现如今只有战神知道，也只有战神能登陆。饶是如此，大部分战神在星界的基地也已经被摧毁。诸天刀神就是那几个幸运的战神之一，可你未必有那么幸运了。行吧。陈宗知道自己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被灭权。1号，给风佑发张果照，再找他要5000星辰，就说我没钱花了。蹲我是吧？老子坑不死你。与此同时，7号星界之中，风佑正带着10个风魔族的战神蹲守在陈宗的登陆点。该死，我都蹲了3个月了，怎么人族那个混蛋还不来？突然，风佑收到一条消息，打开一看，竟然是自己的照片，照片上还附带要钱的文字。下一刻，风佑悲愤的声音响彻整个星球。该死的人族，我和你势不两立。主人，风佑的5000星辰已经到账，还附带一条语音消息，您需要播放吗？把骂人的内容过滤掉再播放。你还没上混沌战场，就把风魔一族得罪死了，这样好吗？无所谓，有种来地球嘎我。那倒是来不了，风魔族主要的功能是斥候，想要穿过混沌战场杀入地球没有那么简单。听到这话，陈峰就更加不在意了。此刻大夏战神宫内，陈峰为什么就不能加入战神宫？他的实力已经足够了。老早，我知道你很欣赏那小子，想让他进入战神宫接受最好的培养，但他真没有这个资格。陈峰绝对不能进入战神宫，至少现在不行，他的实力还是太弱，别人会嘲讽我大夏没规矩，甚至会减少给我们的资源配额。我只问一句，咱们相识这么多年了，你们可信我？本来是信了，但现在或者说在陈峰这件事上，我不信你。那我要说我输给过陈峰呢？陈峰给了你多少星辰？200。不是，你问这个做什么？难道你们认为我是收了陈峰的好处，才要带他进战神宫的？不然呢？不过这小子也够下血本的，竟然能给你200星辰，这是他全部的身家了吧？听说大夏官方这次奖励给他100星辰，估计还没捂热就用来收买你了吧？我是那么见钱眼开的人吗？好，我承认，我为了给自己疗伤，确实贪污了你们一些资源。但陈峰真的有实力的，他真的打败过我，不信你们也去挑战他呀。行了，闭嘴吧你。老岛，你以为你之前贪污我们的资源，我们都没发现吗？其实那些我们都知道，只是觉得你受伤了，都想让你早点恢复，都让着你而已。可这次你才让我失望了。为了赚钱，你已经放下了战神的尊严，竟然甘愿承认打不过一个觉醒者。在离开会议室后，这次的全球比武大会你怎么看？能怎么看？死了2个战神，叛逃了1个，现在就剩下咱们3个了。这次的份额分配估计比之前少1半以上。赵柔萌这个女暴龙也真是的，她又不是不知道快到份额分配时间了。人怎么了？别提那个女人，提起她我就来气。还有她那个混蛋学生，有点天赋就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平日里大夏护着她，我懒得找麻烦也就算了，这次还想进入战神宫瓜分咱们的资源，想屁吃去吧！不行，我要收拾一下那个小子。什么？你可别乱来！我听说那小子身上有后土的神像，如今又有了宝莲等保护，很难对付了。我何必自己去针对这小子？那岂不是显得我以大欺小？但在全球比武大会之前，各个国家不是还有一次比武吗？等他参加的时候，只要禁用他的武器，那他难道还能对付你我的弟子？不错，